晚上你为了睡着就尝试了网上很火的飞机睡眠法，结果不到3分钟你就昏睡了过去。当你再次醒来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一个软萌妹子。就在你刚准备控制身体做些事情时，身旁的手机忽然响了。你拿起手机却发现上面的号码居然是自己的。你犹豫了一下，选择接通，电话那头立马就传来冰冷而熟悉的声音：喂，你是不是江明浩？电话那头分明就是我的声音。莫非我跟一个熟人交换了身体？你是？电话那头立马传来焦急的声音：你还没起床照镜子吗？你在干什么？你看了看自己的右手，迷迷糊糊地说：我在运球。运什么球？你最好跟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们2个人互换了身体？对方有些生气，你立马就好奇起来，到底和谁换了身体？脾气那么大，在你的印象里没有对 A 的女性朋友啊。可当你来到全身镜时，立马被镜子里的绝美容颜吓了一跳，正是你的同班同学，山河一中第一校花林梦雪。你看着眼前乱糟糟的头发和松垮的睡衣，嘴里不自觉地发出感叹：我也太美了，能把我兄弟迷成智障。这声惊叹也传到了林梦雪的耳中，她不自觉自豪地仰了仰头，但是下一秒想起了什么，她更加生气了。江明浩，你有没有听我说话？你这才回过神来。听到了，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完全超出2人的认知。算了，打电话说不清楚，先上学吧。还有，不要乱翻我手机。当然不会，但是我要导航到学校。导航可以，但是让我发现你乱翻我手机，你就死定了。挂完电话，你立马换完衣服去了学校。学校离林梦雪的家就1公里不到，而此时微信不断弹出消息，你忍住了自己的冲动，很快就到了学校门口。忽然你身后传来了结巴的声音：那个，请问是林学姐吗？真是没有想到，只是上学的路程，居然就有人来搭讪，这就是第一校花的魅力吗？你刚想拒绝，身后就传来了声音：你们在干什么？你回头一看，自己曾经的身体就这么站在你面前，真没想到有一天居然能够以路人视角看到自己，颜值和身材简直就是极品。你是？刘志伟眼神疑惑：你跟我来。林梦雪只是瞥了眼他，就拉着你的手往前走。刘志伟看着2人离去的背影有些懵逼，我去，这男的是谁？只是叫了一声，校花就乖乖跟了过去。你看着走在前面不说话的林梦雪，想了想，觉得还是自己主动解释比较好。刚才那个男生是高1的刘志伟，想加你的微信。林梦雪停了脚步：你同意了？当然没有。听到回复后，他这才转身伸手要手机，你将手机递了过去。2人互相查了查应用的使用时长，顿时放下心来。林梦雪忍不住又问了一遍：你确定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你无奈地耸了耸肩。对了，早上给你打电话，你说运球是怎么回事？你娇躯一震，露出一个僵硬的笑容。做梦打球来着，当时刚睡醒，有点迷糊。林梦雪哦了一声，觉得有些奇怪，但看了看时间，发现马上迟到了，就没再想了。刚到教室就有人喊你的名字，你们2人同时看了过去，是你的好基友张翔。你刚想回应，紧接着意识到你现在是林梦雪的身体，就站着没有说话。明浩，我想哭。林梦雪看着抱着自己胳膊的张翔，面无表情。她知道你和他玩的最好，就没让他躲开。怎么了？张翔小心翼翼地看了看周围，然后小声开口：我昨天晚上做梦，梦见有2个女生要跟我拨嘴，我想着先拨丑的，好看的，最后慢慢补。结果我刚剁完丑的，梦就醒了，我好后悔呀。你们2人都憋成了大力王，但你想了想自己的人设，还是憋住了。林梦雪好奇地问：梦里拨嘴是什么感觉？你瞬间不淡定了，这是林梦雪能问出来的问题。张翔认真地思考了一会儿：软软的，香香的，甜甜的。你忍不住轻咳了一声。兄弟差不多行了，别再让林梦雪看笑话。但张翔还在那认真地说感受。算了，无所谓，丢人的反正不是我。林梦雪也恢复了往日的冷漠。明浩，你说我还有机会梦到那个好看的吗？张翔叹着气问道。或许吧。明浩，你咋了？怎么感觉你今天这么冷漠？跟于苗苗表白又被拒绝了。林梦雪皱了皱眉，她跟于苗苗关系并不好，于苗苗经常趁她不在各种诋毁她。没有。你不用问了。你终于是看不下去了，上前制止道。张翔整个人呆住了。什么情况啊？那个冰山校花居然对我说话，看他表情有些生气，莫非明浩和他有故事？一瞬间，张翔八卦之心爆棚，他用好奇的目光看向自己好兄弟，结果林梦雪面无表情，根本没打算继续开口。在他要放弃的时候，一道身影走到林梦雪身侧。喂，今天给我带了什么早饭？张翔倒吸一口凉气，退了几步。于苗苗来了，完蛋了，忘给于苗苗带早饭了。平时都是你给于苗苗带早饭，可今天你和林梦雪互换了身体，早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林梦雪扭头看你两手空空，直接回道：没带。于苗苗注意到你今天态度不一样，不禁皱了皱眉。你这什么态度啊？不是说好了每天给我带早饭吗？食堂的饭太难吃了，你不给我带，我早上只能饿肚子了。于苗苗这傲慢蛮横的态度让林梦雪对她更加反感。不吃就饿着，饿一顿又不会死。你在一旁听到这话，想死的心都有了。你顶着我的身体在干什么啊？你给我过来一下。
终于你还是没忍住，拉着林梦雪的胳膊就往旁边走。林梦雪皱了皱眉，但也没抗拒。不过这一幕却让班级里的人看得一脸懵逼。沃德发，什么情况？校花拉着江明浩的胳膊，旁边看着的张翔也是忍不住爆了一句粗口。于苗苗更是呆住了。你把林梦雪拉到了无人的空地，这才停了下来。虽然说有无数的目光看向这里，但是有些话你必须说。林梦雪的眼神则是有些冰冷，你不禁哆嗦了一下。那个态度可不可以正常一些？我觉得虽然我们两个人互换了身体，但双方的生活可以尽量维持原状。林梦雪没说话，就这样冷冷地看着你，你被盯得发毛。第一校花的眼神果然可怕。忽然林梦雪冷冷开口，你怎么不说让我去追他呢？你闻言一惊，追个蛋，你可别添乱，我说的是维持之前的样子，你真追上了我还头疼呢。林梦雪脸上瞬间露出疑惑，按照之前她所了解的，你江明浩不是于苗苗的忠实舔狗吗？难道还有不可告人的内幕？如果你把事情说清楚，我倒是可以考虑考虑。你有些犹豫，毕竟这个秘密你连好兄弟张翔都没告诉。对于于苗苗这个人，你自然知道是什么货色，纯一个海王，同时和很多人搞暧昧。算了，反正高三离结束也不远了，说一说也没什么。你看着林梦雪的眼睛叹了口气，我根本就不喜欢于淼淼。那你又为什么追他呢？这个事情就要从高一军训开始说起了。那时候我收到了人生第一份表白信，心情自然是激动不已。我们在约定的时间和地点见面啊。林梦雪被勾起了好奇心，忍不住问道：是谁啊？周莹莹。林梦雪有些惊讶，这不是我们班里的女生吗？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看不上她？顿时你的喉咙好像被噎住了。首先我必须承认，我喜欢颜值高的女生。其次，我没有歧视的意思，但是我真的对身高1.6米、体重160斤的黑妹提不起丝毫感觉。可那次拒绝之后，她还是纠缠我，无奈之下我才追求的于淼淼。林梦雪懂了，原来你只是在拿于苗苗当挡箭牌。噗，她忍不住笑了一声，然后嘴角勾着，怎么努力也弯不下去。你还挺诚实嘛，比那些虚伪的人好多了。嘿嘿，感谢夸奖，你也知道为什么了吧？所以能不能……我需要考虑考虑。于苗苗讨厌我，我也讨厌她，我为什么要讨好她？话说回来，你现在在我身体里，你在担心什么？谁知道什么时候换回来？你是爽了，留下的烂摊子能头疼死我。林梦雪摸了摸下巴，觉得很有道理。她也不知道两人互换身体是暂时还是永久。暂时的话，她不希望太短，但永久也不行，有点小纠结。好了，该做操了，先去占位置吧。林梦雪走到男生队伍里，这时于苗苗却走了过来。好啊，你江明浩，你给我解释解释怎么回事？你不是喜欢我吗？现在居然跟那个人搞在一块儿。林梦雪皱了皱眉，江明浩只是跟她说了几句话，居然扣那么大的帽子，滚开！林梦雪冷声道，这态度直接让于苗苗懵了。以前江明浩都是一副谄媚的样子，哪里敢这么对她说话？然而你听到此话已经是面如死灰。好，林校花你玩吧，不管我死活，到时候我也不管你死活。早操的时间并不长，做完早操，你们就回到班级里开始上早自习。你拿起林梦雪的笔记看了起来，笔记有力而优美，让人赏心悦目，而且每道题的知识点都罗列了出来。平时看不懂的题目瞬间有了新的理解。反观林梦雪这边，一脸嫌弃，笔难用就算了，自己跟狗爬的一样，每道题解答过程更是乱得要死。喂，明浩，早上啥情况？人校花拉你过去干啥了？张翔盯着林梦雪半天了，终于是忍不住开口询问。林梦雪瞥了一眼张翔，你猜？张翔顿时就郁闷了，一点都不把我当兄弟。说完便扭头看起书来。很快下课铃响起，班上的同学瞬间走光，而你看着林梦雪的笔记还有些意犹未尽。这时林梦雪走了过来，我要吃早饭。没胃口。你一脸愁容，少废话，早饭我请你啊。说完她从自己包里拿出饭卡。好吧，那我就勉为其难答应了。这时一道声音传来，江明浩，你怎么能欺负女生呢？说是请吃饭，为什么还拿林梦雪的饭卡？你看向一旁的同桌，这是你们的班长唐文可，也是林梦雪为数不多的朋友。那好，那拿我的。林梦雪将饭卡放下，转身去拿你的。你欲哭无泪，饭蹭不到还得大一顿是吧？喂，梦雪，你和江明浩啥情况啊？唐文可小声问道。这问题一出，前后桌都围了上来。你本来想准备随便找个理由敷衍一下的，但又想起刚刚林梦雪干的好事，你决定一定要把她拉下水。简单点来说，我和她暂时都离不开彼此的身体。此言一出，唐文可等人大脑瞬间宕机，脸刷一下就红了。梦雪刚刚说啥？这是她能说出来的话。你看着他们脸上的表情，心里痛快多了。虽然有歧义，但也没毛病吧？林梦雪拿着你的饭卡走了过来。你们在聊什么呢？没什么，吃饭去吧。你虚心的站起身。林梦雪满脸疑惑，怎么拿个饭卡的功夫，氛围变得这么奇怪？到了食堂，林梦雪开始疯狂炫起了早饭。没换身体前，因为要保持身材，每次都吃不饱，所以她想把之前的都给补回来。而你因为换了身体，想吃却根本吃不下，只能眼巴巴的看着她炫。解决完早饭，两人又回了教室。回到班级，你拿起了林梦雪的笔记看了起来。刚看了一会，便有个女生走了过来。梦雪，
我这里有几道数学题不太明白，能给我讲一讲吗？我吗？你抬起头，被知识洗礼后眼神出奇的清澈。你刚想拒绝，但是又想到学会最好的验证就是将知识讲解给别人，所以就改变了主意。问吧，只要我会的。你最好了，梦雪，那给我讲讲这几题吧。而此时真正的林梦雪正摸着肚子躺在椅子上，突然听到这么一句，目光忍不住瞥向你那里，于是就发现你在给同学讲题。600分都考不到，居然敢误人子弟！他直接站起来走了过去，中指敲在了你脑袋上。讲得明白吗你？你捂了下脑袋，这家伙连自己身体都不爱惜吗？你干嘛江明浩？你自己几斤几两你没数吗？居然敢质疑梦雪！林梦雪双手抱胸，我怕他耽误你们，还是我来讲吧。就你算了吧，讲题不如讲讲那个，你和梦雪什么时候在一起的？你们俩人瞬间沉默。在一起？我俩什么时候在一起的？班长，你有些误会了，我们只是普通朋友。你勉强笑了笑，说道：“懂的，纯友谊嘛。”可嘴角微微勾起，其他人也都露出都懂的表情，搞得你们两个脸色都微红了起来。你连忙转移话题，开始讲题。林梦雪有点小意外，没想到你只是看笔记，居然就将题悟透了。讲完这道题，上课铃也就响了。中午校门外会合。留下这句话，林梦雪就回了座位。喂，梦雪，你喜欢江明浩哪点啊？感觉他哪都配不上你，傻的不行。这么久了，才发现自己是被鱼苗苗养的鱼，是不是你告诉他的呀？你歪头看了眼唐文可，你才傻。一个女人懂个屁！老子忍辱负重，努力学习，不谈恋爱，等着考一个好大学，开启新的篇章呢。居然说我傻！要上课了，你回避了这个问题，唐文可也没有多问。江明浩除了傻点，人品还是可以的，只不过他们有些事情是不是做得太早了？想到这里，唐文可耳根又红了起来。就在这时，老师走上讲台。好了，同学们，我们要开始上课了。你调整状态，开始认真听讲，准备在这2个月期间做最后的冲刺。此时林梦雪在座位上正无聊地转着笔，这些题她都已经研究透了。她目光时不时看向你，看你认真的样子，目光逐渐由平淡变得柔和。不知过了多久，她被张翔推了一下。老师叫你好几声了，你发什么呆呢？林梦雪回过神来，一不小心看入迷了，想起了曾经的一些事。她站起身看向投影上的题目，紧接着老师恨铁不成钢的声音传来：都临近高考了，还不把心思放学习上，知不知道高考多重要？以为数学考了120多就没有提升空间了吗？年轻有喜欢的人我能理解，但是异地不会有结果的。但如果在同一个大学，一切皆有可能。江明浩，你懂我意思吧？此时坐在位置上的你汗流浃背，而站起来的林梦雪却淡定自若。不是，林梦雪发呆，挨批的还是我呗。等老师叫了，我也发呆。林梦雪眼神微动，今天心情有点太好了，忽略了一些实际的问题。你和林梦雪成绩差了近100分，基本不可能在一个学校。老师这些话也算是提醒了他。老师，我知道了，不过这道题我已经会了。数学老师眉头微皱，他可记得考试时你这道题就写了个解。既然你说你会了，你上来给大家讲讲。林梦雪答应了一声就走了上去，拿起笔就开始在上面解题。数学老师有些惊讶，没想到他真会啊。林梦雪讲完之后就回到了座位，你听完后恍然大悟，原来这道题是这样解出来的。老师对于林梦雪的讲题比较满意，也有些欣慰。江明浩刚才讲得很不错，我们来看下一道题。这道题全班只有1个人做对了，林梦雪，你要不要给大家也讲讲？老师的目光看向你，却发现你也在发呆。唐文可推了推你，你抬起头。发生什么事了？老师叫你讲题啊？数学老师见你的样子更加欣慰。梦雪一看就知道在研究新题目，你慢慢想，我来讲吧。你有点绷不住了。老师咱别这么偏心好吗？不公平啊！上午的课程结束后，你如约来到校门口。林梦雪跟上来后，摸了摸自己的肚子，她有些诧异，明明早上吃了那么多，没想到到了中午居然这么晚。早上用了你饭塔，那么中午我请你吧，要不就去那个玉珍饭店吃了，味道还不错。玉珍饭店真有钱啊，富婆！林梦雪翻了翻白眼，嘴巴撇了撇。我这花钱好歹能到自己肚子里，不像某人天天给人带早餐，拿钱打水漂。停，先说明我给于苗苗带早餐，我是收钱的，没算带跑路费就不错了。真的我舔他呀！林梦雪的嘴成了一个 O 型。原来是这样。这时你的手机铃声响了，你打开一看，是妹妹打过来的。哥哥，中午吃什么呀？我肚子快饿扁了，能不能不吃蛋炒饭呀？虽然你的蛋炒饭很好吃，但也不能天天吃啊，好哥哥。你早就习以为常，知道妹妹是装的。你给我好好说话，我看你是想挨饿了。哎，你谁啊？你身躯一僵，靠，默默现在是林梦雪了，这回要头大了。这小丫头绝对会喋喋不休的问，本来一天天嘴巴就不带停的，这回一顿好吃的估计都堵不住了。你连忙求助于林梦雪，快帮我圆过去。林梦雪接过手机，她早上倒不是没见过你妹妹，但是那丫头那时候已经准备好出门了，所以对这位妹妹她也不知道如何处理。你是嫂子吗？这一句话让林梦雪身躯也僵住了，她抿着嘴巴，更加说不出口了。你这个急啊！你倒是说句话呀，怎么就被硬控住了？还是没声音回他。行吧，我知道了。家里就剩我一个孤苦伶仃的，
但还是祝嫂子和哥哥早生贵子。我自己出去买顿饭好啦。嘟，电话挂断，两人相视沉默，都略微有些尴尬。抱歉啊，我妹妹比较顽皮，平时就一大嘴巴，不用在乎她说啥。你要是生气，就回去好好教训她一顿。林梦雪将手机还给了你，略微摇了摇头。我不生气，去玉珍饭店吧，让你妹妹不要买饭了。你也不再拒绝。一顿早饭换一顿玉珍饭店的饭菜，太赚了。很快你们便来到了玉珍饭店。你妹妹喜欢吃什么？林梦雪问道。好吃的她都喜欢吃，没什么忌口，不过跟我一样不喜欢香菜和葱。我知道啊。林梦雪经常来吃，这家饭店还是比较符合她的胃口。随后就点了几个菜：黄金脆带鱼、白灼油水九节虾、鲍鱼汁五谷巴海参、至尊蟹肉海皇羹、孜然蒜香烤羊排。你在后面默默擦汗。大小姐，这得多少钱呀？不过住在300平的房子里，可能确实不在乎这点钱。老妹啊，你有口福了。看她还在翻菜单，你连忙制止。好了好了，够了够了，3个人都不一定能吃完。好，那就这些。林梦雪放下了菜单。2位雅客稍等，我们会尽快安排，有事可以随时叫我们。服务员小姐姐走后，你坐在椅子上，拿起菜单看了看价格：黄金脆带鱼268，白灼油水九节虾350。我去，林梦雪，你不会是千金大小姐吧？你有点震惊，这吃一顿的话，能把你1000多的零花钱都花完。你在胡说什么？我就是个普通人家。林梦雪随意的摆弄着手机。是吗？你的语气还是充斥着质疑。谁普通人家的孩子能这么吃呀？不到15分钟，服务员小姐姐就将打包好的饭菜带了过来。都打包好了，祝你们用餐愉快。好的，谢谢。林梦雪将东西拿好，直接带着你走了出去，你却脚步一顿。林梦雪，咱是不是没有付钱？付钱？不用付啊，我每次来都是白吃白喝的。你一时间没反应过来。白吃白喝，不会被抓吧？这么嚣张，不过好像也没人来呀。发什么呆呢？放心吧，只要顶着我这张脸，在这里随便吃都不会有人要钱的。你顿时恍然，还说你不是大小姐，你家果然有钱。这家饭店算是我家的吧，不过主要是我小姨打理。你张了张嘴，家族产业挖，除了羡慕还能咋样呢？你藏的可真深，在这之前我以为你家里也是普通家庭。你边走边说道。为什么会这样认为？林梦雪侧目看着你。你看班里那几个有钱的天天炫耀，要么一双鞋上千，要么游戏里充了多少钱，买了多少皮肤，而你太低调了。林梦雪打了个哈欠。有什么好炫耀的？不好好学习，整天臭显摆，给有虚荣心但没钱的人看的罢了。你挠了挠头。别说啊，好像还真是这样。能静下心学习的人并不会在乎这些，他们着眼于的是未来。你不会也想要炫耀吧？林梦雪问道。我吗？你指了指自己。我连恋爱都不谈，只为了能好好学习。你看我像那种人吗？只是想彻底摆脱某人的纠缠吧。随你怎么说。很快你们便回到了家门口。林梦雪敲了敲门。是谁？报上名来。屋里传来一声娇喝声。林梦雪看向你，眨了眨眼睛。她已经大致了解了你妹妹的性子，但好像有点太活泼了。门内江清瑶看着林梦雪，眼睛放光。没想到老哥挺能耐的嘛，居然给找了个这么好看的嫂子。你刚想回话，门就被江清瑶打开了。嫂子好，嫂子请进。林梦雪脸色微红。我们只是朋友。好吧，我多嘴了，快进来吧。老哥带什么好吃的啦？我肚子快饿扁了。玉珍饭店的菜。哦，江清瑶开心地蹦了起来。那家饭店的东西她惦记好久了，没想到有一天还能尝到。嫂子万岁！你嘴角一抽，若不是碍于现在的身躯，真想给她一手刀。正常说话，不然今天中午饿你一顿。突然林梦雪态度强硬了起来，这倒是让你有些惊讶，还是第一次看林梦雪这样，有你平时治理妹妹的几分风范。江清瑶撅起嘴巴，突然抱住你的胳膊。嫂子，我跟你说，我跟老抠门了，好几次想吃玉珍饭店都不带我去，还老是欺负我。你可要好好管管他，你要是管好了，我以后说不定能骑他头上拉屎。你看向自己的妹妹，你小不小的在跟谁说话，还骑我头上拉屎，真是倒反天罡，真当我治不了你。我看你妹妹精力很好，想来不饿，不如去你房间吃吧，2个人多吃点也能吃完。林梦雪听后点了点头。不要，我错了，错了还不成嘛？姐姐你怎么跟哥哥一样坏？江清瑶欲哭无泪，她还以为你会跟她站同一阵线来对付哥哥，没想到居然跟哥哥站在同一个阵线上。快点吃完饭午睡一会儿吧，再拖午睡的时间都没有了。林梦雪将手里打包好的饭菜放在桌子上，香味立马就飘到了江清瑶的鼻子。她咽了口唾沫，双眼放光。随后3个人便开始干饭。太好吃了，这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东西。姐姐，你什么时候嫁给我哥呀？要是觉得我哥配不上你，我嫁给你也行。林梦雪表情僵住，她算是知道为什么你对这个妹妹很无奈了。这嘴巴啥也敢说，口无遮掩的，她都想给江清瑶的嘴巴缝起来。这话等妈回来你再说。林梦雪说道。妈回来了，姐姐也不在了呀。好姐姐，你能每周都来看我一次吗？江清瑶可怜巴巴地拉着你的胳膊，你内心毫无波澜，对妹妹这样子你早就免疫了。如果有机会我会来，
不过不可能每次都给你带好吃的。哎呀，姐姐说什么呢？我是喜欢姐姐，这些饭菜算什么？姐姐你好香，中午我们一起睡吧。林梦雪站起身，老妹，你自己睡吧，他跟我回房间睡。切！江清瑶很不情愿，站起身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随后林梦雪和你对视一眼，两人没说话，都去了你的房间。林梦雪如释重负躺在了床上，还好你平时爱干净，屋子里收拾得很好，没有在林校花面前毁形象。你妹妹可真是个大魔头。你笑了笑，体验到了吧？不过我有办法治她，但终归是你妹妹，我也不好出手。只要不太过分就没问题。这丫头就是被我爸妈惯坏了，他们有时候面对青瑶也可头疼了。江清瑶，林梦雪轻喃一声，名字挺好听的，我感觉她跟我小姨肯定处得来，两个人都是魔头。小姨？对，我小姨本来跟我住一起的，不过这几天有事出去了，过几天才回来。你张了张嘴，又来一个魔头，一个都已经汗流浃背了，吃两个。困了，我先睡了。林梦雪趴在床上闭上了眼睛，你见状躺在了另一侧，房间内顿时安静了下来，彼此的呼吸声甚至都能够听清楚，两人感觉都有些微妙，并不紧张，反而因为互换身体的原因感觉有些轻松。几分钟后，两人各自进入了睡眠，不过门外却并不安静。江清瑶脱光了鞋，蹑手蹑脚地靠近你的卧室，然后趴在门上耳朵竖了起来，可半晌愣是一点声音没有。不会吧，不会吧，这么安静？江清瑶可不信两人没干坏事，于是她轻轻地推开门，借着一丝门缝，目光瞅向睡在床上的两个人，她面露惊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怪我这么期待，结果你俩真就只是午休啊！她将门关上，又蹑手蹑脚地回了房间，却发现她手机响了。喂，老爸。赶紧睡午觉，再让我发现你偷偷摸摸的去开你哥房间门，零花钱全给你没收。原来你老爸因为经常出差不能回家，为了多关心你和妹妹，就在家里装了监控。而中午时候，他正好看到了林梦雪和你一起回来。老爸，你不能这样，我可是您的宝贝女儿呀，怎么能这么狠心？就算是我女儿，也不能干那偷鸡摸狗的事儿，赶紧给我睡觉。知道了，老爸。中午这一觉你睡得很香，直到有铃声将你吵醒。你们两人收拾了一下就前往了学校。你坐在座位上，听着一旁唐文可等人在聊其他班级的八卦，听得津津有味。别人的八卦果然有意思。于苗苗没过多久就来到了班级，眼神看着你充满了挑衅。随后他路过林梦雪的时候又冷哼了一声，林梦雪只是瞥了一眼没有在意，他大致能够猜出来于苗苗为什么会这样。这时候张翔坐在了椅子上，满脸愁容，双目无神。你好，我梦不见那个好看的女的了，为什么我做梦不先跟好看的嘴啊？林梦雪翻了翻白眼没搭理他，翻开练习册开始做题。我说明浩，你怎么不说话呀？你这样让我很尴尬呀。有什么事晚上微信聊，我要好好学习。你说啥？张翔有点诧异，你这成绩上的好一本稳的呀，怎么还想提成绩？在张翔看来，这成绩已经是他梦寐以求的了。如果他能稳定考580左右，突然他一拍脑袋，我懂了，你是不是想和林梦雪考同一所大学？不是我说，这100分的成绩可不好提，现在就剩2个月了，林梦雪说不定能冲一冲700分，你再努力加超常发挥，高考650左右，也就是极限了。林梦雪想了想，张翔说的不是没有道理。虽然你现在拿着他的笔记自学看起来还不错，但是如果他亲自辅导，效率会不会更高一些？这可不一定，倒是你成绩还不到500，你后面打算去考哪？嗨，我这成绩就这样了，肯定追不上你，到时候找个跟你同一个城市的学校好了。但是啊，还是有点想跟你一样的成绩，这样我也有点机会。他的目光缓缓飘向一道背影，有一丝丝失落。林梦雪顺着他的目光看了过去，没想到张翔居然有喜欢的人，还是他。下午上课多少有些乏，那些中午没休息好的更是撑不住，已经闭上了眼睛。你只觉得今天任督二脉好像被打通了，老师所讲的知识全部都能够听懂。林梦雪的脑子是真好使啊，成绩好又能打，真是文武双全。一转眼的功夫就到了放学时间，梦雪明天见。唐文可跟你挥了挥手，明天见。你点了点头，随后出了教室。于苗苗看着你的背影冷笑一声，刘露见状小声道：苗苗，不会出问题吧？那几个家伙混社会的，万一闹大了。放心好了，就欺负一下，他们有分寸。于苗苗自然不敢将事情闹得太大，所以只是嘱托他们威胁一下你，让你离林梦雪远一点，否则每天放学都会骚扰你。他相信像林梦雪这样没混过社会的女生，绝对会被吓到。江明浩啊，江明浩，到时候林梦雪把你甩了，还不是要乖乖回来舔老娘？不过跳出了鱼塘，还想要再回来，怎么着也得付出点代价。这时你已经出了校门，今晚怕是回不去家了，只能住在300平的房间里了。真不想住这么大房呀。话说回来，林梦雪的父母呢？家长会的时候好像也并没有出面，难道是家族企业事情太多太忙了？美女，别急着走嘛。出校门还没有走多远，你就被几个人围了上来。这些人染着头发，穿着七分裤，一股精神小伙的气质瞬间展露出来。牛市，你知道自己遇到了麻烦，不过这大马路上人不少，你也不害怕。和苗苗说的一样，还真是个美女。处对象吗？你有些无语，上来就问这个，你们的信息来自于哪里？而且这些人居然是于苗苗安排的，
这家伙做什么药？我这你冷声回道。不说，你装什么清高呢？真以为有点姿色，在学校被追捧就谁都瞧不起？出了社会，你算个什么东西？苗苗都跟我们说了，你是个骚蹄子，喜欢勾引男人，就别跟我们面前装了。几人带着玩味的笑容，你脸色一沉。本以为于苗苗只是个养鱼户，没想到还跟这样的人有接触。你们再纠缠我就报警了。呦，你报，怕你啊！我们可没动你，就是找你聊一聊天罢了。我们犯法了吗？你要是不答应，我们天天来校门口堵你。你忍不了了，欺人太甚。你放下书包，准备用点拳脚功夫。好歹自己以前也是学过拳击的，但紧接着胳膊便被拉住，一道伟岸的背影挡在了你面前。这么多人在这欺负个小女生，要脸吗？小女生，我吗？你感觉有点别扭，自己明明是个男子汉，只不过现在换了身体没罢了。哟，还有护花使者呢，我看见是个甜筒，这会儿站出来想当英雄，干他！装什么呢？几个人瞬间围了上来，林梦雪扫了一眼，一个个瘦得跟猴子一样，全围上来她也不慌，一个染黄发的上来就出拳向她面部打去，直接左臂格挡，右拳打向黄毛下巴，一拳直接打黄毛发懵，最后两步直接躺在地上。你一惊，不愧是林梦雪，这反应力和出拳速度肯定是打拳击的好苗子。其他人还想上，但这时候后面有人拿着警用钢叉跑了过来，首当其冲的就是学校的保卫科科长。哪来的小兔崽子，敢欺负我们学校的学生？几个精神小伙见状直接散开，躺地上那个连滚带爬的匆忙起身，他们骑上电动车一溜烟就跑远了。呸，跑得还挺快！再让我见到这几个人，给他们实打出来！保卫科科长骂骂咧咧的，手中拿着钢叉威风凛凛。你看他的样子，感觉放古代怎么着也是个大将军。谢谢科长。你松了口气，对科长表示感激。没事，保护你们是我们的职责，你们没有受伤就好。保卫科科长看向林梦雪，你小子还行，敢站出来，比周围那些看戏的强。应该的，林梦雪回道。行，你们回去路上小心点，看情况不对就赶紧报警，保护好自己。保卫科科长提醒道。放心吧，我的拳头很厉害。林梦雪直接忽略了报警，她觉得自己拳头可以解决。不错。保卫科科长看着林梦雪越看越满意，这小子有他当年几分风范。保卫科科长走后，林梦雪走到你面前，拉起胳膊仔细查看。你干啥？检查一下我的身体。他认真的说道。放心吧，没事儿。你双臂摊开任由其检查。没事就好，我送你回去吧，顺便拿点东西。10几分钟的路程倒是很快，不过天色也已经暗了下来。两人来到门口对视一眼。愣着干嘛？开门啊！你挠了挠头。我不知道密码呀。林梦雪听后指了指锁上方的一个地方。看到这个了吗？这里可以指纹解锁，你将食指放上去。你凑过去带着好奇，伸出纤玉指触碰到林梦雪所指的地方，叮，验证成功，门自动就开了。林大小姐请进。你将门推开，林梦雪有些茫然。大小姐，你歪了歪头。咋了？没什么，还是第一次有人这么叫我。林梦雪直接走了进去，这里的房间她都太过熟悉，径直来到冰箱拿出一盒酸奶。哥们，你摇了摇头，对于饮料、酸奶那些你都不太喜欢，平时基本都是喝水。那先去我房间吧。你从客厅走到林梦雪的房间门前，打开后一股淡香扑鼻而来。你走进来，坐在了床边，有一些拘束。不远处衣架上有很多漂亮裙子。如果以后和林梦雪的身体不再互换，会不会有一天我也会穿上这些？林梦雪走进来，拿上了耳机、充电器等一些物品，塞进书包里。她看着你看着裙子发呆，忍不住开口：“想穿？”你回过神来，连忙摆手：“没有，怎么会呢？我一个大老爷们，穿什么裙子？想穿可以试试。”我才不要！你脸色变得通红，心跳莫名其妙的加快，不知道为什么，嘴上拒绝，但是内心又很激动。也没啥好拿的了，我是不是得早点去你家，免得你父母担心？我妈应该下班到家了，我爸在外地出差呢，过几天可能才回来。知道了，作业也交换一下吧，你写你的，我写我的，不然字迹容易穿帮。随后两人打开了书包，将作业和课本换了一下，不过一些笔记林梦雪倒是留给了你。有什么不懂的可以微信联系问我，我就先去你家了。你起身打算送一下林梦雪，不过刚走2步，林梦雪脚步停了下来，她面色不知道为何也红了起来，她捏着手指有些难以启齿。还有一个问题，你有些不解。什么问题？那个，你这个早上起来的时候很别扭。你看过去顿时明白了，原来是男性早晨睡醒后的生理反应，这个也没办法避免。作为青年状态的他，正是最具有活力的时候。这是正常现象，尽量忽略它的存在。起床后刷个牙、洗把脸的时间就下去了。好呗。林梦雪说完几乎是跑出去的，太羞耻了。主要她不了解，以为是有什么毛病，所以才提一嘴。你也有点尴尬，但两人互换身体后，这种了解似乎是必须经历的过程。突然你想到一个问题，女性都会来亲戚，听说还很痛。算了，不想了，也许明早睡醒就换回去了呢。林梦雪走后，你突然觉得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实在是有些寂寞。原来她之前一直是这样过的吗？你站起身，将课本放在学习桌上，打算完成老师今天布置的作业。不过现在肚子又饿了，晚上吃饭咋解决啊？算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你打算查看一下冰箱和厨房里面都有什么？找了一圈才发现厨房是真干净啊，跟没用过似的。至于冰箱里面，水果、牛奶、果汁倒是不少，就是没见到蔬菜。这林梦雪晚上都吃啥呀？总不能只吃水果吧？叮咚，这时候手机来了提示消息，是林梦雪发过来的。
忘了跟你说，晚饭不用担心，一会儿会有人送过去。不合胃口可以和宋的姐姐说。还有，照顾好我的身体。你挠了挠头，这就是大小姐的生活吗？随后你回了个知道了，然后坐在书桌上开始写题。林梦雪发完消息之后想了想，好像没啥忘的了吧，有就后面再说。看着前面的门，她犹豫了一下，却还是敲了敲，咚咚咚。谁呀？江清瑶的声音响起来，她跑到门前用猫眼看了下，直接将门打开。老哥，你傻了吧？那狐狸精给你迷成智障了，回家还敲门，咱家门都是睡觉前才锁。林梦雪眼神变得怪异，狐狸精是我吗？亏我中午还给他带了好吃的。老哥呀，西子发学习上吧，那狐狸精你把握不住。江清瑶嘴角带着坏笑拍了拍林梦雪的肩膀，不如把他微信推给我，让你妹妹来搞定他。林梦雪张了张嘴，她中午体会到了江清瑶这小魔头的样子，但这话说出来还是让她吃惊。江清瑶，你胡说什么呢？当我耳瞎呀？方梅蹭蹭从厨房跑了出来，哪怕拥有母亲和老师的双重身份，也有点难镇压这小魔头。江清瑶吐了吐舌头，妈，傻龙，你嘴瓢了，还不是让你气的，整天没个正形。听听自己刚才说的啥话。方梅手里拿着炒菜手，恨不得敲江清瑶头上。妈，你想啥呢？我说帮老哥搞定他。那就不用了。林梦雪回道，儿子先进来，饭弄好了自己盛，我这儿还有一个菜马上炒好，你和妹妹先吃。好的。林梦雪点了点头，她感觉有点微妙，这就是来自你母亲的关爱吗？和自己的妈妈有一些区别，妈妈总是在外出差，忙于企业的事情，也自然就没法照顾她了。她也知道妈妈忙，所以自小就很懂事，没有要求过什么。老哥，啥时候再带姐姐来呀？趁盛饭的功夫，江清瑶小声问道：“不是说她狐狸精吗？”林梦雪语气不满道：“老哥，咋还生气了？我说她狐狸精是夸她漂亮呢，别人想被说狐狸精还不配呢。老哥，我挺喜欢这个姐姐的，你啥时候忽悠回家给我当嫂子呀？”忽悠回家？林梦雪脸色怪怪的，想忽悠我，门都没有。不过江清瑶刚才说喜欢我，你喜欢她哪里？哪里都喜欢啦，长得这么漂亮，还这么大方，感觉有些熟悉。虽然第一次见面，但有种亲近感。不过呀，老哥，我真担心你有点拿不下，你啥也没有，有点配不上人家。说到这里，江清瑶就有点愁了。林梦雪嘴角忍不住勾了勾，这个妹妹有时候也有点讨人喜嘛。你俩咋还没盛好饭？我这菜都炒好了。方梅过来就敲了下江清瑶脑袋。妈，你干嘛只敲我的头？是老哥没盛饭呀。一定是你在一旁干扰你哥。这个家我快待不下去了，都欺负我。待不下去好啊，给你送二蛋叔叔家里去，我们也好亲近几天。江清瑶撅起了小嘴，不要。林梦雪盛着饭，感觉这个家的氛围真好呀，这不就是她梦寐以求的家庭吗？餐桌上4菜1汤，一家人开动。方梅吃饭的时候，眼睛有意地瞥向林梦雪。奇了怪了，现在男孩女孩有这么拘谨吗？还是说要人有意思，但还没成呀？中午2个人都进一个房间了，怎么感觉什么都没有发生？难道真就中午睡了个觉？儿子呀，今天你带回来那个女孩是谁啊？方梅轻声问道。年轻人谈情说爱，她并不想介入太多，但也怕儿子吃亏，所以想要多了解了解。那个是我同班同学。那你们什么关系啊？同学关系。方梅想听的林梦雪并没有说出来。看着儿子表情有些僵硬，看来现在问还是过早。儿子以前也没谈过恋爱，再给他一些时间吧。妈，你不应该这么问，你应该问那个女同学是你的白月光吗？想把她娶回家吗？如果你想娶回家，我们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江清瑶笑嘻嘻地说道。方梅看了眼女儿，你说的有道理，难得提点有用的建议。说完，她的目光带着期许看向了你。那儿子，你什么想法？林梦雪如坐针毡，她是不是你的白月光，她也不知道啊。你想不想把她娶回家，那就更不知道了。面对母女的追问，她大脑有点乱。我也不知道她喜不喜欢我。晚上9点半，你终于将作业写完，最后拖着疲倦的身躯趴在了床上看手机。真累呀，高3真不是人上的。吐槽一声后，你打开手机，打算放松一下，然后洗漱睡觉。忽然叮咚一声，手机上方弹出了消息提示，是林梦雪发过来的消息。今晚作业做的都顺利吗？都是小意思啦。那就好，打200游戏吗？原来林梦雪也是玩游戏的，还以为林梦雪从来不接触游戏呢。什么游戏？王者荣耀。好的，不过我好像没有你好友呀。加一下吧 ，ID 是专场第1射手。好一个专场第1射手，就是不知道游戏技术如何。你上号后搜到了专场第1射手，一看段位无双王者，好吗？强的，不过比我还是略逊一筹。加上好友后，2人开了房间，打开语音。喂，听得见吗？听得见，快开，带你上分。林梦雪很是自信，这么自信，确定不是掉分？我很强，安心躺。等等，你怎么是荣耀卫士？你看到 V 10的图标之后惊了，不声不响，我游戏里充了这么多，给企鹅送这么多钱，活吐呀！是啊，怎么了？我小爷的，
有时候拿我号充钱，我有时候也充你，然后不经意间就为10了。林梦雪语气上并不在乎这些钱。不经意间，可恶的有钱人！可以给我个传承位置不？你小声问道。你有很多皮肤想玩，虽然有钱买，但都被克制住了。可以呀，刚好还有个位置，不过亲密度要15以上。干，居然还有这个限制条件！你以前都没有和林梦雪打过，看来短时间内享受不到皮肤了。随后游戏开始匹配，林梦雪最后选了伽罗，而你选了辅助小明。最后你俩靠着完美的配合赢下了游戏。好像玩不了了。林梦雪有些可惜道。咋了？你有点诧异。玩得好好的，咋突然不玩了？你妈妈催我洗澡睡觉。你恍然，洗澡呀？这个晚上妈妈确实会提一嘴，不过平常你都不在意。那个，我先洗澡了。林梦雪小声道，她脸色有些涨红。洗澡是要脱光光的，她现在对你的身体充满了好奇。那个，我也想洗澡。你小声道。林梦雪感觉 CPU 快要高温报废了。不行。说完，她又觉得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好像有点双标。好烦好烦，为什么会有这种矛盾？林梦雪感觉自己的思维能力好像跟不上了，受到了红温影响，头上好像在冒蒸汽。随你吧，反正现在那是你的身体。说完，林梦雪挂断了电话，然后头埋进枕头里，浑身发烫。我刚才说了什么呀？这明天还怎么见江明浩？明浩，别玩了，快洗澡。好的。林梦雪支起身体撑了2秒，然后毅然决然地下了床，走向浴室。你们俩都红着脸洗完了澡，你看了看时间，已经不早了，于是关灯躺在了香香软软的床上。也许明天醒来，灵魂就互换回去了吧。这时候电话又响了起来，你伸手拿起来一看是个陌生号码，于是直接挂断。但过了几秒钟，手机又响了，你看还是那个号码就挂了。但过了几秒，手机就又响了。有病啊，还让别人睡了？晚上几点了？神经病了。电话另一头沉默了，一点声音没有发出来。喂，人呢？说话，别逼我骂你。你脾气瞬间爆了，就在你要破口大骂发泄情绪的时候，一道温柔的声音传来，而你的目光却直接冷了起来。这不是江明浩的手机号吗？你是谁？原来是这个女人，念想还没掐灭呢。这都多久了？跟你有关系吗？你这个时间打电话有事吗？有点事情想要问问。他不在，希望你以后别再打他电话了。你说完，电话另一头沉默了一会儿，你冷哼一声，刚想要挂断，声音再次传来。抱歉，刚才没听出来，你是林梦雪吧？没想到你们真的在一起了，这么早就同房，你们父母同意了吗？跟你有关系吗？你管得太宽了吧？而且谁跟你说同房了？在那里想什么啊？抱歉，别装了，再温柔的声音也掩饰不了你细心的劣根。他都跟你说了。你冷笑，这还用说？我就是江明浩。当初的事情真是恶心到你了，不然怎么会这样跟你拉开距离呢？连朋友都不做。抱歉，不打扰你了。你挂断了电话，想到当初那件事后，整个人都不好了。希望这个女人不要在临近高考前搞出什么幺蛾子。周莹莹可真有你的。清晨，你收拾好自己便前往了学校。有了昨天的经验，今天你走路放缓了一些。你在想买个鸡蛋灌饼带过去，还是去食堂恰饭？忽然一道声音从前方传来：“等你一会儿了，再不来我要打电话了。”早啊，林梦雪。你没想到今天林梦雪居然还等你。早，看你今天心情不错。这你都看出来了？我昨天伽罗强不强？强。你比了个大拇指。林梦雪轻轻一笑，她也喜欢被认可，尤其是带着特殊情感的人。对了，今天中午放学后有件事，希望你能来。她歪了歪头。什么事？就是我的好兄弟张翔，他有个喜欢的女生，是咱们班的，还不微信上告诉我，非得线下。我想的，这不是高中最后的时间了吗？让好兄弟为爱冲锋一把，不留遗憾。不留遗憾啊。林梦雪表情有些微妙。我也不想留遗憾啊。你有些疑惑，后面林梦雪的声音太小了，没听清。你说啥？林梦雪轻咳一声，我已经知道张翔喜欢谁了。你咋知道的？昨天观察到了。你脑袋上蹦出个大大的问号。我和张翔玩了这么久，都没观察出他喜欢的是谁。林梦雪昨天一天就观察出来了，我这个好兄弟做的是不是不够合格啊？那个谁呀？林梦雪看着你好奇的表情，突然嘴角勾了勾，心底生出一丝恶趣味。张翔喜欢的是……声音戛然而止，你有种抓耳挠腮的冲动。快讲，快讲，我受不了了。急什么？中午你不就知道了吗？林梦雪很满意现在你的表情，实在忍不住挑逗。不行，现在就说。你拉住林梦雪的胳膊不让走。林梦雪眨了眨眼睛，看着你的脸，突然灵光一闪。求我，我就告诉你。你身躯一僵，等等，好像向什么奇怪的方向发展了，这不对吗？林梦雪刚才灵光一闪便脱口而出，结果现在她耳根倒是率先红了起来。我刚才说了什么啊？她看向你的眼神变得躲闪，但是又带着一点点期许。你看周围人离得比较远，于是咬了咬牙，求求求，求求。不许！原本你都要说出来了，结果一道声音给打断了。林梦雪瞬间恼火了，差一点，就差那么一点点。
到底是谁？哪个不知死活的？他凶狠狠地看向不远处跑来的男生，顿时怒火燃得更旺了。墨雪，上学呀，你快啊！来的男生显得有些贵气和自信，但似乎脖子上有些浅浅的红印，还没完全下去。别理他，我们走。林梦雪忍着怒火，直接拉住你的手腕。王子凯眉头一竖，这男的谁？居然直接拉住了林梦雪的手腕，岂有此理！我追了林梦雪这么久，连根发丝都没碰到过，居然就这样被一个不认识的男生抢走了。等等！他直接跑上前拦住你们的去路。不管你是谁，请你离林梦雪远一点。她不是你这种农民工家庭出身的人能够染指的。瞧你那样子，真晦气。你有些讶然，你知道你在威胁谁吗？还有什么叫农民工出身的家庭？农民工怎么你了？还不放手？赶紧滚！王子凯吼道。你耸了耸肩，你难道没看出来我一点都不抗拒吗？王子凯呼吸一滞，确实没有人能够强迫林梦雪，更何况是身体接触这种。他也看出来了，但那又如何？顿时极度转化为怒火，他死死盯着林梦雪。还不滚！想让我动手是吗？林梦雪没什么好脸色，本来的好心情都没了，她目光像是看垃圾一样看着王子凯。林梦雪也不记得上一次口吐芬芳是什么时候了，反正高中没有过，但这一次她是真的生气了。本来好好的二人世界被打扰就算了，居然还贬低威胁你，你有些惊讶。林梦雪居然骂脏字，你居然敢骂我！王子凯不打算忍了，出手一拳砸向林梦雪，但他挑错了对手。林梦雪反应极快，侧身躲过拳击，双手握住王子凯胳膊，腰部用力，直接就是一个过肩摔。王子凯倒在了地上，整个人处于发懵的状态。林梦雪潇洒地拍了拍手，随后看向你，走吧，别耽误上学。你乖乖地跟在林梦雪身后。好嘛，惹谁不好非要惹林梦雪，被收拾了吧？林梦雪心情好了些许，只是可惜刚才你的话都说出来就好了。不过细水长流，以后还有机会。你们刚来到班级队伍，张翔就屁颠屁颠地跑了过来，你看着他眼神似笑非笑。昨晚嘴到那个好看的了吗？张翔挠了挠头，没想到校花居然会问这个。没有，梦不到了。你无语了。那个好看的能有多好看？居然能够让你这样挂念。您好，梦雪，你们中午有想吃啥的吗？你这饭店。林梦雪脱口而出，张翔一惊，顿时感觉钱包危险了。好兄弟，你是要掏空我啊？那玉珍饭店那么贵，我的钱能不能点2个菜都是问题。林梦雪有点疑惑，原来对于学生而言，那个饭店是很贵的呀。她去那里吃饭不用付钱，所以真的没有什么感觉。那个随便吃点算了。你缓缓说道。还是林梦雪体谅人。不说了，要做早操了。张翔松了口气，差点小金库见底。他还准备买个礼物送呢，毕竟对方的生日似乎也快到了。今天半天课也不许松懈。林梦雪走之前最后说了一句：放心，不会的。最近感觉打开了任督二脉，下次模拟考试保证610以上。这么自信啊？如果你考610以上，我可以给你个奖励。你愣了愣，奖励？这话好像有点像情侣之间的呀。比如奖励一个吻，一个抱抱，一条黑丝。但是我现在掌控着林梦雪的身体，这能给什么奖励？想着想着，你就有点期待了。第2次模拟考试是在4月初，虽然时间略微有点紧张，不过你有自信。不过在此之前还有另一个麻烦要解决。做完早操，上完早自习之后，你放下了课本，径直走向班级靠后的位置。于苗苗见你走过来，眼神闪过一丝慌乱，不过她还是强装淡定。昨晚的事情不解释一下吗？你声音冷淡。什么事情？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别装糊涂，那群人堵我的时候都说了是你指使的。于苗苗眉头一竖，证据呢？有什么证据证明他们是我指使的？他这一吼，留在班里没吃早饭的人都听见了，带着好奇看向这里。林梦雪这时候也起身走了过来。要不叫保卫科科长过来，我们对峙一下，或者我们跟老师反映，叫家长过来一块说说此事。于苗苗脸色一白，这件事如果学校追究的话，她很有可能被退学。可明明是你挖我墙角，明明是你夺人所爱。夺人所爱？林梦雪语气带着质问。你的爱分的好像有点多啊，鱼塘那么多鱼，够分吗？面对林梦雪的质问，于苗苗面色变得极差。被发现了，我明明藏得很好，知道的人可能也就好闺蜜流露，怎么暴露的？到此为止吧，这次事情我可以不再追究，但也请你不要再找我们麻烦，不然昨天晚上的事情我必然会追究到底。林梦雪缓缓说道。于苗苗紧咬着牙点了点头。事情闹大了对她而言也不好，但她不服，绝对不服林梦雪这个女人。上午的时间匆匆流逝，很快就到了放学时间。铃声一响，班级里顿时空了一大片。梦雪，下周见。唐文可挥了挥小手和你道别。再见。你简单的回应了下，便回头看向林梦雪，发现这家伙竟然在翻你的桌洞。干啥呢？林梦雪看向你翻了翻白眼，给你理一理，看看你们都乱成啥样了。你不禁一阵尴尬，主要这卷子每天发都不带停的，自己有时候真来不及收拾。先走吧，下周回来我看看清理一下。好的。林梦雪背上小书包，俩人向校外走去。江明浩，有个好消息，你要不要听？林梦雪拿着手机打字，好像在跟某个人聊天。啥好消息？我小姨今晚上要回来。小姨，你琢磨了一下，这不一定是好事儿吧？感觉讲话讲得多了会露馅，毕竟你对林梦雪的家庭一点都不了解。那个哪里好呀？林梦雪耸了耸肩，当然是你不会寂寞了呀，有个人能够陪你聊天。放心吧，我小姨人挺好的。你有些纠结，跟一个陌生人住在一起，还
还得装作很熟悉的样子，有点办不到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林梦雪思考了片刻，别跟我小姨一起睡，她睡觉不老实，半夜蹬你一脚打你一巴掌都是有可能的。是个原因不能一起睡吗？难道不是因为我是个男的？想什么呢？我小姨就算强烈要求一起睡也不能睡。还有，你在我小姨面前最好不要提男人。为啥？这是我家里的事，不好跟你说。总之就不要提，不然你就会听见她骂所有男人。这男人怎么他了？你犹豫了一下，试探性的问道。他被男人戴过绿帽子？没有，想啥呢？你就不要猜了。好吧，你没有再继续追问下去，再追问就不礼貌了。这时候张翔一路小跑过来，走走走，带你们去吃大餐。林梦雪有些好奇，什么大餐？张翔搓了搓手，嘿嘿，到了你们就知道了。20分钟后，三人停下了脚步，看向上面的牌子，张翔麻辣烫，这名字你眉头挑了挑。你家开的？不是，巧合吧？走吧，这家麻辣烫味道算是不错的。林梦雪歪了歪头，这是大餐，白嫖的就不要计较了。你拿起夹子和盆递给他。林梦雪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三人挑好后，挑了个人少的地方坐了下去。你和林梦雪都盯着张翔，等着他开口。结果这家伙一点没有率先开口的意思。瞅啥呢？不应该跟我们坦白一下你喜欢谁吗？你直接说道。你要不好意思说，我来替你说吧。林梦雪紧接着附和。不，张翔面色突然涨红了起来。你已经知道了？不愧是我的好兄弟，原来早就知道了。你眨了眨眼睛，你真正的好兄弟毛线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喜欢的？林梦雪问道。张翔犹豫了一下，缓缓开口。时间可以追溯到高一军训的时候，那时候我对高中的生活充满了向往，哪怕每天军训很累，但内心满怀激情。结果军训的时候不小心把腿磕伤了，教官和老师怕天气热伤口感染，就让我每天搬个小板凳坐在阴凉处待着。虽然不用忍受太阳和训练，但是每天坐着非常无聊，甚至激情感觉被磨灭了。但这时候他也受伤了，脚腕崴了，肿了，没法继续训练。于是受伤的我们一起坐在了阴凉下。刚开始我不敢主动开口，但他却主动跟我说话了。他问我叫什么，喜欢什么，有没有爱看的动漫。我虽然因为紧张有点结巴，但我们还是能聊到一块，兴趣爱好有很多重合。我们加了微信，每天都会聊很多。也就是那时候，我发现我喜欢上他。张翔说话间目光透露着些许回忆，也许那个女生不是校花也不漂亮，但是对于张翔来说，相当于真正的白月光。林梦雪有些惊讶，结果你就暗恋了3年，什么都没有做。张翔沉默地点了点头，他不敢做多余的事情，他害怕最后连朋友都做不成。27号请到前台取餐，还有我的，我先去取了。张翔起身走向靠近厨房的桌子上，他走后你连忙问向林梦雪，到底谁啊？暗恋近3年，这可真是爱到骨子里了，能不能告诉我是谁？林梦雪撑着下巴，缓缓吐出3个字：唐文可。啥？你张了张嘴巴，当场石化 CPU 愣是宕机了3秒，倒不是惊讶喜欢唐文可，或者他有什么大问题，而是张翔好像希望渺茫。咋了？林梦雪见你这个表情有些不解。你知道唐文可喜欢谁吗？你这么一问，倒是让林梦雪愣住了。相处了这么久，唐文可从来没有对她表露心声。谁啊？林梦雪见张翔还没回来，连忙问道。你看着林梦雪嘴角勾了勾，求我，求我，我就告诉你。嘿，林梦雪清脆一声，脸上浮现一抹红晕。没想到江明浩也是个坏家伙。5号请到前台取餐，2号请到前台取餐。语音播报打断了2人的对视。先取餐吧。林梦雪站起身，快速走向前台。你轻咳一声，怎么搞得自己心跳也加快了？3人取到餐，调好酱料，又坐了回去。张翔轻叹一声，所以明浩，其实不问也好，我觉得我没什么机会。你听后点了点头。确实。张翔瞬间心一凉，他觉得林校花肯定知道什么，所以才这么说。林梦雪踢了你一脚，别听他瞎说，这个具体得他回去问问才能够知道。林校花，麻烦你了，不过还请不要把我暴露出去。张翔神色认真地说道。你无奈地点了点头。放心，唐文可那边我会去问。虽然张翔没机会，但是长痛不如短痛，早点给他断了念想，让他专心考试，大学还有希望。对了，明浩，你知道金白去哪儿了吗？这家伙1星期没来上学了，我联系他也不回我。不知道。林梦雪回道。你嚼着金针菇想了想，金白这家伙最近也没联系自己，在学校玩得好的除了张翔，那就是金白了。山河一中校草，学习成绩优异，未来金氏集团掌权者有力竞争者之一。但是嘛，这家伙有个不为人知的爱好，那就是 cosplay 和女装。不过说到金白，那也不得不提唐文可了。你又看了看张翔，聂远呀，你们3个单着算了，毕竟这个3角关系形成闭环呀。不过你有点好奇，金白到底喜欢谁？不会来个4角5角关系吧？太复杂了，太复杂了。一个高级咖啡厅内，女人戴着墨镜，头发披散，脖梗上的最新款宝格丽项链格外耀眼。她的气质一眼就能看出来是用钱养出来的。这是一个寸头男人主动上前搭讪，手里还拿着一把车钥匙。你好，美女，可以认识一下吗？女人扬起脑袋，瞥了一眼男人，露出一脸厌恶的目光。你有房吗？男人上下打量着女人，笑了笑。已经开好了。女人眉头一皱，转身就走。真会谢，又碰见男人。
男人见状抛了抛手里的宝马车钥匙，内心有些不屑，又是一个不识货的女人。一个假名媛，装的倒是挺像，50多万的车都不认识。男人打着哈欠，准备寻找下一个目标，但随后就看见女人打开了一辆劳斯莱斯魅影，坐上了主驾驶的位置。卧槽，真名媛！男人傻眼了，顿时背后生出冷汗。还好没有上去拦住，动手动脚，不然就完蛋了。林婉清坐在驾驶位，将墨镜扔在了副驾驶，她完美的容颜展现了出来，瓜子脸上带着冰霜。男人都是这种货色，令人恶心。她启动了车子，拿起手机看了眼，还是梦雪可爱。等我，马上我们就能贴贴了。随着发动机的轰鸣声响，劳斯莱斯魅影带着尾流扬长而去。林梦雪家中，你瘫在柔软的沙发上，没想到吃个麻辣烫竟然吃撑了。林梦雪给你倒了一杯水，带着些期待的目光看着你，你被她看得有些不自然，忍不住开口：干嘛这样盯着我？我脸上有什么吗？林梦雪撇了撇嘴，别打马虎眼，快说唐文可喜欢的是谁？我跟他相处了这么久都不知道，一直以为他只喜欢动漫小人呢。你眨了眨眼睛，你还没求我呢。切！林梦雪脸撇向一旁，不知道为什么，你居然在自己那副身躯的表情上感觉出了可爱。其实就是被誉为我们山河一中校草的金白同学。他呀，他不是有婚约在身吗？婚约？你差点没忍住喷出来。你刚才说婚约？对啊。林梦雪点了点头。我去，这事情身为好兄弟的我居然不知道，可恶啊！我要质问他。对了，你咋知道的？林梦雪歪了歪头，嘴角带笑。你表情一僵，不会又要我求你吧？林梦雪摇头，那就不必了，我现在腿有点酸，你帮我按按腿吧。说罢，她抬起双腿放在了沙发上。你见状有点不想按，但是又很好奇金白的婚约是什么情况，按就按。你直接把林梦雪的小腿搭在了自己腿上，开始施展自己的手法。怎么样，舒服吗？林梦雪脸色微红，还好还好，既然你诚心发问，那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吧。金白的婚约是很早就已经定好了的，不过听说他本人对于这个婚约很抗拒。以前金氏集团遭受过重创，欠下巨额负债，面临倒闭破产。而这样的危机时刻，一个女孩带着几个人手进入了总部，没多久女孩就走了。接下来金氏集团像是一头复苏的狮子，快速拿下了丢失的市场，再一次站了起来。当时不少人想找金氏集团联姻，不过呢，金氏集团却出乎意料的全部拒绝了，并向外公布金白已有婚约。林梦雪说完就闭目养着。有人按腿就是好呀，感觉全身都放松了下来，舒坦。你听着萌萌的，对于集团什么的你都不了解，并不知道里面的竞争利益关系等等。这你还是谁啊？居然能够做成这样，金白这不挺有福气的吗？不知道呢，迄今为止金氏集团都没有公布金白的婚约对象是谁。那你知道这家婚女装吗？你试探性的问道。林梦雪忽地睁开眼睛，女装？真的假的？还第一次听说某个集团的少爷居然会穿女装，你咋知道他女装的？他给我发过不少图片，让我看看。不行，这人家隐私，没经过人家同意不好给你看。绝不能让林梦雪知道我手机里存了10几张金白女装照。切，我还不想看呢，女装有我漂亮吗？哼！林梦雪高傲地扬起了下巴。你听见林梦雪的娇哼声，感觉怪怪的。如果她用自己的身躯哼一声，肯定要更好听。话又说回来，张翔这边多半没戏，唐文可不喜欢他，要不要现在就告诉他？那是你好兄弟，当然是你决定了。你想了想，还是晚上告诉他吧，到时候好好安慰一下他，让他把目标放在高考上。实在不行，就拿出大学的学姐来蛊惑一下，对他来说可能有奇效。毕竟谁能拒绝大学学姐的魅力呢？不过唐文可喜欢金白这件事情，我得探一探虚实。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我觉得可以撮合撮合。说着，林梦雪便拿起了手机。哎，这是金白跟我说的，多半没问题。而且金白不是有婚约吗？这样好吗？我不是说了吗？金白很抗拒这个婚约，所以呢，重点还是金白喜不喜欢。你沉默了，你感觉金白不像是能喜欢唐文可的，这是作为好兄弟的直觉。因为金白跟你讨论过班里的女生，他对唐文可的评价是未来会是个好女人，但占有欲很强，他不喜欢做一个妻管严。思考了片刻，你抬头看向林梦雪，却发现她已经和唐文可那边聊上了。文可，在不在呢？在呢，有啥事儿呀？你有没有喜欢的人呀？为什么突然问这个？就是好奇嘛。再说现在已经到了高3最后的阶段，你不想青春不留遗憾吗？想啊，可是人都见不到，发消息也不回，咋弄嘛？梦雪，我现在好羡慕你能够跟喜欢的人在一起。没在一起呢，就是暂时离不开彼此，懂的，注意安全，别弄出人命啊！林梦雪身躯一颤，可恶的文可，居然这样调戏我！突然你的电话响了起来，你拿起来一看，觉得惊奇。我勒个洞，金白活了，帮我接一下。你将手机给了林梦雪，林梦雪接过后开了免提。明浩，我可爱的明浩，想我了没？
我明天就要回来了，你准备好迎接我的到来了吗？金白兴奋的声音从另一头传来，林梦雪面色变得阴郁，从眼神和表情中可以看出来非常嫌弃。你嘴角抽了抽，没办法，私下里金白是这样的。不想。林梦雪直接平淡的回道。啊，你难道就没有一点点想我吗？你怎么能这么无情？金白的声音突然变成了女生，还娇滴滴的。林梦雪有点懵，这声音怎么是女的？嗨，尾音。你尴尬的小声解释道。林梦雪表情更嫌弃了。真没想到金氏集团的少爷私下里居然还有这样一面，女装尾音，这是一个少爷该有的样子吗？奇怪，难道我尾音不好听了？你以前不都叫我多说两句？闻言，林梦雪用古怪的目光瞥向你，你身躯一僵。没有啊，他胡说，不关我的事。喂，还在不在？怎么感觉你变得这么冷淡了？难道因为我消失了1星期生气了？金白不解地问道。没有。行吧，别生气了。明天请你和大头吃饭，就那个玉珍饭店，到时候随便点，顺便给你们个惊喜。惊喜？对，超级大惊喜。可以多带几个人吗？班里的。行啊，我没意见。明天中午12点不见不散。我还有点事，先挂了。金白那边挂断了电话，林梦雪放下手机，她盯着你看了半天，才缓缓开口。他怎么这么少？还会尾音？你轻咳一声。他发烧也不是1天2天了，只不过你刚知道。还真是有幸，居然能够见到金氏集团少爷的这一面。你刚才说多带几个人，不会要把唐文可也带过去吧？我问问文可，这是个机会，看他自己去不去了。林梦雪拿起自己的手机，继续跟唐文可聊天。你趁这个时间，索性把5年高考3年模拟拿了出来。趁现在林梦雪在旁边多问一问，2模考试争取620以上。经过林梦雪的指点，你很快就将一道数学大题研究透了。这就是有高人指点的感觉吗？也不看看指点你的是谁，让于苗苗来，他也只能抓耳挠腮。你挠了挠头，怎么又提他？这件事情不是已经过去了吗？那就不提他。文可明天会来，能不能成就看金白了。你觉得有几成几率成功？你抬起头看了眼林梦雪，几率不好说，看他们自己吧。叮，验证成功。这一声验证成功给你惊起一身冷汗。林梦雪小姨今晚上会回来，现在不会提前了吧？不对，我现在是林梦雪，我怕啥？几秒钟后，一道亮丽的身影推门而入，看到沙发上的男生，整个人呆住了。瞬间，他眼神里充满了厌恶，内心也带着强烈的不解和疑惑。梦雪会主动带男生回家，因为姐姐的事情，梦雪对男人应该也不太感冒才对啊。鉴于林梦雪在，他并没有直接发作。梦雪，这是谁？他语气微冷，带着质问。你连忙解释，是我同学。同学啊，没什么事就先回去吧。林梦雪张了张嘴，小姨，我才是宁亲外甥女，敢错人啊。不过他现在的身份好像也不好说什么。江明浩，你自求多福吧，虽然小姨也不会太过为难就是了。林梦雪走的倒是快，都不带犹豫的。你在沙发上坐如针毡，被林婉清的目光鄙视，额头起了层细密的冷汗。不是大姐，有必要这样盯着看吗？好啊，梦雪，我不在这段时间，男人都给整家里了。林婉清迈着步子走过来，一只手搭在你的肩膀上，绝美的脸蛋凑近，你身躯颤了下，轻轻咽了口唾沫。就是同学。林婉清心情顿时变差，表情彻底冷了下来。同学，你不觉得危险吗？孤男寡女，谁知道他会不会干出来什么禽兽的事情？你没进社会，不知道有些男人有多恶心。如果那个男同学对你有非分之想，这杯水里可能会被他加上某些药物。你不敢插话，因为林婉清说的不是没有道理。见你不说话，林婉清眉头皱了起来。梦雪，你是不是喜欢那个男生？你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你回答不了。那个小姨，我可以向你保证，不会出问题的。闻言，林婉清内心叹了口气，她伸出手轻轻揉了揉你的头。梦雪，我也不是非要限制你，但是小姨得给你把把关，不然的话，这件事情我直接告诉你母亲，让她来说道你。林梦雪母亲吗？你还没有准备好见面，但内心又很好奇，林梦雪的母亲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小姨，你帮我把关也好，我相信小姨。你没有拒绝，这已经是比较好的结果。乖，小姨不会害你。到底是不是个值得托付的男人？让我们试一试便知。怎么试？你有点好奇。林婉清双手抱胸，我自有办法。你把这家伙企鹅号或微信给我。那个小姨，我们现在只是同学，有这个必要吗？梦雪，你现在说话都结巴，肯定是心里紧张。能让一个女生带有这样情绪的，你要说关系平淡，我肯定不会信的。所以呢，你也不用给他打掩护，让我们试试便知。林婉清的语气不容拒绝，你张了张嘴，也行吧，比直接告诉林梦雪母亲好一些。那小姨，我先去房间写作业，一会儿把联系方式给你。说罢，你起身往自己房间走。别着急嘛，这么久没见小姨，不想我吗？林婉清内心有些不满，救了男人忘了小姨，可恶，直接让那个男生原形毕露，揭露他无耻的真面目。肯定想啊，不过小姨我作业很多，马上也要高考了。你急忙解释。高考啊，行吧，那你先去学习，
我给你做个水果沙拉，你可别把我要试探他的事情告诉他，这可是为了你好。林婉清提醒道。你认真的点了点头。放心吧，小姨，我绝对不会说给他的。好，小姨也相信你，你先去吧。你松了口气，总算安全度过了，紧绷的精神稍微松懈了一些。进了林梦雪房间，你直接扑在床上，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只有这淡香能缓解身心。过了几秒，你起身拿起习题走向学习桌。学习不努力的话，只会沦为富婆的玩物。学习期间，你告知了林梦雪林婉清想要考验的事情。林梦雪表示，如果加上了要给她看聊天记录，方便给你出点子，你也欣然答应。反正你已经做好了准备，就2个字，不加。你想考验，我不加你又能如何呢？看你还有什么手段。写完了作业，你又和林梦雪聊了起来。我想直接睡了，不想洗澡了。不行，臭了怎么办？内衣什么的也都必须换一套。林梦雪抿着唇，这家伙一点也不爱惜她的身体。现在天气已经逐渐热了起来，肯定要每天洗澡了。好吧好吧，洗还不成吗？我看了你的身体，你不会介意吗？无所谓，你的我也看了。怎么，你害羞啊？不可能，我一大老爷们害什么羞？发完消息，你起身拿了一套衣服和蓝色内衣前往浴室，本想进了浴室锁门，谁知半路林婉清杀了出来。梦雪这是要洗澡，一起呀？好久没和你洗了。你一惊，使不得使不得，万一自己一会儿鼻血流出来咋办？小姨，我自己来就好。以前我们一起洗，你也不会拒绝，怎么现在不乐意了？嫌弃小姨了？林婉清眉头微蹙，不太开心。小姨，我现在也成年了，一块洗不太好。林婉清轻叹一口气，行吧，有了男人忘了小姨，随你吧。你松了口气，褪下衣服，缓缓没入浴缸之中。老天爷，我们真的换不回去了吗？虽然这具身体也不错，但你还是希望回到那个身体。男人连伴都没了，算什么男人吗？你的房间内，林梦雪看了会儿小说后打了打哈欠，正准备睡觉。这时候江清瑶抱着枕头跑了过来。老哥，我想跟你一块睡，可以吗？林梦雪眉头微皱，都这么大了，一块睡？难道江明浩这个年龄了，有时候还和妹妹一块睡觉？见哥哥皱眉，江清瑶吐了吐粉嫩的小舌头。别露出这么嫌弃的表情嘛，我就是想跟老哥聊聊天，一会儿就回自己房间睡觉了。聊天倒是可以，林梦雪说道。好耶！江清瑶直接蹦跳上了床。老哥，我跟你讲，我们班里爆出来一件事，老劲爆了。什么事？林梦雪有些好奇。我们班这个学期换了一个新的数学老师，这个数学老师可帅了，课讲的也很好。结果呀，我们班有个女生好像喜欢上了数学老师。其实刚开始我们都不知道，但是那个女生居然跟她的好闺蜜讲了，最后搞得所有人都知道了。现在班里讨论的声音很多，那个女生感觉都有点自闭了。林梦雪张了张嘴，这个八卦有点强了。那这个老师知道了吗？当然知道了，这件事情主任那里都知道了。这个数学老师第二天就不搭理自己了，头也不洗，乱糟糟的，穿了件发黄的衣服。感觉一下子变邋遢了，搞得我对数学好像都失去了兴趣。林梦雪看了眼江清瑶，你也喜欢这个数学老师？怎么可能？只是数学老师比较好看，更有兴趣听他的课罢了。我最喜欢的只有哥哥。林梦雪嘴角上扬，真是个假魔头。其实老哥，我想帮帮这个女生，她人还是挺好的。她现在这样子，感觉不弄好可能会转学。林梦雪想了想，心理承受差点，有可能跳楼。这么严重？江清瑶双手撑着下巴，眉头皱了起来。那我明天去找她，给她带个小礼物，安慰安慰，怎么样？我觉得没问题。好，那就这么办。江清瑶下定了决心。瑶瑶，别来你哥房间了，放假也得早点休息。知道了，妈妈。江清瑶抱着枕头下床跑出了房间，屋内瞬间变得寂静，外面却又响起了她的声音。妈妈，我想跟你睡。咋了这是？突然想跟我睡？这不是好久没跟妈妈睡了吗？反正爸爸还有2天回来。行，你先上床吧。林梦雪看向天花板，她嘴角带着浅笑，真的有点喜欢上这个家了吗？她看了看手机，点开跟你的聊天界面。喂，江明翰。哗，窗帘被拉开，刺眼的光照进房间，你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窗户前站着林婉清，再打开窗户通风。小姨，你微微仰起头，大脑在慢慢恢复思考能力。醒了，饿了吗？我给你留了早饭。你看了看表，已经10点了。小姨，我作业都写完了，中午跟同学去吃了饭。林婉清一下子就警惕了起来。又是同学，不会又是昨天那个男生吧？你轻咳一声。小姨，不只有他，还有其他同学。放心吧，小姨，我们吃饭也是去玉珍饭店，不会有什么事的。可你越是这么说，林婉清就越不放心。又是那个男生，她现在怀疑2个人是不是已经串通好了，因为从昨天申请加好友到现在都没有通过。没有猫腻她是不信的，不过既然去玉珍饭店，那就好办了。行，那你就去吧，路上注意安全。
你有一瞬间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林婉清居然没有劝阻，不过这样也挺好的，省得麻烦了。你下了床开始洗漱，看着镜子中绝美的容颜，顿感心情愉悦，抛弃土里土气的校服，穿上自己的衣服，整个感觉都完全不一样了。早饭你随便糊弄了2口，就开开心心的出了门。林梦雪和你约定会合的地点，就是2人上学走的那一条路。走吧，去玉珍饭店看看金白大少爷消失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变化。好，不过这次吃饭可能会有一天要伤心了。你点头。大头心理承受能力不算太差，如果真伤到了，好好安慰一下他吧。林梦雪一笑，用得到我的地方尽管开口。2人边走边聊，直到走进玉珍饭店，进入了金白预定好的包间。哎呦呦，明浩，我想死你啊！林梦雪，金白猛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一脸惊愕。啥情况？林梦雪来了，昨天说带班里同学，还以为是男生呢。林家的大小姐，居然跟好兄弟走这么近，这可不得了啊！你斜了金白一眼，我不能来吗？能，怎么不能？快坐快坐。等我走，你也来了呀？门外响起了大头的声音。是啊，梦雪邀请我来的，说是金白回来了。是呀，这家伙消失这么久，也不知道干嘛去了，得好好问问。 2人说着就走了进来。张翔看见金白，激动地上前拍了下金白屁股，快说，这段时间干嘛去了？唐文可看到金白后眼睛放光，但脖子上的一个红印显得格外刺眼，他心中一紧。难道？哎，人齐了吗？金白看向林梦雪，林梦雪点了点头，表示齐了。好，有件事说一下。他扬起下巴，露出自己的脖颈，手指精准地指到了一个红印上。相信你们已经看到了这个。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以及不必要的揣测，我要事先声明一下。唐文可松了口气，看来不是他想的那样，他还以为金白外面有女人了呢，吓他一跳。在他胡思乱想之际，金白也再次开口：“这个呢，不是什么虫子叮咬的，也不是磕碰或者淤青，它就是小草莓。”你和张翔同时震惊了。小草莓，你消失这几天，出去搞了个小草莓回来？咔嚓，唐文可感觉内心碎掉了，他大脑一片空白，直接宕机，心脏又好像被利刃不停地刺穿，带来阵阵绞痛。你和林梦雪对视一眼，谁能想到，居然是这样一个局面？我那个小草莓，不是，你这几天到底去干嘛去了？张翔看着小草莓那个羡慕啊，因为家里合作的原因，我被父母带上了，顺便去见一见订婚对象，有些时间没见了。这不见到之后，我们度过了一段难忘且美好的时光，在林间漫步，赏晚霞，吃烧烤，躺草地上看夜空，睡前互相依偎，诉说着内心的思念。姐，林梦雪直接打住，她过来可不是吃狗粮的，而且一旁唐文科好像快要碎掉了，不能再说了。你这家伙都订婚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张翔羡慕地盯着金白，订婚的事儿可就早了，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屁孩呢。啥？小屁孩的时候就订婚了？这么些年，你瞒得我好苦啊！张翔痛哭流涕，他为什么没有娃？他也想要小青梅，那种粘人傲娇、想每天贴贴的小青梅。金白摸了摸张翔的头，别急嘛，别急，傻人有傻福，你肯定也会找到另一半的。张翔把手扒开，一脸嫌弃，去，把我当什么？还摸我头！2人嬉闹的同时，你和林梦雪目光都看着唐文可，他此时脸色难看，嘴唇有些发白，眼神飘忽不定。你碰了下林梦雪，眉头挑了挑，带着询问：什么情况？清白不是不喜欢这个婚约吗？林梦雪翻了翻白眼，我也是听说，外面都这样传，真真假假的，怎么判断呢？其实相比于我更好奇，你们2个啥时候走这么近了？明浩，你之前不还是于苗苗的忠实舔狗吗？金白撑着下巴，双眼带着好奇。谁是他忠实舔狗？我这么做自然有我的目的，而现在不需要了罢了。金白眉头轻挑，目的啊？莫非是因为周莹莹？你知道？林梦雪问道。因为她的印象里，这件事情好像你只跟她一个人说过。金白乐呵一笑，猜到的了。你好，上菜。这时候服务员端着菜品上来，他目光看了眼里，扫视了一下情况，随后放下菜就走了。几人也没怎么关注服务员。来，吃饭吧。金白招呼大家坐下，率先拿起了筷子吃了起来。班长状态不对，他自然也看出来了，但是他不会多说什么，能不能走出来还是看他自己，多说也无用。张翔看唐文可发呆，伸手给他拿了一个最大的螃蟹。嗨，文可，吃呀，这可是玉珍饭店，每一道菜都老贵了，尝尝这个螃蟹。不用了，谢谢。唐文可摇头拒绝，因为内心的刺痛，他感觉全身无力，他不想吃螃蟹，他只想吃大白兔奶糖。你和林梦雪对视一眼，带着些许叹息，这个城市又多了一个伤心人。这顿饭唐文可几乎没怎么说话，张翔到后面也变得沉默，倒是金白表现得很开心。林梦雪看了好几次唐文可，想安慰安慰，可他现在又顶着你的身体，总感觉不太合适。我就先走了，还有一些事儿回家得处理一下，你们慢慢吃。金白说着挥了挥手，拜拜，路上小心点。嘿嘿，晚上给你俩发照片。金白笑着眨了一下右眼，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随后推开包间门走了。你和张翔一下子就明白他要发什么照片。女装扮，唐文可站起身，那个，我也先走了，你们吃吧。
他感觉他快要忍不住了，想要躲进小角落里哭泣。林梦雪见状连忙戳了戳你，去安慰安慰。你点了点头，起身出门去追唐文可。包间内一时间就剩下张翔和你。唉，张翔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明浩，文可他是不是喜欢敬拜？林梦雪看着他，是，还以为你感觉不出来呢。怎么可能感觉不出来？我又不是傻子。张翔再次吐了口气，心情有些难受，这感觉真不好受。明浩，你说我回去后要不要找唐文可聊天，安慰安慰他？我觉得可以，但前提是你会安慰。这我哪会啊？家里小孩都哄不好。话说，我如果去找他安慰他，会不会有点趁虚而入的感觉？张翔再次问道。林梦雪点了点头，肯定的。不过我觉得对于文可而言，短时间内不可能喜欢其他人就是了。听完林梦雪的话，张翔彻底瘫软在了椅子上，似乎打算放弃了。唉，也许我压根就没什么机会吧，不过是我的单相思。好好学习，你还年轻，未来可期。林梦雪鼓励道。说的你很老实的，我觉得我回去需要先静静，然后收心，准备迎接高考吧。毕竟这可是人生的转折点。包间外，你匆忙追上了唐文可，便看见以往外表坚强、内心善良的小姑娘，现在正在哗啦啦掉眼泪。文可，梦雪，你不用安慰我，我回家哭会儿就好了。说完，唐文可直接跑了。你叹了口气，也很无奈，只能先回了包间。包间内此时有2人变成了3人，一名长相好看的女服务员走了进来，她穿着旗袍，身材凸显，脸上带着淡笑。你好呀，小帅哥，可以耽误你一下吗？林梦雪脸色诧异，这服务员以前没见过呀，新来的？有什么事儿吗？林梦雪问道。倒没什么大事儿，就是想问问你，能加个微信吗？服务员说话间还撩了下鬓发，带着妩媚。林梦雪眉头轻皱，加微信有点唐突吧？你想怕我？服务员身躯一僵，嘴角抽了2下，脸色迅速攀上红晕。大头那边看呆了，瞎的，吃个饭都有人要江明浩微信，怎么没有人要我的？哥们，我就这么没有魅力吗？就是想认识认识，不可以吗？服务员面露可怜，带着些祈求。我拒绝。还有，我是学生。林梦雪没什么犹豫，直接拒了，这让一旁的大头十分错愕。那个明浩呀，你就算不拒绝，我也不会告密的。你放心，作为好兄弟，不会破坏你的好事的。林梦雪有点无语，什么意思？好一个好兄弟，帮忙打这种掩护是吧？那个，你看方便加一下吗？服务员已经亮出了手机，上面有个人名片的2维码。我说了，拒绝，不加。玉珍饭店办公室，林婉清皱着眉头。你是说他很果断地拒绝了？他眼神中带着疑惑。难道派出去的服务员不好看，还是没在他的审美上？不应该呀。是的，他拒绝得很果断。服务员有点不开心，出乎意料。林婉清轻喃一声，他以为怎么着也能加上联系方式，结果还是失败了。他不像个男人，像个太监。服务员有点小气愤，连个高中生都没搞定，他有点伤自尊了。太监。林婉清摇头失笑，随后看了眼这个身姿窈窕的服务员，虽然颜值各方面都很好，但是和林梦雪相比还是差了不少。他内心有了猜测，你大概率看不上这个服务员。可是能跟梦雪颜值相比的少之又少，难道要我亲自出马？不行，我怎么可能去求一个男生加微信，而且还被拒绝过？微信、电话、抖音，联系方式都很多，可突然加确实显得唐突。电话有了。林婉清嘴角勾了勾，露出坏笑。既然微信号就是电话号，那就更好办了。等着吧，一个小男生还能逃出我的魔掌不成？到时候就让梦雪看看你这渣男的嘴脸。包间里，林梦雪一脸安详地瘫在椅子上，闭目养神，明显是吃饱喝足想睡觉了。大头在一旁看着手机，不知道在捣鼓啥。忽然他站了起来，我先走了，我觉得我回去也需要哭一会儿。现在我的心拔凉拔凉的。张翔捂着心脏，露出痛苦的表情。明浩，回去不用发信息安慰我，我静静就好。说着，张翔走出了包间。路上小心。你说了这句话后，轻轻叹了口气。没想到最后居然是这样，他喜欢他，他不喜欢他，他喜欢他，他又不喜欢他。你目光看向吃撑的林梦雪。我说，你把我身体当饭桶啊，别给我吃坏了。林梦雪摸了摸肚子。不会的，不会的，我有分寸，想回去躺着啊。那走吧，我也想回去躺会儿了。回去后打会游戏不？林梦雪问道。快2模了，这样好吗？林梦雪扬起了头。学习也讲究松弛有度，要我说作业都不应该写，回来就应该玩，玩到爽。你从他脸上看出了学霸的不羁。行吧，您考670，全年级前3，您说啥是啥吧。随后2人也出了包间，慢慢走在路上。对了，我想起一件事儿，明天晚上我爸就回来了，到时候他可能拿出他的白酒跟你小酌一杯。你缓缓说道。我不喝白酒。林梦雪露出厌恶的表情。你知道这个也不能强求，因为你也觉得不好喝。那到时候你就以果汁代替酒吧。林梦雪点了点头。这个倒是可以。她内心也有一些期待了。你的家庭氛围她太喜欢了，想必那从未谋面的老爹也是个和蔼的人。与此同时，另一处咖啡厅，于苗苗双手抱胸，不解地看着面前的周莹莹。喂，我说你把我叫到这里干什么？到底什么事情还需要当面说？周莹莹嘴角勾了勾，也没什么特别的事情，
只不过最近听闻江明浩不甜你了，反而跟林梦雪走得很近。于苗苗眉头轻挑，顿时恼火了。你什么意思？让我过来就是嘲讽我的？信不信我揍你？周莹莹脸上带着淡笑，于苗苗急了，也在她计划之中。别着急嘛，我们现在是同一个阵线的，而且我还能带给你他俩之间一个惊人的秘密。谁和你一个阵线？于苗苗脸色沉了下来，不过下一刻就话锋一转。秘密是什么？少快点说。周莹莹不慌不忙地用手机扫了旁边的二维码，开始在小程序上点咖啡。别着急，我先问问你，你对林梦雪这个人是怎么看的？于苗苗双手抱胸，一脸不服的表情。就是看她不顺眼，还能怎么样？周莹莹听后轻笑，给自己点了杯咖啡，然后把手机递给于苗苗。想喝什么点吧，这里也还有甜点。于苗苗接过手机，瞬间大惊。我去，这一杯咖啡就30多，太贵了吧？她还从来没喝过这么贵的咖啡。周莹莹笑了笑，不用在意价格，我请。行，那我就不客气了。你找我也不是单纯的喝咖啡，说吧，你是不是有想让我做的事情？于苗苗画着手机，直接挑最贵的点。确实有想让你做的事情，不过在这之前，先把他们俩的秘密说给你听吧。周莹莹起身凑近于苗苗的耳边，轻声开口说了几句，随后再坐下静待对面的反应。于苗苗听后先是愣了一下，随后张了张嘴。你说他俩已经那啥过了？是呀，为了把江明浩从你身边挖走，真是煞费苦心啊。砰！于苗苗手猛然拍了一下桌子。亏他是第一校花，不少人说他冰清玉洁，我呸，不知廉耻。是不是对这种人很看不惯？想不想反击？于苗苗眉头微皱。你有什么好办法？好办法自然有，你不是人脉广吗？跟这些人聊聊天，无意间将林梦雪不检点的行为散播出去，只需要经过几天的时间，这第一校花的名声也就臭了。周莹莹眼眸中闪着恶毒和冰冷，被她看的一瞬间，于苗苗打了个寒战。这女人好可怕。我倒是可以做，但是你做什么？我也会做差不多的事情。等舆论起来，我会在论坛发帖群里讨论，让对方连自证清白的余地都不会有。行吧，我知道了，我会做这件事。反正我看林梦雪也不顺眼。我点完了，手机给你。于苗苗将手机递给了周莹莹。那合作愉快。周莹莹笑着点了付款，等了1秒，却出现了个余额不足弹窗。她错愕了一下，怎么会不够？返回小程序，发现需要付款150多，她就点了一杯20多的咖啡。于苗苗怎么点了这么多？看了下自己的余额，她咬了咬牙，将自己的那杯咖啡去掉，才付了款。为了计划顺利实行，这点钱算什么？床上，你激情地划着屏幕。这次是林梦雪辅助你，而你也不负众望，顺利打了个团灭，拿了5杀，最后拿下胜利。不行了，不行了，太累了。你松了口气，打射手位太累了。另一边传来林梦雪的嘲讽：这就累了，你不行啊？我用的可是你的身体，不行也是你的身体不行。跟我身体可没关系，我以前打1天都没事儿。算了，你累了就先休息吧，我刷会短视频。好的。你退出了房间，关闭了游戏，正准备刷一会儿短视频，突然手机上方弹出了一条消息：充值到账提醒，尊敬的移动客户，您于2024年4月6日16时29分35秒通过互联网充值服务为您充值1万元。你揉了揉眼睛，怀疑自己眼花了，揉完后再看，表情瞬间凝固。多少？1万！我去，谁的恶作剧短信？10086，真到账了！你连忙打开软件查询话费，看过去后发现真到账了1万。啥玩意儿？谁充的我干？你惊了，自己1个月话费才29，1万的话费够你用29年了。我勒个豆，到底谁充的？妹妹不可能，她没这么多钱。老妈老爸也不可能，这么多钱怎么可能一下充了话费？叮咚，这时候又有一条短信发了过来。你好，我刚才不小心充错了号码，1万块钱应该是充你那里了。好哥哥，能还给我吗？你表情僵住，1万块，我拿啥还啊？还不了。编辑完短信你就发了出去，不久对面就回信了。你是不想还吗？不是哥们，谁家话费一下充1万啊？你但凡出100、200我都给你啊。我只是学生，全身上下都没有100块，我拿啥还？我不是哥们，我是妹妹。可是这1万话费对我真的很重要，你一点还也行啊，求求你了，好哥哥。你看着短信一脸嫌弃，叫谁好哥哥呢？充话费都直接1万的，年纪不可能比自己小吧？这样吧，我们先加个微信，然后慢慢商量，可以不，好哥哥？你犹豫了一下，加个微信也好商量这事儿怎么解决，老用短信还扣短信费呢。可以，我微信就这个手机号。很快微信收到了好友通知，草莓塔塔酱请求添加您的好友，你点了接受，紧接着对方消息就发过来了。谢谢好哥哥，这1万话费你说怎么办嘛？我想听听你的想法。另一边玉珍饭店，林婉清尴尬的脚趾都攥紧，她何时打出过这么羞耻的聊天内容？可恶，为了让鱼儿上钩，居然要忍受这种耻辱。你先找客服反映一下，看看能不能退回去。好的，我先去问问。好哥哥一定不要杀我哦。你无语了，怎么对面打字都是这样的？咱就不能正常点？想到话费你也有点头大，如果真不能退，这1万话费该怎么搞？要不先跟林梦雪打个电话吧。说着你给林梦雪打过去了电话。喂，
干啥？林梦雪有些疑惑。刚才我的手机号突然被陌生人充了1万块钱，我让他找客服，如果退不了的话，这件事情可能要麻烦你和我妈说一下。林梦雪歪了歪头。1万？是啊，1万呀，我都服了，这也能充错？1万很多吗？林梦雪反问。你一时语塞。1万不多吗？如果需要的话，我直接打给你就行。这点事情应该用不到麻烦你妈呢。我银行卡应该有个上百 W。你想哭了？什么话？你在说什么话？你一个高中生为什么这么有钱？好吧，毕竟是住在300平的大房子里，真比不了呀。不用你给，你自己钱自己留着，这件事我和父母解决就好。你拒绝了，虽然在林梦雪看来可能没啥，但你觉得不妥。好吧，如果要跟你妈妈说，就说一声。我先跟那充错手机号的大傻子聊一聊，看看怎么解决。挂断了电话，你把草莓塔酱的备注改成了大傻子。你实在想不出能充错1万话费的人能有多聪明。正常人都会检查2、3遍手机号码。随后你继续刷短视频，不久后对方又开始发消息。我问了，他们说没有办法退回，咋办嘛？其实林婉清压根就没问，她也不在乎这点钱。现在加上了联系方式，那么这1万就是值得。没法退吗？那确实有点麻烦了。你撇嘴想了想，开始打字。我倒是有一个办法，就是不知道你能不能接上。好哥哥，什么办法？分期付款。也行，那每个月还多少呀？29。你打完字也没想着对方同意，毕竟1个月还29，还猴年马月去了。好，谢谢好哥哥。哎，你张了张嘴。真的假的？说这么水灵灵的同意啊？不过同意了对你来说没什么损失，就当每个月扣除的话费了。多谢理解。随后你退出聊天，再次将备注大傻子改成了治好了也流口水。玉珍饭店，林婉清开心的摇头晃脑。小样，跟姐姐玩你还嫩了点，我一定让你彻底对老娘沦陷，到时候揭露出你的真面目。夜晚10点多，你洗了个澡后再次躺在了床上。这一天过去的真快，你拿着手机在跟林梦雪聊天。自从互换了身体之后，两人每天睡前都会聊一聊。我看你好像有一个电脑，我想玩会电脑，密码是多少？林梦雪问道。不，你不想。你连忙拒绝。我想玩。你不想。到底怎样才能让我玩？林梦雪已经把电脑抱在了床上，只不过密码阻挡了她进入桌面。她盯着这个电脑好久了，今天终于忍不住想要用电脑玩杂交版植物大战僵尸。可恶的江明浩，这么一个破电脑还宝贝着不给我玩。电脑有啥好玩的？我陪你打2把农药。你嘴角抽了抽，这电脑里面有大机密，岂能让他人打开？不打农药，我想玩电脑，我想玩电脑，我想玩电脑。林梦雪直接开始刷屏，你没有丝毫动摇，机密就是机密，想要看机密，除非从自己的尸体上踏过去。别想了，早点休息吧，林大小姐。林梦雪嘟了嘟嘴巴。什么嘛，电脑都不给玩？可是仔细想一想，正常电脑玩一会儿都会同意的，除非里面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她眼睛闪了闪，莫非这电脑里有那种东西？怀着好奇，林梦雪拿起手机开始询问。江明浩，你电脑里是不是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没有。不用解释了，我已经知道了，你还是老实交代吧。我电脑干净的很。你依旧狡辩着。是吗？那我明天找人给电脑密码破解了。别怀疑，我家里有很多搞科技的产业，人才很多。瞬间你沉默了。你这样合适吗？那是我的电脑，你怎么能这样？不过你只要告诉我你电脑里有什么，我就不把电脑送过去。你想了想，虽然对林梦雪家了解的不多，但一个高中生银行卡里能有那么多钱，已经说明了很多东西。既然你诚心发问，那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吧。林梦雪眼睛微亮，要承认了吗？我的电脑里确实有些不干净的东西，不过都是大头给我的。就这，详细点。林梦雪嘴角忍不住勾了起来。好吧，那些不干净的东西都有名字，它们分别叫做嫂子的强求、姐姐的幻想、弟媳的挽留、表妹的哀嚎、大姐的挣扎、老婆的索取、老师的教导、总裁的欺凌。呸，大色批！林梦雪看到你发的那些名字，脸色顿时红了起来。这家伙平时看着挺正经，结果背地里居然看这种东西，不可饶恕，必须清理干净。他拿着电脑犹豫了半天，最后又放到了学习桌上。乱动别人学习资料是不对的。随即他上床，拿起手机，打开和你的聊天界面。色批，睡觉。发完他就关了手机，缩进被子里。另一边你多少有点尴尬，看到林梦雪的消息也发了个晚安，就关了手机躺进被子。不过两人第一时间都没有睡觉，而是胡思乱想，结果越想脑子里黄色废料越多。第二天也就是周日，今天你倒也没什么太多事情，跟林梦雪开个黑，跟好兄弟聊聊天，欣赏一下金白发过来的女装照片，一天下来还挺惬意的。夜晚到了饭点，林梦雪、方梅、江清瑶坐在饭桌上。来，咱先吃，你爸马上就回来了。方梅将饭都盛好端到了两人面前。妈妈，爸爸这次给我们带了什么礼物呀？方梅翻了翻白眼，就想着礼物，咋不想你爸爸？怎么可能不想嘛？但是礼物不知道是啥，好奇嘛。正常说话，不然揍你。方梅有点受不了江清瑶这嗲嗲的声音，不知道跟哪里学的。林梦雪轻笑一声，没有多说什么，她在享受这样的家庭氛围。啊，
妈妈打人啦！要出人命啦！谁敢打我家宝贝女儿？一道身影推门而入，穿着正装，手里拿着一束鲜花。随后他冲了2步，一个单膝下跪，滑到了方梅面前。哎呀，是我的老婆大人。江红双手拿着鲜花递向方梅，林梦雪惊呆了，随后扑哧一笑，果然这一家的爸爸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人。都多大年纪了，还整这个？方梅嘴上嫌弃，但脸上也带着笑容。她双手接过鲜花闻了闻，内心开心了很多。猜猜我给你们带了什么？江红故作神秘地说道。江清瑶双眼放光，好吃的。江红伸出食指左右摇了摇，不对。好玩的。江红再次摇了摇头，随后从包中拿出来一个书包挂件，那挂件粉色，头发，表情呆呆的，穿着伊甸园校服。哇，好可爱呀！江清瑶站了起来，将挂件拿在手上，这个礼物她很喜欢。接下来是儿子的，喏，枸杞补身子了。林梦雪脑袋上冒出一个大大的问号，认真的吗？方梅一愣，紧接着便笑着打了下江红。你可老不正经的，咱儿子需要这玩意，我看你才需要好好补一补。赶紧洗手吃饭。江红轻咳一声，没有反抗，乖乖的去洗了手。林梦雪拿着那盒枸杞呆了呆，她需要喝吗？孩子呀，你还年轻，不需要这东西。这玩意我拿走了，一会儿给你发个红包哈。方梅直接将枸杞拿走了。哈，林梦雪同意了，她也觉得自己不需要，谁18岁就喝这玩意啊？丽堂酒店豪华房内，王子凯躺在床上，怀里搂着一个女人。凯少，什么时候带我去旅游啊？我已经等了好久了。怀里的女人娇声道。王子凯盯着女人舔了舔嘴唇。别着急，我现在还在上学呢，最近这段时间不能够乱跑，不然被老爸逮到，我可是会被骂的。他笑了笑，看着女人又来感觉了，下一刻便想要发起进攻。叮铃铃铃，刺耳的手机铃声响起，把他吓了一跳。干，谁这么要打的电话？拿起手机看到来电人，他气焰消了7分。这电话是家里一个老管家的，跟他父亲同辈。喂，李叔，咋这个时候打电话？打扰少爷了，您上次让我调查的事情已经有眉目了。我们根据您的描述和学校周围的监控，调查出来了打您的学生，他的名字叫江明浩，他家背景普通，母亲是小学教师，而他的父亲就有趣了。王子凯眉头挑了挑，李叔，您长话短说吧，我这里还有事呢。江明浩的父亲叫做江红，他在我们分公司担任主管的职位，工作了8年。江红在内部有很高的威信，分公司很多高层都不敢得罪他。少爷，我建议不要针对，让对方道歉就行了，和气生财，为大局考虑。王子凯脸皮抽动，额头上青筋鼓动，他被打了本来就很恼火，现在管家又告诉他只是让对方道个歉。李叔，我直说了，我就是要搞他，一个社畜而已，什么职位重要吗？在我家公司就得听我的，我要公司立马辞退他。电话另一头沉默了一下，几秒后才开口。少爷，您这只是为了逞一时之快，对公司发展并没有益处，希望您冷静一下。我很冷静，他一个小小的主管还能翻天不成？你说，你要知道这公司早晚是我的财产，我说的话你只需要执行就是了。王子凯怒气冲冲地说完之后就没再说话，在等李叔的妥协。我知道了，少爷，这件事情我会去办，您安心等消息即可。嘟，电话挂断，王子凯将手机一甩。废气，知不知道谁是你主子？不过是我爸拴在身边的一条老狗，也配叫我做事？旁边的女人习以为常，早已有了经验。凯少，熄火，一条老狗不值得您这样生气，要是气坏了身子，我可咋办呀？一瞬间，王子凯来了感觉，他气焰全无，双眼痴迷地盯着女人。你可真令人欲望难平，真想将你吃的骨头都不剩。那可不行哦，人家还年轻，怎么能吃人家？还想多活几年陪陪凯少呢？要是没我在，你行吗？行不行？咱们现在就来试试。在干嘛？林梦雪坐在床上给你发信息，刷短视频。你咋还不睡？你还没睡你就让我睡？鸡大梨大篱笆大，大鸡大梨大篱笆。你把这句用语音发给我听听。这个绕口令你自己也还没试过，就想发给林梦雪让她试一下。林梦雪扫了一眼，冷哼一声。你先说。鸡大梨大大鸡。你试了下，感觉不对劲，直接停住了。好家伙，就差一点，这绕口令不是2遍直接读的话，还真不行。结果下一秒就看林梦雪给你发了语音消息，你点开后，林梦雪的声音传来，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晰，一点也没被绕进去。可恶啊，这就是我和天才少女的差距吗？厉害厉害。听完你夸赞了一声，小意思，没挑战性。话说回来，武文可这么伤心，会不会影响学习什么的？他还是班长要管事儿，会不会找老师把班长的职务辞了？林梦雪有点担心地问道。放心吧，不会的，你担心多余了。要知道，权力这个东西一旦沾过就很难戒掉。你怎么知道？我小学就当过卫生委员。那您官可真大呀，江委员。低调低调。好了，睡觉吧。
晚安。你发完消息后打算关手机睡觉，但手机的消息提示音却又再次响起，拿起来一看，是治好了也流口水发了一张图片，点开后是一双笔直修长的腿，被黑丝紧紧包裹，勾勒出双腿的纤细与性感。你看完后发了个问号，这家伙干嘛？为了让我按时分期付款，都开始施展色诱了。好看吗？治好了也流口水问道。你要是担心我不分期付款，那完全多余。就这样吧，我要睡觉了。你发完就关了手机，没多久呼吸声就变得平稳，而对面的林婉清则是跺着小脚。可恶可恶，问你好不好看，你居然说睡觉。他有点气急败坏，主要这图片他都没 P， 很自信的发过去，结果得到了一个很冷淡的回复。不借不借。他拍了拍胸口，开始冷静分析。真有男生不喜欢看？不可能，那还是男的吗？哼，跟姐玩欲擒故纵是吧？不急，我有的是时间，看你能伪装到什么时候。周一走读生开始陆续返校上课，不过今天路上很多人看到你之后都面露怪异的表情，你内心有些诧异。不就是和林梦雪走得有点近了吗？怎么都这副表情？喂，听说了吗？最近跟林校花走得近的那个人，之前在追另一个女生。那消息你也看了呀？是呀，听说是林校花倒追那个男生，最后居然用色诱手段搞到了床上。我刚听说这个消息，感觉真的劲爆，没想到林校花居然会做这种事情。听说连安全措施都没有做，这不会高考前就检查出怀孕什么的吧？你听到之后脸色一黑，这都什么玩意？哪里传的谣言？喂，你们在说什么呢？你语气有些生气，走向那几名男生。我去，都怪你，声音太大被听到了。嘿嘿，林校花，这我们也是听别人说的，你不知道吗？其中一个男生有些尴尬地说道。你眉头皱了皱。我确实不知道，你们说说怎么回事？那我们说了，您可别生气打我们。男生有点害怕被打，你耸了耸肩。放心，我不会动手。那就好。说来奇怪啊，我们班里有个男生突然在班级群里说自己听到了一个惊天事情，说是你居然为了得到一个男人不择手段。对，他说你们6班的江明浩之前一直追求的于苗苗，追了将近3年，可这段时间突然跟你走得很近，然后他就开始说，其实你一直喜欢江明浩，为了得到你也是蓄谋已久，说什么你们在一起，那个。后面那些话，男生实在无法当着你的面说出口。那个男生名字叫什么？叫王强。我知道了，你们先去上学吧。那我们就先走了。两个人连忙走开。王强，于苗苗养的其中一条鱼。你目光沉了下去，上次已经警告过于苗苗不要找事儿，结果现在还敢跳出来。我说你怎么站着不动啊？身后传来林梦雪的声音，你轻吐一口气，转身看向林梦雪。林大小姐，我们可能遇到麻烦了。你花了1分钟将事情跟林梦雪讲清楚，而林梦雪听后觉得这件事情背后肯定有人在推波助澜。也许只有我们的班级群里没有散播谣言，而其他的班级群就都不好说了。基本上可以肯定跟于苗苗有关系，没想到上次警告之后他还敢作妖。紧接着你话锋一转，不过他绝对不是这件事情的主使者。林梦雪看向你，难道还有其他人？你深呼一口气才畅快一点。记得我跟你说过周莹莹吗？知道。难道他还没放弃？对你可真够执着的。是我大意了，互换身体那天晚上来了个陌生号码的电话，挂了几次却还在打，我就有点生气，通话后骂了几句，没想到居然是周莹莹打过来的。她听出来了是你的声音，然后猜测我们睡在一起。原来幕后是他主使的，我就说于苗苗上次看着也没这个胆子，大概率也是周莹莹唆使。基本可以确定，于苗苗让他养的其他班级的鱼在班级群里散播了这件事。这2个人还真是狼狈为奸。林梦雪点了点头，随后看了下时间，边走边说吧，别迟到了。顺便再问一下，周莹莹当初到底做了什么，居然让你这样抬着她？唉，你重重的叹了口气。当初我拒绝了他之后，我原本以为此事就过去了，但是后面他又送过来一封信，说什么我是他第一个喜欢的人，只想要留个小礼物当做纪念。我当时没有多想就去了，到了地方之后周围没人，那个礼物用一个袋子装着，不知道是什么，只觉得很轻，还让我闭上眼睛去袋子里拿礼物，我照做了。结果当我拿出来之后，发现是内衣，我当时人已经傻了，谁知下一秒周莹莹就把内衣抢了过去，还跟我说你的指纹已经印在了内衣上，如果不想她报警就答应做她男朋友，不然的话让我身败名裂，学都上不成。我整个人都懵了，周围一个监控都没有，当时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还好天无绝人之路。这个时候金白这家伙居然从被绿植遮掩的墙根站了起来，他说会做我的人证，有了金白发生做人证，这件事我才有了回旋的余地。那件事情之后，我就把周莹莹所有的联系方式都拉黑了，但她没放弃，居然还找我。为了避免再次骚扰，我就开始寻找合适的目标当挡箭牌，不久后就发现了于苗苗。林梦雪仔细的听完了，内心对周莹莹的评价多了2个。心思恶毒，为
达目的不择手段，他不光外表是黑的，内心也是黑的。10分钟后，你和林梦雪来到了班级的队伍，金白和大头这时候走了过来。明浩，我无意间听到了你跟林梦雪的事情，是谣言吗？金白有些疑惑，他可不相信2个人能做出那种事情。肯定是谣言，哪个鳖孙瞎传的？这不是毁林校花还有明浩的清白吗？张翔一副义愤填膺的模样。林梦雪耸了耸肩，确实是谣言，而且这件事情是谁做的，我都已经清楚了。不会是那个女人吧？金白的目光有意无意间看向不远处的周莹莹，你点了点头。没错，就是他。金白思索了片刻，要不要告诉老师，或者报警处理？你摇了摇头，没什么用，事情的根本没法平息，谣言反而更会被妖魔化。我们知道谁是主谋，但是没有证据证明是他，甚至散播谣言这件事情，他还是指使于苗苗去做的，然后于苗苗让他的几条舔狗在其他班级群里散播。说到这里，金白和张翔也明白了事情的大概，这件事情很麻烦，不好解决。那你们想好怎么应对了吗？我们有什么能帮忙的？林梦雪想了想，确实需要你们帮忙，不管是学校论坛还是群里，希望你们能帮我们发声，需要出现一些不一样的声音，否则此事很难有回旋的余地。该做早操了，都站自己位置。班主任金明耀严肃地喊道。行，那这件事交给我和大头去办。说完，金白和大头一起走向队伍后面。你转头看向林梦雪，你也去吧，别太有心理压力，有我在。林梦雪微怔，随即笑了笑，很久没听过这句话了，没想到这种时候居然又听了一次。啊！林梦雪应了一声，向队伍后方走去。你也挪动脚步走向女生的队伍，在路过于苗苗时，你开口了：人往往要为自己所做的事情付出代价，希望你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于苗苗身躯一颤，她咬了咬牙，凭什么还敢用这种语气说话？现在全校大部分人都知道了你不检点的行为，你等着名誉尽毁吧。另一个班级，王子凯脸色阴沉，从早上来他就听到了这种谣言，让他内心怒火燃烧。没想到林家的大小姐居然这样作践自己，有趣有趣。不知道这件事情传到林家那里，那些人会是什么反应？还有江明浩，等着吧，你家的顶梁柱马上就到了。另一边会议室，江红和总公司的领导李行舟面对而坐，他今天又眼皮跳个不停，现在又被总公司来的领导单独谈话，感觉有不好的事发生。李总，找我有什么事吗？我过来只是想要和你谈一些事情。李行舟淡淡道，主公司现在风雨飘摇，业务需要调整，分公司这边盈利，我们很欣慰。不久之后，这里可能就是主公司了，但是人员太多了，公司养不起，所以我们需要裁员，降本增效，而你就在其中。我知道你是8年的老员工，会对此事心有不满。不过这件事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你在公司这么多年，想来也是有感情的。停，我要纠正一点。江红直接打断，我来上班就是为了赚钱的，我对公司没有感情。他已经猜到了李行舟接下来要说的话，打感情牌来绑架他，然后说公司危机实在拿不出钱，赔偿可能没办法 N+1。李行舟叹气，缓缓点了下头。没想到江主管这个年纪了还这么机敏，那我再说废话就有点不识趣了。不过赔偿的数额太大，按你这些年的月工资赔，确实赔不起，但是我们肯定会赔给你一笔比较满意的赔偿金。说着，李行舟拿出了一份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他翻到了赔偿那一页，那里已经填好了数字，15万整。江红眼睛微眯，拿起了合同仔细看了起来，原本严肃的表情忍不住嗤笑一声。先不提这赔偿金额，我就不会答应。这上面居然还带着竞业协议，您是在搞笑吧？公司真绝啊，这是要把我饭碗都彻底砸了。李行舟微微摇头，2年时间，每个月会给一定金额的补偿，这期间你做其他工作，我们并不会干涉。这对你来说应该是一件不错的事情，以你的能力，找一份其他像样的工作不难。我希望你也能识趣，不要耽误彼此的时间，否则你会1分赔偿拿不到。你要想好了，回答我。江红眼神有些冷，他表情有些轻蔑，手中的合同弹到李行舟面前。那我也明确的告诉你，我拒绝，赔偿不满意我是不会签的，更何况还有个竞业协议在里面。李行舟眉头皱了皱，这合同你怎样才能签？赔偿金30万，竞业协议去掉，你在做梦，那就没得谈了。江红站起身，打算走出会议室。等等，李行舟叫住了江红，可以按照你说的给我们签一份合同吗？说着，李行舟又拿出了一份崭新的合同。江红拿起来看了看，赔偿金额还没填，竞业协议也去掉了。他看了眼李行舟，这老狐狸看来早就有准备。李行舟将章拿了出来，数额你自己填，字你签，公司的章我也带来了。江红缓缓坐了下去。赔偿金什么时候到？这合同上并没有写。15号，也是你们发工资的时间。太晚了，不签。李行舟有些生气，都这样了还不满意？你要知道30万不是个小数目，公司财务需要调动这笔钱，是需要些时间的。关我什么事儿？现在把钱给了，我立马签合同走人。李行舟深呼一口气，他现在反而进退两难了。这30万公司不可能投，但是我可以给你投。李行舟缓缓说道。江红皱了皱眉，什么意思？
我只希望你从公司走后不要搞公司，念在这8年的时间上，给公司一个存活的空间。公司若倒了，你那些带出来的人也会失业。别打感情牌了，既然你说个人冲，那就这招吧。我银行卡号是……接下来2个人也不再废话，李行舟把钱转到了江红的银行卡里，江红也很爽快的把合同签了。他甚至感觉有点假，连工作交接的时间都没给，就这么急吗？真是让我感到意外。我很好奇，到底是什么原因要辞退我？别跟我说裁员，哪有裁员专门裁大动脉的？李行舟叹了口气，不便多说，签完合同就走吧。行。江红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按下了暂停键。李行舟看了眼，察觉到不对，你还录音了？中午，山河一中到了放学时间，王子凯出了校门后接到了李行舟的电话。少爷，江明浩的父亲江红已经辞退。好事啊，终于有件舒心的事情了。父亲被辞退，儿子现在处在谣言的风波中。妙啊！少爷，不是我就挂了。我女儿在学校还好吗？很好啊，劳烦您关注照顾了。都是小事儿。王子凯挂断电话之后，难得笑了出来。接下来我只需要看戏，狗男女，你们也有今天。放学后，林梦雪拿着手机刷着学校贴吧，她在那些讨论他们的帖子下质问，散播这种谣言是何居心。但很快就有人回击她，名字叫做尽在掌握，只要林梦雪发一句，这个人就紧跟着回击质问，开始抹黑。这个尽在掌握，多半就是周莹莹。林梦雪一脸的气愤，你看着贴吧，还有张祥金白发的其他班级群聊的截图，不禁叹了一口气。现在谣言几乎一发不可收拾，很多人都在讨论此事，估计已经有不少老师都知道了。唐文可他们也在帮我们说话，但是效果不佳，很多人都觉得我们突然走这么近，肯定有问题。周莹莹散播谣言的时机恰到好处，让你们很难将谣言反转。我觉得我需要发个动态。林梦雪说道。别，你阻止了她。小作文没什么用，你这样做只会给谣言添一把火。你相信我吗？我自然是相信你。林梦雪坚定地回道。那此事不着急处理，我们专心备考2模，做我们身为学生该做的事。我们不急，急的就是他。学校食堂，周莹莹和于苗苗2人端着饭，挑了个角落坐下。周莹莹面部带着微笑，这次计划实施得很顺利，而于苗苗则是有点心不在焉的，她很心慌。这次事情她没想到居然会搞这么大。周莹莹看了眼于苗苗，为什么你的表情看起来并不开心？我们的计划不是很顺利吗？于苗苗表情苦涩地缩了缩身躯。如果这件事被学校调查，我们都会完蛋的。呵呵，原来你在担心这个，不用怕，你的担心完全多余。他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这件事是我们做的？我们只需要装作不知道，在外人问起时表示没想到校花居然是这样的人就行了。于苗苗叹了一口气，我知道了，不过我有些不明白，我讨厌林梦雪，所以才做了这件事，但是你又是为了什么？我吗？告诉你也无妨，反正第一校花名声毁掉已成定局，我不允许江明浩身边有跟他走得近的女生。周莹莹的声音从温柔变得冰冷刺骨，还夹杂着恶毒与憎恨。于苗苗有点害怕，江明浩到底做了什么，能让周莹莹这样记恨？她内心发誓，后面再也不和周莹莹一块吃饭了，甚至最好不要联系。周莹莹看向于苗苗，怎么不说话了？没什么，你加油。于苗苗说完赶紧扒拉饭，她想快点逃离。不用你说，我自然会去做这些事，我会让他发现只能选择我，只有我能跟他走到最后。我会用我的手段让他彻底迷恋上我，然后再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周莹莹的笑容有点恐怖，像是电影里的反派女巫。于苗苗看她表情，差点没跳起来逃跑，太吓人了。落成一座高端写字楼顶层，女人正在不断的处理文件，修长的秀发披散，岁月让她充满了成熟的韵味。000，手机响起了电话的声音。林婉柔拿起手机，看了眼电话的备注是金老师，她将手机放在耳边接听。喂，金老师，有什么事情吗？确实出了点事情，不知道为什么学校里的学生突然大范围讨论你女儿和一个男生的事情，说什么你女儿为了得到这个男生挖墙脚，还用自己的身体去诱惑，甚至有传言已经怀孕了。林婉柔心不由一紧，短暂的沉默之后这才开口，我女儿不可能做那种事情。是，我也相信林梦雪不会做这种事情。上周原本一切正常，周一是突然大规模讨论，肯定有人在背后推波助澜。你放心，此事我已经跟主任说了，会尽快将此事调查清楚。金老师保证道。林婉柔回应了一声，随后眉目轻动。那个男生是谁？不说什么情况吗？那个男生叫江明浩，是林梦雪的同班同学，他学习也挺不错，平时表现都挺好，我也不太相信他能够做出此事。不过最近2人好像确实走得有点近，经常一起上下学。林婉柔陷入了沉思，女儿居然会跟一个男生走这么近，这还是以往认识的女儿吗？还是说女儿对这个男生确实有好感，不然怎么会走这么近？可是男人又有几个能让人信得过的？我知道了，金老师，麻烦您时刻关注了。说完，林婉柔挂断了电话，她内心有些担忧，但又不知道该不该插手。她看向了身旁的秘书，小鱼，帮我调查一个人，他是我女儿的同班同学，名叫江明浩。
我需要所有的详细资料，包括他家庭成员。如果能打听到一些往事，最好不过。张翔宿舍，他奶奶的，都是谣言！我说哥几个，这你们也信？我不相信这种事情空穴来风，而且这两个人最近走的也确实很近。怎么，林梦雪是你张翔的白月光吗？这么护着？就是啊，你激动个什么劲？我们也都是看戏，跟我们猴有啥用？张翔听到之后气不打一处来，这些人平时处的挺好，怎么这时候跟自己唱反调？忽然他手机呼吸灯闪了一下，他连忙拿起来查看。此事先不要管了，专心备考二模。张翔看到后有些不解，不管，难道任由谣言传播，舆论发酵？不是好兄弟，你别放弃啊！不行我们就报警。我没放弃，但是此事就算报警，谣言短时间也难以平息。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安心备考，这次争取考500多，加油！好，我相信你，有用得到的地方尽管说。校外，你和林梦雪此时拿着饭在路上，两个人打算一块去看江清瑶这丫头。有几天没见，你也有点想她了。已经跟张翔和金白说了，此事他们先不用管了。你拿着手机说道。林梦雪看向你，其实我更好奇，你到底有什么办法？现在谣言已经止不住了，就算有学校或者警察的介入，依然避免不了他们私下里讨论，这对我们很不利。你笑了笑，任何事物都是一把双刃剑，关键在于怎样利用。谣言发酵的过程必然伴随着以讹传讹，越传越离谱，这也会让谣言传播得更加肆意。只需要几天时间，人们对于此事的看法便会像谣言传的那样，并且深信不疑。而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利用这把双刃剑了。我们也许不会赢，但也绝对不会输。林梦雪双眼微亮，她好像懂了，这场谣言是针对你们俩的，从开始到现在处处被动，你们想凭借自己想赢太难了，而且你们没有过多的精力处理此事，但也不可能放过散布谣言的人。简单来讲，就是拉他们下水。所以，我们只需要等待时机成熟。你点了点头。是这样的，不过在此之前，我有个问题需要问。什么问题？林梦雪心情已经好了起来。你对我是怎么看的？大餐，大餐，我爱大餐。江清瑶正踩着沙发蹦来蹦去，就在刚才她收到消息，中午会吃好吃的。那个姐姐又要来了嘛？这次我一定要加上姐姐的联系方式。为了老哥的幸福，身为妹妹就应该做一个合格的僚机。这时候门被推开，一道身影走了进来。老哥，老大。江红身子一僵，说什么呢？我亲爱的老父亲，您怎么从公司回来啦？江清瑶下了沙发迎了上去。江红刚想说自己被辞，但又担心这件事情会对女儿和儿子有影响。我身体有些不舒服，所以请半天假回来了。喏，给你带了最爱吃的炒面。江红伸出手将炒面递给江清瑶。江清瑶看到后一脸嫌弃。好吧，你吃吧，我不想吃。为啥？江红愣了愣，这丫头啥情况？现在已经这么挑食了。我现在还不饿，待会再吃。江清瑶眼珠子滴溜溜的转了转。待会肯定吃大餐呀，谁还吃炒面？你是不是吃零食吃多了？江红将3份炒面放在桌上。哪有，冤枉呀！江清瑶喊冤，她是真的没有吃零食。这时候门又被推开了，首先进来的就是林梦雪。她看到沙发旁边的江红止住了脚步，呆在了原地。这咋办？江明浩父亲怎么中午回来了？江红回头看向儿子，有些不解。杵门口干啥？刚想说话，门外就传来了一道女声：咋不动了？触电了？江红眼睛放光。我去，儿子又带那个女生回家了。儿子可以啊，这都带2次回家了。你纳闷了？林梦雪看到啥了？怎么跟宕机了似的？你将门彻底推开，看向你们，瞬间呆住了。老登，这点老登怎么会在家？愣着干啥？快进来，快进来！江红笑眯眯的招手，他打量着自己未来的儿媳，相当满意，颜值简直比他老婆年轻时还要惊艳。好，你提着饭菜默默的走了进去，这种情况下反而紧张了起来。林梦雪也不敢多说话，跟着进去了。是不是我在你们太拘谨了？要不我走。江清瑶嘻嘻一笑。是的，老登，快拿着你的炒面出去吧，别打扰我们3人世界。3人世界？江红脸色一黑。这叫什么话？我可是一家之主，这是要赶我出去不成？这丫头最近真是越来越猖狂了，必须收拾收拾。老登，你咋没点眼力劲？出去随便找个公园做炒面去。江清瑶叉腰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江红看着自己的女儿，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你以前说你是我的小棉袄，现在漏风了。姐，你下星期零花钱没有吧？不要啊！江清瑶瞬间没了刚才的气势，变得可怜兮兮。你36度的嘴巴，怎么能说出如此冰冷的话？是你先漏风的，让我感觉到冰冷刺骨。林梦雪想笑，但忍住了。那个，还是先吃饭吧，带了不少饭菜，够4个人吃，再不吃就凉了。好，那这3份炒面留着晚上给你妈吃，我尝尝你们带的饭菜。江红说着将炒面扔到了一旁，谁爱吃这破炒面谁吃，她要吃儿子和未来儿媳带来的饭。小姑娘，
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江红坐下后问道。你嘴角抽动，怎么感觉这么怪呢？自己的老父亲问自己名字，真想脱口而出江明浩这3个字，不过你并没有这么做。我叫林梦雪，是江明浩的同班同学。江红笑了笑。哦，多了我也不问，咱们先吃饭吧。又是我最爱吃的虾。江清瑶看盒子，打开双眼放光。江红看着桌上的菜，心中一惊，这菜每一道看着都不便宜，尤其是打包盒上有玉珍饭店的字样，更加让他确信。顿时他眉头皱了起来。上次看监控，好像也是这样的打包袋。他内心倒吸一口凉气，要是按照这个吃法，他家好像很难养得起啊。这顿饭钱你们花了多少钱？我转给你们。江红拿起手机说道。林梦雪摆了摆手，不用，这顿饭没算过，也不用付钱。啥？江红眉头皱了皱。儿子，你这是没付款，吃霸王餐去了？不是叔叔。你说后面2个字的时候，嘴角不停抽动。没想到有一天，居然要把父亲叫做叔叔。那个玉珍饭店是我家的产业之一，所以吃饭不用付钱。听到你解释，江红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是个富家闺女，刚才误会儿子了。那我们也不能老白吃白喝呀，这钱我转给你。你看向林梦雪，眼神带着丝丝询问。林梦雪轻摇了下头。不用了，反正我也经常白吃白喝，没关系的。江红想了想，谈钱伤感情，确实不能这样，直接给钱，人家多半也不缺这玩意。最好的办法就是送人家一些礼物。回头提点提点儿子。既然这样说了，那我就不强求了。儿子呀，在学校好好照顾林梦雪同学，人家有不会的题，多给人家讲讲，有什么困难要及时给予帮助。没水了主动给人家接水，衣服脏了可以拿回家帮人家洗洗，人家想吃什么主动去买。你满脑子问号。不是老大，我是什么低贱的奴隶吗？我可能亲儿子呀，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叔叔，我们是纯友谊，还不是你想的那样。你赶紧说道。哦，也是，怎么相处是你们的事情，我多嘴了。江红有点尴尬，他意识到自己还是受以往思想的束缚，这种东西几年一变，他那一套估计老掉牙了都。想了想，他没有多说什么，默默吃起了饭。中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下午2人又结伴去了学校。这次2人也依然没有避嫌的意思，面色平淡。上课期间，周莹莹目光一直锁定在2人身上，她越看心情越不好，目光阴沉了下来。他们为什么能这么淡定？他们难道不在意谣言吗？肯定是装的，装吧，看你们能装到什么时候。他咬牙低声，夹杂着强烈的不满，而于苗苗则是每时每刻都很心慌。谣言传得越厉害，他就越心虚。他只希望学校不要介入，谣言赶快平息下去。上完2节课，林梦雪想要去厕所了，她出了教室就往顶楼跑。教学楼的上面3楼没有班级，基本都是电脑教室、音乐教室、美术教室，所以来这里的人几乎没有，这也方便了林梦雪进男厕所。喂，我让你看着我，你看哪呢？到了顶楼后，林梦雪听到了令她讨厌的声音，除了王子凯还能有谁？她从楼梯拐角出来后，看见王子凯将一个女生逼到了墙角，那女生长得也煞是好看，瓜子脸，皮肤白嫩，不过眼神中却是淡薄。林梦雪看了2眼，就认出了这个女生是谁，这不是跟她同年级，享有第2校花名誉的李诗诗吗？怎么会跟王子凯有纠缠？你说你人跟外面的女人有什么不同？你不过是多了个学生的身份，少跟着装。而且也是你的父亲让我好好照顾照顾你，怎么连你父亲的话都不听吗？不听也可以，等我接管公司之后，第一个除掉的就是你父亲，随后就是你。见李诗诗还不说话，王子凯冷笑一声：我王家真是养了个白眼狼，亏你父亲还想让你以后当我的私人管家或秘书，就这样你也不讲讲你配吗？李诗诗轻薄的嘴唇微微张开，声音都带着疏离感。你的要求太过分了。过分？王子凯气急，尝尝你嘴里的味道就算过分？你怕是不知道外面有多少女人跪着想让我尝，你装作一副清冷的样子给外人看就算了，还想在我面前装这副样子，我真是给你脸了。你今天不让我满足，你就别想去上课了。林梦雪听到后顿时来了火气，人家在这霍霍女学生，她直接撸了2下袖子，嗖的一下跑了过去。听到急促的脚步声，王子凯皱眉看了过去，顿时面色巨变。他还没反应过来，只见一个拳头就打了过来，王子凯瞬间就倒在了地上，发不出声音，浑身疼得冷汗直流。林梦雪潇洒的拍了拍手，该死的人渣，要不是法治社会，早就宰了你。随后他看向一脸错愕的李诗诗，麻烦给你解决了，好好去上课吧。说完，林梦雪就跑向厕所。李诗诗看着林梦雪跑进去后愣了2秒，这个人有点帅。随后挪动脚步悄悄跑了。解完手，林梦雪从厕所走了出来，表情舒缓了许多。江林浩，我不会放过你的。王子凯缩成个虾米在地上，恶狠狠地看着林梦雪。林梦雪眉头轻挑，撸起袖子准备动手。王子凯身躯颤了下，我就说手，别动手。错了错了哥。林梦雪冷哼一声，怂得真快，以后少出现在我面前，不然见一次打一次。林梦雪走了，王子凯挣扎起身，呸，你父亲都失业了，等着吧，看你能高兴到几时。对于王子凯所想，林梦雪并不知晓。不过她回想起王子凯所说的话，有点意外。王子凯家里的公司，听说是在一位很强的管家手里带起来的。这个管家平时不显山不漏水，却将公司管理得井井有条。
不过最近公司出现财务问题了，他不清楚什么原因，但没想到管家之女原来叫李诗诗，还跟他同校，还是第二校花。另一边，李诗诗一路小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她内心松了一口气，暂时王子凯应该不会再找她麻烦了，应该能够消停一段时间。其实王子凯已经觊觎她很久很久，只不过一直没办法得手，因为王子凯打不过他。别看他看起来瘦弱，其实从小就被父亲带去武馆进行格斗训练。如果刚才王子凯用强，他绝对会出手。不过那个人真的好帅，出手好果断。李诗诗脑子里又回想起林梦雪的身影，这个男生是谁？好像看见过，但不知道名字，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见一见。哎，诗诗，你知道第一校花林梦雪那件事了吗？太劲爆了！李诗诗有些迷茫地看向同桌。什么事？你果然还不知道，这就是平时手机上交的后果。听说呀，林梦雪挖别人墙角还成功了，不过却用了色诱的手段。更离谱的是，他们没有做安全措施，还怀上了。李诗诗听完更懵了，那个比她要高一名的校花，居然做出了这种事情。为了一个男人，值得吗？世上有几个男生值得这样做呀？随后她脑子里又想起林梦雪的身影，他算是一个好男生吧。如果是为了这种男生，或许能够理解。是不是非常惊讶？我当时听到也非常惊讶，没想到第一校花居然会做出这种事情。我要是第一校花的话，男人岂不是随便我挑，岂会去做挖墙脚这种惹人咬舌根的事？李诗诗看了眼同桌，内心暗道：所以你不是第一校花，也不是那个男生，又怎知他们之间的事？传言他是不会轻信的，父亲一直教导他切记不要轻信外部消息，真相最好自己探究，或等待时间浮出表面。也许并不是传言的那样。我虽然圣王少，但知道很多事情到最后都反转了。也许只需要等待一下，我们就能看到不一样的结果。他轻声说道：不要这么认真嘛，我也只是吃瓜。第一校花怎么了？哪有我家诗诗香啊？同桌嘻嘻一笑，还凑近闻了闻李诗诗的体香。李诗诗身体往后缩了缩。虽然我们都是女生，但距离产生美，我不想让别人认为我是百合。呀，你好冷漠，这是在嫌弃我吗？以前我还能闻一闻的，现在闻都不让闻了吗？好伤心。我今天看见一个男生。李诗诗认真道。然后呢？他好帅。有多帅？形容不出来。惨了，诗诗，你不会坠入爱河了吧？办公室内，秘书小云推门而入，她花了一下午的时间，总算将江明浩以及家庭调查了清楚。林总，您说的那个男生我已经调查清楚了，这些都是他们家的资料。林婉柔放下了手中的笔，我就不看了，你给我讲讲吧。好的，首先是江明浩这个男生，跟你女儿是同班同学，在班里成绩也算突出的，人品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不过之前他一直在追一个女生，名叫于苗苗，而最近不再追于苗苗，反而跟您女儿走得比较近。他家里母亲是一名小学教师，叫方梅，女儿是一名初二学生，叫江清瑶，父亲是一个公司主管，叫江红，做无人机销售这一块的，不过现在被辞退了，处于无业状态。绝！林婉柔打断了小云，她眉头轻微皱了起来，这母亲和父亲的名字唤醒了她以往的记忆。方梅、江红，巧合吗？不太像啊，他俩曾经是不是在洛城大学上学？小云愣了下。林总，这您都猜到了。林婉柔微微摇头。猜什么猜？这俩可是我的老同学。后面3个字她咬得很使劲，真是没想到这种情况下居然还能听到那2个人的名字。江明浩，这2个人的儿子啊。林婉柔轻喃一声，随后目光一凝。小云，我接下来不要紧的行程去掉，这周给我腾出来2天，我要回一趟山河市。好的，林总。小云连忙拿出手机开始分配时间，没过多久她缓缓开口。林总，行程已经安排好了，周4下午高铁6点到，您看可以吗？林婉柔点了点头。可以，就这么办。对了，关于我女儿的谣言是怎么传播的？调查出来了吗？调查出来了，但是目前还没找到幕后的人。发帖子的人手机号没有实名认证，所以想找出这个人不容易。林婉柔也明白调查需要时间，她在考虑介不介入，也不知道女儿自己能否应对此事。这样想着，她拿起手机拨了个号码。喂，金老师吗？我想问一下，现在我女儿的状况如何？其实我正想打电话跟您说，虽然谣言传播很猛，但是您女儿表现得很镇定，像是没事人一样。哦，这样啊。林婉柔略微惊讶，眼眸微亮。不过您放心，论坛的那些贴吧我们都已经封了，现在逐步开始对班级群进行调查，不过进度略慢。没事，我知道了，如果有事还请继续跟我说。将手机放在桌上，林婉柔松了口气。表现镇定吗？没想到女儿的心性原来已经这么强大了。小云微微一笑，看来林总您女儿是跟你一样强大的人。林婉柔叹了口气，唉，再强大也终究是个刚成年的小孩啊。
餐厅里，江红和方梅正在用眼神交流着。下午的时候，方梅接到了金老师的电话，说自己儿子和一个女生被传谣言，基本上高3年级都知道了。夫妻俩担心这件事会影响到儿子，于是商量带儿子出来吃个饭放松一下，顺便问问学校的事情。可林梦雪却显得格外淡定，一点都不像是受到影响的样子。最终江红还是忍不住问了出来：“儿子，你最近上学没什么事吧？”林梦雪微微抬起头：“还好吧，没什么大事。谣言这件事情，她觉得既然已经有了应对之法，也用不着跟家里人说。”这时候江清瑶举起手来：“怎么不问问我？我在学校可是发生了一件大事。”“什么大事？”“有人跟我表白了。”噗！江红直接被茶水呛到了嗓子，这消息来得太突然了，谁能想到上初2的女儿居然被表白了？谁跟你表的白？你同意了吗？方梅好奇道。隔壁班的，没太在意过，同意当然是不可能同意的，没我哥长得帅就算了。江红内心松了口气，差点就想回家抄家伙杀去那男生家里了。能比你哥帅的，那可不多见，毕竟继承了我优秀的基因。江清瑶翻了翻白眼，老爸，你就别吹牛了，明明我和我哥是继承了妈妈的优秀基因。不信是吧？你问你妈，当初是谁追的谁？当初有多少人追我？方梅无语。行了行了，跟女儿计较这干啥？瑶瑶你好好学习，现在外面的男生没几个负责的。我知道，我压根就没想他。见女儿这样说，两夫妻才放心。要是儿子，他们才不会这样管呢。但是女儿不行。儿子呀，你在学校真没事吗？方梅担心地问向林梦雪。其实有一点小事儿，但是你们不用担心，我能够自己解决。林梦雪缓缓说道。行，既然儿子这样说了，那我们也不多问了，按你自己的想法去解决，出了问题我们兜着。来，吃饭吃饭。另一边，林婉清在客厅不耐烦地跺着脚，她明明都那么主动了，为什么江明浩还是那么冷淡？怪了，回消息慢就算了，居然还这么冷漠。他还是男人吗？你坐在沙发上默默地喝着奶茶，听着林婉清的吐槽，现在自己确实不是男人了，已经变成女人了。梦雪，你实话告诉小姨，你是不是跟江明浩说了这件事情？没有，我一句没跟江明浩说。你认真的回道。这样吗？难道他人品真的这么好？林婉清疑惑道。不行，不能急，男人肯定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心，我就不信了。梦雪，再给我一些时间，我肯定将他的真实面目揭发。你满脑子问号。还没放弃，不至于这么执着吧？算了，随便吧，您别自己陷进去就行。对了，差点忘了，这周末还有个相亲，更气人了。林婉清坐到你旁边，脸色很不好看，似乎对于这件事情非常的抵触。你愣了愣。相亲？对，听说是刚大学毕业，开始接手家里的产业，人品品行都还不得而知，但我觉得肯定不咋地。这老头子没事闲得搞事情，就不能让我安宁一段时间？林婉清气鼓鼓的，不过这让她显得可爱了一些。小姨，没必要这么气，就当走个过场，吃个饭回来就好了。你缓缓说道。我倒是想，但是这次家里给我的信息充满了让我两成的意思，但越是这样，我就越不可能成。我林婉清绝对不会再跟男人谈情说爱，更不会结婚。男人没一个好东西。你无语了，这是有多记恨男人啊？那个小姨，我还有作业没写完，先去写作业了。你想先逃离此地，别一会儿扯上自己了。等等，林婉清拉住你的胳膊，给你拽了回来。梦雪，小姨害怕，不想自己一个人去相亲，到时候你陪我一起去好不好？唉，这就是走慢了的后果，想逃也逃不掉了。梦雪，小姨求求你了嘛！小姨最爱梦雪，梦雪难道不爱小姨吗？突然林婉清的声音加了起来，开始撒娇。你身躯一颤。不是姐们，你这声音谁顶得住啊？我去。太好了，这下我就不担心了，到时候梦雪可一定要帮我哦。林婉清盈盈一笑，露出洁白的玉齿。你突然觉得这次相亲好像没那么简单。小姨，难道不是只吃个饭？吃个饭，然后去鬼屋探险什么的，你懂这个男人的心思了吧？原来如此，那小姨我要叫个人。江明浩。你点了点头。林婉清皱了皱眉头。又是这个男生，真是可恶。不过这次信件也好，网上试探没有效果，线下试探。想到这里，林婉清眼睛一亮。行，我没意见。你没想到林婉清居然答应了，还以为她会拒绝呢。这样也好，有林梦雪在，两个人的安全才能够保障。那我先去写作业了。好，去吧。林婉清开心地摆了摆手，随后她拿起手机搜索防狼喷雾等等。回到房间，你开始拿起作业奋笔疾书，直到10点多才松了口气，坐在了床上。叮咚，林梦雪发来了消息。今天你妹妹说在学校被人表白了。你一惊，妹妹被人表白了？谁这么大胆子？不过你妹妹已经拒绝了，还反手告了老师。干得漂亮。你松了口气，虽然江清瑶是个小恶魔，但现在还初中呢，谈什么恋爱？谈得明白吗？江明浩，困了，我要睡了。好的，晚安。晚安。清晨，林梦雪走在学校的必经之路上，她的身影被拉得很长，她的步伐很慢，在等人。早安。你走到她身边，微微一笑。林梦雪一愣，今天头发扎得不错。你撩了下刘海。
越来越熟练了，也越来越有女人味了。闻言，你身体一僵。要说你对身体换回来有没有一丝期待，那肯定是有的。毕竟你还是想当一个有伴的男人。但是换吧，心底不知何时又多了些不舍的情绪。会不会这辈子都换不回去？你带着些询问，林梦雪摊了摊手。谁知道呢？其实这些天她感觉变成男人之后挺爽的，力气比以前大，精力也更加旺盛。更重要的是，男人不会来大姨妈。她现在真不想换回去了。好了，边走边聊吧，别迟到了。到了学校，你和林梦雪能够感觉到不少人在看着你们，对你们进行讨论。你俩表面很淡定，但其实内心深处还是憋着一股火，在等待合适的时机释放。周莹莹在队伍里看着两人淡定的表情，不由咬了咬牙，居然还是这副表情，难道谣言真的就对他们造不成一点心理上的伤害？唐文科走了过来，梦雪，你还好不？其他人说的你不要在意，老师们好像已经在处理此事了。能有什么事？专心备考按摩吧。你很平静的回答。唐文可看你这样，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只希望真的没有受影响。今天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一切都在照常的进行。不过临近放学时，班主任找到了你和林梦雪去办公室。最近不少人传你们谣言的事情，老师们都知道了。我相信你们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学校也开始调查此事。你们放心，学校肯定不会不管，会还给你们一个清白。只是希望在此之前，你们稳住心态，二模好好考，这对你们很重要。事情由我们去解决，没问题吧？你和林梦雪对视一眼，随后开口：老师放心吧，我们会好好考的。加油！高考也在即，你俩人说说戏，如果能考一个学校最好不过。谈话没多久就结束了，而明天你们也将迎来二模考试。你回到家开始询问大头，目前谣言在全校传播的如何？得到的回复是，随便问一个人都知道了。张翔和金白对此都表示很担心，但你告诉他们没事，此事传得越广越好。第二次模拟考试正在有序的进行，这2天的考试让高3学生对谣言讨论度稍微降低了一点，但也就是部分的讨论都放在了试卷上。中间唐文可发生了一点小插曲，他走楼梯的时候不小心崴了脚，还好被及时送到医务室了，因为送的及时得到了比较好的处理，对走路影响不是特别大。这件事张翔还担心的问了一下，从超市买了冰袋，不过唐文可没收，说是不用了。周4下午，随着一声铃声响起，二模考试正式结束。收完卷子，学生和老师们都跑到楼道，要么去厕所，要么回班级。整个楼层汇聚了高3一半的学生。你面色微冷，走在楼道的中央，目光扫视，很快就锁定了一道身影。周莹莹，你大喝一声，声音很大，整个楼层几乎都能够听见。不少人的目光都汇聚在了你身上，甚至包括收卷子的老师。周莹莹下意识地看向你，她有些发懵，这种时候居然叫她名字。难道林梦雪之前淡定只是装的，现在终于忍不住爆发了吗？想到这里，她心情好了很多，忍不住露出微笑。林校花，有事吗？当然有事，学校贴吧包括班级群里面的谣言都是你传播的吧？你直接挑明，没有丝毫想要周旋的意思。不是我没必要做那种事情。周莹莹心一紧，但还是让自己快速恢复冷静。金老师这时候也跑了过来，两位同学冷静一下，不要在楼道大声喧哗，此事学校会调查，谣言一事会严肃处理。但这话并没有让你放弃，你再次开口，现在谣言都是假的，我不希望再乱传，所以在此说明一下，我和江明浩确实友谊在一起，并且我们已经约定好了要考同一所大学。至于你周莹莹，我知道你喜欢江明浩，但很可惜，江明浩根本不可能喜欢你。此话一出，所有人的八卦之心爆表，纷纷准备看一场好戏。你放屁！我不喜欢江明浩！周莹莹大吼着，她表情变了，开始烦躁。不承认？好，那这东西你总认识吧？高一军训时你给江明浩的表白信，需要我打开念出来吗？你……周莹莹恶狠狠地盯着你，但是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如何反驳。这么长时间，没想到这封表白信居然还在。看周莹莹语塞，所有人都明了了，这封表白信是真的。我去，没想到谣言真是他传的，心思歹毒啊！这完全是嫉妒，不想两个人好过。是啊，这个周莹莹不仅人黑，心也黑。听到周围的讨论声，你嘴角微微一勾。知道他为什么如此厌恶你吗？因为你人太过恶毒。明确拒绝你了之后，你居然还给他下套，说是给件物品当做纪念。当他拿到手，却是被你安排的内衣，而你企图用上面的指纹来威胁江明浩当你男朋友。还好当时金白在场，才没被你得逞。出了此事后，你居然还纠缠他，他无奈之下开始追求一个养鱼户，也就是于苗苗。自此他被当作舔狗，他已经不奢求高中有多美好的青春，只想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直到最近我和他走近了之后，你开始忍不住背后作妖。但你凭什么觉得这样的谣言能让我们产生缝隙？你将这些宣泄出来，内心居然轻松了很多。放弃吧，他不可能会喜欢你的，你跟我比差太多了。我比你长得漂亮，成绩比你好，家世比你好，心地比你好，你没有一点能比上我的。
周莹莹此时的面色透着苍白，她好像大败了。不，原本应该是她会赢，怎么会这样？林梦雪走了出来，她缓缓站到你身边，周围学生的讨论声越来越大，但她知道这还不是结束的时候。你做这么多事情都是徒劳无功的，我喜欢他，他也喜欢我，而你周莹莹是个内心阴暗、扭曲卑鄙，只敢缩在阴暗角落爬行，用尽手段企图吸引我一点目光，却依然被我厌恶的 Joker。楼道内罕见的安静了下来，但是这种安静更像是暴风雨来临的前奏。周莹莹瞳孔剧颤，原来她在江明浩眼里，从始至终都只是一个小丑。我去，太劲爆了！没想到谣言背后居然还有这么多事情。按林校花他们的说法，挖墙脚也不成立啊！真的是好恶毒的心思，居然用谣言诋毁校花和她的男朋友，好像还没确定关系，不要乱说哦。安静只持续了几秒钟，楼道的声音就开始嘈杂起来。你和林梦雪互相对视一眼，会心一笑，计划完美实施，终于不再受谣言的攻击了。好了好了，大家安静，马上上课了，上厕所的上厕所，回班级的回班级。金老师大吼一声，他没想到这两个人居然能做到这样。其实他内心是比较欣慰的，有时候校方想的只是快速平息此事的影响，考虑不到太多的个人感受，而这种情况下想要出气，只能靠当事人自己据理力争。金老师走到两人面前，你们俩先回班级吧。好，你应了一声。金老师本来想转头走，但又顿了一下。你俩做的不错，后续交给我，你们不用担心，稳住心态，准备好接下来的3模和高考。知道了，老师。金老师点了点头，随后他顺便将周莹莹也叫走了。见人群渐渐散去，两个人的心情前所未有的舒畅，谣言所带来的阴霾已经全部散去。我立个洞！张翔屁颠屁颠的跑了过来，刚才他都惊呆了。我说你俩也太猛了吧，居然在这种情况下还能绝地反杀。在张翔看来，这完全是大获全胜啊！金白笑着走过来，恭喜恭喜，你们已经成功打败了大 boss， 有什么想要的奖励吗？张翔嘿嘿一笑，你穿破洞黑丝的肉腿照。金白看着他翻了翻白眼，谁问你了？林梦雪摆了摆手，这个奖励就不用了。好了，先回去上课吧，还有一节课呢。你笑着说道。回到班级，这件事情的讨论声都不小，不过随着你俩进入班级，声音都压了下去。这些人的目光带着浓重的兴奋和好奇，真想冲过去质问两个人这件事情的细节。而坐在后排的于苗苗，此时大脑已经一片空白。完了完了，周莹莹肯定会把他供出来，到时候父亲过来，回家少不了一顿打。而且这件事情校领导都全知道了，对他们的处罚只会重不会轻。想到这里，他害怕恐惧的情绪不停地滋生，身躯已经止不住地颤抖了起来。这节课因为老师要判卷，所以变成了自习课，大家也都开始忙碌起自己的事情。梦雪，你刚才好厉害，没想到你居然还有这一面。唐文可看着你，眼神中都带着小星星。没什么的，他自己做这种恶心人的事毁我声誉，我也只是反击而已。弹得太漂亮了，你要是个男生，我都不敢想有多可靠，都想托付终生了。你不禁流汗，我还真是男生，这是不是说明我还是挺可靠的？这节自习课自始至终都没有见到周莹莹，而于苗苗中间也被叫走了。你和林梦雪两个人心里清楚，这俩狼狈为奸，这次一个别想逃掉。这节课过得也很快，铃声刚响，班里就有几道身影窜了出去，奔向食堂。走读生则是不慌不忙，收拾好东西可以慢悠悠的走。我先去抢饭了，明天见。张翔挥了挥手，飞快的跑了出去。而你、林梦雪、金白三个人都是走读生，放学到校门口倒是可以一起走一段路。你们要一起考哪一所大学啊？金白好奇的问道。洛城大学。两人异口同声，金白点了点头。可以啊，我跟未婚妻商量一下，跟你们考同一所大学好了。你抓了抓脑袋，张翔好像有点费劲。林梦雪摆了摆手，洛城学校有很多，张翔成绩肯定能考到这里的大学。如果他想的话，我们在一个城市倒不是什么难事。金白微微摇了摇头，到时候问问他吧，我看他的样子，对唐文可还有点留恋呢。林梦雪叹了口气，这我们也没办法过多介入，能不能走一块，看他们自己。到了校门口，金白挥了挥手，那我走了，明天见。明天见。两人挥手，开始走在回家的道上。黄昏时分，太阳沉向地平线，天边的云彩映着淡淡的橘红，如云烟画卷。林梦雪拿出手机对着黄昏，咔嚓，你眼睛微亮。这黄昏确实比平常的好看些。这不是重点。林梦雪拿着手机对两个人的影子拍了拍，你有点疑惑。重点是影子。林梦雪翻了翻白眼，重点是我要发朋友圈。她捣鼓了一下，两张照片配上了文案，放学后你和我的影子，后面配上了刚才手机拍下的照片。你刷了下朋友圈，看到两张图片后心底荡起一阵悸动，你点了个赞，随后再点开评论。没错，就是本人。林梦雪看了看你，先跟你说一下，这条动态我小姨和我妈都能看到哦。你耸了耸肩，没事，这俩人又不能吃了我，我不怕。你还不知道吧？我妈今天要回来，我也是临时知道的。林梦雪再次说道。什么？你已经本来有个林婉清就不好对付了，天天微信发消息，现在林梦雪的母亲回来，有点应付不过来啊。想到这里，你有点汗流浃背。林梦雪翻了翻白眼，怎么怕了？咋可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问就是纯友谊。考同一所大学，你强装镇定，不怕就行。这次2模有信心吗？能考多少？有的，差不多610吧。多了你也不敢说。
还行。那你还记得上次我说的奖励吗？林梦雪脸上突然荡起一层红晕，她在不停地捏着手，看起来有些紧张。记得呀，不过分不是还没出来吗？这个奖励你还挺期待的，不知道小富婆会给自己安排什么奖励？是还没出来，但你既然有自信，提前给你也不是不行。你喜？真的？自然，看来你想要。林梦雪盯着你，看着自己曾经的绝美容颜。奖励这东西肯定想要啊。唐文可他们说我们之间是纯友谊，那你觉得这种说法好吗？纯友谊吗？你想了想，干巴巴道，还行吧。你也说不上来好不好，毕竟两个人还没确定关系。我觉得不好。林梦雪强硬地说道。我觉得应该变质一下。你有些茫然。变质是指哪方面？想着想着，一双手突然捧住了你的脸，你闭上眼睛，感觉自己的嘴唇被堵住，还没回味，又很快分开了，但残留的气息在不停地涌入鼻腔，你脸瞬间红了，心率直升150。你说的变质就是纯友谊变成纯友谊。没想到啊，林梦雪居然会搞这个，这还是那个高冷的校花吗？两个人对视，眼里含情，又像是来电了一样，再次凑近。虽然不忍心打扰你们，但差不多得了。一道声音突然响起，惊得两人差点跳起来。林梦雪满脸羞愤，可恶，谁这种时候打扰他们？不想活了？她目光看过去，顿时气焰全消，整个人已经傻了。老妈，你看到林梦雪一副呆若木鸡的模样，意识到这个女人就是她的母亲，顿时大脑一片空白。她妈妈回来不应该在家才对吗？怎么会在学校附近？林婉柔这时候表情有些严肃，她刚才在车上就看见了两个人的身影，所以下车走了过来。本来不着急的，谁知道上一秒两个人还在拍照，下一秒就开始嘴了。她看了看自己的女儿，轻吐一口气，先上车吧，去见一见江明浩父母。啥？你汗流浃背，这就要见父母了，是不是有点太快了？还没有一点心理准备啊？好。林梦雪现在有点木讷，思绪已经乱成一锅粥了。两个人跟在林婉柔后面，上了车的后排，一路上车稳得不像话。你从来没有坐过这么稳的车，而且车的名字还叫不上来。秘书小云开着车，通过后视镜有点好奇地看向林梦雪。总算是见到了这个能拿下大小姐的男生，看起来除了帅点高点，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林婉柔坐在副驾上并没有说话，只是靠在座椅上，有些出神地看着外面的景色。她回想起了上学时候的一些事，原本这些事都快忘却了，没想到有一天会再次翻出来。几分钟的时间，你们就到了你家所在的小区。一行人上了楼，来到了你家门口。林梦雪 CPU 勉强恢复了一些功能，慢慢推开门。好哥哥，你回来了，又带什么好吃的啦？江清瑶跳了出来，看有3个人愣住了，他脑子飞速运转。老哥太厉害了，居然带了2个女人回家，我被楷模啊！嫂子和姐姐好，请进。林婉柔看向江清瑶，微微一怔，这想必就是2个人的女儿吧？没想到小女儿都已经长这么大。瑶瑶，叽里咕噜说什么胡话的？方梅从厨房走出来，以为江清瑶又要整什么幺蛾子，结果看到2个人愣住了。儿子，这是？他试探地问道。妈，这是我同学林梦雪，然后这位是她的母亲。哦，请进，请进。方梅自然知道学校的谣言主角就是你们俩，想来对方家长是来商量怎么解决这件事的，他也没有怠慢，连忙欢迎。不过看到林婉柔的时候，他神情有些疑惑，这面相怎么这么熟悉？林婉柔笑了笑，看着方梅，怎么了？认不出我了？你是林婉柔？方梅认出来了，她想起来了曾经上学时候的一位故人，说故人有点不合适，应该说是情敌。是我，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你还是这么漂亮。那都人老珠黄了。方梅谦逊道，她表面和蔼，但内心却如临大敌，情敌竟然都跑家里来了。江清瑶眼珠子在2个人之间转来转去，感觉气氛不对，罕见的没有开口说话。她觉得自己如果胡乱开口，可能屁股得被妈妈打裂开。林梦雪和你2个人跟人机一样，呆板的站着，怎么2个人的母亲还认识？真的假的？这时后门再次被推开。哎呦，家里来了不少客人。江红扫了眼，看向中间的林婉柔，你是林婉柔？咔嚓，方梅手中的筷子出现了裂痕。江红耳朵轻动，瞬间意识到坏了，她脑子飞速运转，灵机一动，连忙转移话题。原来林梦雪是你女儿啊！哎呀，以前怎么没想到，你女儿生的真水灵，这年纪比你当年还要漂亮啊！更奇妙的是，你女儿跟我儿子走这么近，咱们以后也算是亲家了。林婉柔笑了笑，亲家，说此事还为时过早，咱们也算是老同学了，不聊聊吗？方梅有些犹豫，聊，自然要聊。本来出去吃饭最好，可家里的饭已做了一半。没关系，这么多年过去了，尝尝老同学的手艺，不比饭店吃饭要好吗？江红轻咳一声，来，你们先坐，我和媳妇做饭。说着，他便赶快逃离了这里。你和林梦雪2个人基坐在沙发上，看着父母对话，感觉3个人之间有不少故事啊。江清瑶也悄悄坐到了你旁边，然后戳了戳你的胳膊。嫂子，原来咱们家长都认识啊，这回是要商量订婚吗？你脸一黑，这丫头，林梦雪母亲还在旁边呢，你是真敢问呀？不是，应该是我们在学校出的事情。哦，妈妈说是传谣言什么的，对你们影响好像挺大的。江清瑶露出一脸担心的表情。放心吧，这件事情我们自己已经解决了，并没有吃亏。传播谣言的人不光会被谣言反噬，
还会受到校方的制裁。林梦雪缓缓说道。解决了。林婉柔稍微有些疑惑，意识到妈妈还不知道今天下午的事情，林梦雪索性跟林婉柔慢慢说了起来。林婉柔听到后有些惊讶，她本以为这件事情需要双方父母出面解决，但是没想到两个人竟然通过自己的方法将此事解决了，她很是欣慰。你们做的不错，让我都有些刮目相看。哦，老哥和姐姐都好厉害，要是我，估计会锁在房间，连门都不敢出。你看了一眼江青瑶，有些不信。要是你，估计早就上去对峙，开始揍人了。一番闲聊下来，你发现林婉柔并没有那么难说话，反而意外的好相处。江红在厨房则是有些苦，她被方梅捏了好几下腰。别捏了，媳妇，这是咱未来儿媳妇的母亲，你总不能拆散他们吧？我自然不能拆散他们，但我得好好提醒你，林婉柔以后可能是亲家，你们要是死灰复燃。开什么玩笑？我江红要是干出那种事情，直接一口撞死算了。哼，好好做饭。很快一桌子菜就上好了，6个人坐上去显得有点挤，不过勉强能够坐下。吃饭的时候，林梦雪把今天下午的事情又讲了一遍。江红和方梅知道后，内心也松了一口气，不再受谣言的针对就好。后续就看校方什么时候联系我们了，这件事情能够完美解决最好。林婉柔缓缓说道。尤其这还是临近高考之前，如果这俩孩子没能这么好的解决，不知道影响会多大呢？绝对不能轻易放过那2个传谣言的人。方梅对这2个人恨极了，都是同学，怎么能有如此恶毒的心思？林婉柔点了点头，她跟方梅的看法一样，尤其她就林梦雪这么一个宝贝女儿。此事我们等待即可，而另一件事，我觉得可以和你们先提一提。林婉柔想了想说道。什么事？方梅有些好奇，难道是2个孩子订婚的事情？我的公司有个科技产业，最开始是专门为军方做无人机这方面的。这几年公司发展壮大，分出一块开始做民用无人机。做民用无人机对我们不是什么难事，但是想要销售出去却比较难，毕竟市场上的份额都被那几家公司占着，想要分一杯羹不容易。而恰巧江红就是做这一方面的，之前还是主管，现在处于失业状态。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契机。方梅眉头轻挑。所以你的意思是？林婉柔轻轻一笑，没有遮掩。想让你老公来我手底下做事。饭桌上针落可闻，沉默使气氛变得更尴尬。你还不知道江红失业的事情，但现在也不敢多问。方梅面无表情，但手中的碗在颤抖，感觉快要碎掉了。以前的情敌当着她面说出了这句话，不管有意无意，在她看来都是挑衅，就好像当着她面在说你老公以后是我的了。江红低头看着碗，额头出现了细密的汗水。不过她能听出来，林婉柔只是想招她做无人机销售这一块，没有别的意思。但是她想起了上学那会儿，林婉柔拿钱砸她的时候，真是可恶至极。想了想，她打算委婉拒绝。我觉得我替他同意了。这江红人傻了，眼神茫然地看着一旁的妻子。方梅的脚此时已经放在了她的脚背上，狠狠地碾压，痛得她脸皮不停抽动。方梅轻笑一声，不过你也知道，我老公在这方面比较强，所以他可是比较贵的。薪资不是问题，就算江红之前所在的公司直接买下来，也都是小意思。不过没那个必要，一条破船买回来也得修修补补。倒是船上最值钱的就是江红和他带出来的团队。你的意思是想要让我把团队也带过去？林婉柔耸了耸肩。是，团队的组成是个费时费力的工作，如果能直接挖过来一个成熟的团队，公司愿意做这种事。拉团队成员这件事后面再联系，我需要去问薪资的话是怎么算的？江红有些好奇。年薪100万。林婉柔没有犹豫，直接开出了一个江红不知道怎么拒绝的薪资，而且是税后。林婉柔再次开口，江红轻吐口气，她好像幻听了，听到了上学时林婉柔拿钱砸她的声音。不过业绩肯定也是有要求的，如果没达标，你的薪资会降。如果无人机卖不出去，这个部门也会被砍掉。虽然是老同学，但公司有公司的考虑，这你能理解吧？这我自然能理解，放心吧，我会凭我的实力拿到这样的年薪。行，既然你有信心，我回头叫我秘书加你个微信，有事你问他就好。林婉柔说完喝了口果汁。忘了问了，公司在哪儿啊？是不是在外地？方梅忽然问道。林婉柔点了点头。公司在洛城，不过江红上班也不需要打卡，本身他这份工作就会往外跑，只要业绩达标，他就算不回公司都行，所以你可以放心，不会耽误你们夫妻感情。方梅点了点头。这还行。而你现在才终于搞清楚林婉柔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原来是老同学啊，命运真是奇妙。饭桌上后面氛围好多了，方梅也来了兴致，与林婉柔谈曾经的趣事。江青瑶睁大眼睛，耳朵竖得直直的，她最爱听父母曾经的事了。吃完饭闲谈一会儿后，林婉柔就带着你回家，她还有些事情要跟自己的女儿交代。叮，验证成功。你指纹解锁了之后推开门，林婉清此时坐在沙发上，晃着玉腿在刷抖音。她听到声音转头看向门口，表情有些欣喜。姐，你终于回来了。婉清自信管理玉珍饭店，有遇到什么问题吗？林婉柔笑着问道。没有啊，在我的管理下，公司季度收益反而增长了不少。那些人当初还嘲讽我不会管理，我呸，我管的不比他们好。
一群猪也敢对天才少女指指点点。林婉清突然傲娇了起来，不过语气也有点撒娇的意味。不错，干得很好。林婉柔欣慰，她知道林婉清拎得清这些，所以当初没有犹豫把饭店交给了林婉清。哪有，还不是姐姐给了我机会。好想你啊，姐姐。等梦雪去了洛城大学，我是不是也就能去了？林婉清挽着林婉柔胳膊坐在沙发上，脸也很自然地靠在了肩膀上。林婉柔摸了摸林婉清的头，自然，到时候你住我的别墅里就行。你看着张了张嘴，要不是知道是姐妹，还以为林婉清是林婉柔女儿呢。对了，姐姐，梦雪最近跟一个男生走得很近，你劝劝她。这个世上哪有好男人呢？我活了25岁都没遇到，他活了18岁就能遇到。林婉清突然说道：“你无语，不至于这么针对吧？好男人又没死绝，只是你没遇到。”好了，这种事情由他自己来就好，我们过多的干涉只会给他压力。再说，我都已经去了男方家一趟了。啥？林婉清大惊，姐姐居然已经杀到了男方家里，这么一看自己好弱，花了1万加了个联系方式，结果人家一直爱答不理。突然她心里有点挫败感。不过你的担心也不是没道理。梦雪过来坐，你乖乖的走了过去坐下。林婉柔拉起你的手，语重心长的说道：“梦雪，我不反对你谈恋爱，但是我更希望你的恋爱关系是健康的。虽然江红芳梅是我的老同学，他们两人儿子的人品多半没什么问题，但你自己要多注意，如果有问题，切记保护好自己。还有，在高中毕业之前，我不希望你们有过多亲密的接触。你能明白妈妈的意思吗？”说着，林婉柔叹了一口气：“梦雪，你可能觉得妈妈管得多了，但是我曾经的经历让我没办法不担心。那时候我也年轻，毕业1年管理家里产业，在结婚前，也就是23岁的时候怀了你。可是，在最需要他的时候，他背叛了我。”这件事林婉柔没有仔细讲其中的细节，但从她的神情上可以看出来那抹哀伤和担忧。你眼神微变，原来林梦雪母亲还有这样的经历，怪不得从来没听过她提起父亲，也从来没见过林梦雪父亲的照片。这也能理解了林婉柔对于女儿的爱会稍显沉重。妈，你放心，我有分寸。我们其实还没有确定关系，更不会做出出格的事情。我们之间对于确定关系一事也很谨慎。你郑重地保证着，让林梦雪母亲安心。林婉柔摸了摸你的头，你这样说我就安心了。你也没有反抗，只是内心感觉稍微有点沉重。谨慎是好事，而且还有小姨在试探他。如果他心怀叵测，我直接阉了他。林婉柔轻笑，那也得找人阉割，你亲自动手岂不是脏了自己的手？林婉清点了点头，确实。你不知道说啥了？你们这样在我面前大声密谋，真的好吗？对了，这周末相亲你准备好了吗？林婉柔问向林婉清。自然，到时候梦雪会带着那个江明浩一块来。行，那你们自己做好防备。这次相亲我本来想拦着，但是老头子那边直接答应了，答应之后也不好反悔，只能麻烦你跑一趟。切，那老头但凡干点人事儿，咱姐妹也不至于这过年回去看他，还不认梦雪。等他入土了，我怎么着也得去他坟头蹦2天。对于老头子2个人很早就有意见了，这也就导致2姐妹都不喜欢回到林家。梦雪，今天有点晚了，你先去洗漱睡觉吧。林婉柔轻声说道。好，那我回房间了。你乖乖听话。你也看出来了，林梦雪家里不简单，里面的利益关系很复杂。于是你也没多想，回到卧室便扑在了柔软的大床上。叮咚，手机响起了提示音，你拿起来看了看。张翔大晚上在宿舍不睡觉，怎么还在小群里发消息？你看了一眼张翔发的消息，上面写着女生喜欢的几个暗示，这标题引起了你的好奇心，于是你开始往下看。1. 消息已读不回，是因为害羞的情绪让他紧张，导致不知道该如何回消息。2. 怎么约都约不出来，是因为担心自己的样子不够完美，怕你从此讨厌他，彻底离他而去。3. 不跟你处对象，是因为女生想要多听听你的告白。4. 删除拉黑你，是因为女生害怕自己感情陷入的太深，无法自拔。你从头看到尾，差点看笑了，于是开始回复张翔。骗骗哥们就得了，别把自己骗了。怎么会？我觉得讲的很有道理。这不会是你安慰自己写的吧？胡扯，就跟你们分享一下，弄点乐子。清白，来张腿照看看。你把我当什么了？你丫的不会拿我照片冲吧？开什么玩笑？我可是正人君子，谁干那种事啊？你回复。清白，大头估计想梦里跟你嘴呢。卧槽，变态啊！不要污蔑我啊！小群里又活跃了起来。在高3这种枯燥乏味的学习压力下，这算是为数不多的调味剂。聊着聊着，你又给林梦雪发消息，刚才她妈妈的忠告得跟林梦雪讲讲。林梦雪听到之后有些苦恼，谁能想到被妈妈撞见了蛙？那怎么办？难道要忍受2个月，就只能拉拉手？不是，你之前不是这样的。你的高冷呢？怎么感觉你比我还渴望？我可从来没说过我高冷，是他们自己传的。你看着这段话挠了挠头，好像是这样。但林梦雪平常的外表就是好冷的啊。妈妈说毕业之前不能太过亲密，那就是毕业之后就可以了。林梦雪问道。是的，不过在结婚之前不能太出格。懂，就是不能怀上是吧？你脑袋冒出一个大大的问号。不能太出格，是指这个吗？不对，我现在好像是被动的一方。
想到这里，你双腿紧了紧。第二天，你和林梦雪正常来到学校，谣言的反转让你俩不再成为主要的讨论对象，反而是之前一直默默无闻的周莹莹，搞得人尽皆知了。她的恶劣行为让许多人所不齿，所以谩骂声不少。9班的位置，李诗诗目光望向这里。诗诗快看，那个就是此次谣言事件的男主角，6班的江明浩，你应该第一次见吧？他好朋友在一旁说道。李诗诗微微摇头，应该见过不少次了。我昨天考完试，在楼道也看到他了。没想到已经见过了呀。那就好，这个男生还意外的有点可靠。他很帅，确实有点。没想到诗诗你还会夸男生帅。李诗诗看了2眼后神态消失，清冷的容颜略显落寞。原来已经有女朋友了，还是第一笑话。西西，你说死亡是什么感觉？李诗诗忽然问道。啥？诗诗你咋了？怎么问这个？是不是心情不好呀？没有，就是问问。人死了，应该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吧？这也挺好的。诗诗，你没事吧？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你不会喜欢那个男生吧？难道伤心了？李诗诗摇了摇头，她并不是因为这个事情生出死亡的想法，而是对于未来不抱有任何期待，一眼望去尽是灰暗。那是怎么了嘛？诗诗，我有什么能帮你的吗？没事，我只是随便说说。按照父亲的计划，高中毕业之后他就会辅佐王子凯。不过他想，也许这一天不会来临。上午10点，于苗苗的爷爷奶奶和周莹莹的父亲来到了学校，而2位传谣言的人面色苍白地跟在身后。金明耀挑了个无人的办公室，将他们带了进去。同一时间，江红芳、梅林婉柔也来到了学校，双方的家长全都挤在一间会议室内。双方家长都走，这件事情的处理方式，学校已经连夜讨论出来。高中这最后2个月，你们会被停课，同时记大过处分，介入档案，跟随医生，还要写道歉信，最少1000字。至于赔偿精神损失等和签谅解说，这原本应该你们自行商量，但校方有给出意见，1人5万。于苗苗和周莹莹2人神色变得异常苍白，尤其是于苗苗，眼泪已经止不住的往下掉。她好后悔，她的父亲没有来，只能联系爷爷奶奶。可是爷爷奶奶种了一辈子地，又能攒有多少钱？老师呀，我们家苗苗也意识到错了，他父亲不管他，没好好教育他，才让他做出这样的错事。我们在家里也狠狠地批评他了。还有这个赔偿金额，我们一时间真拿不出来，只能够拿出来32540多。于苗苗的爷爷佝偻着腰，声音虚弱地说道。于苗苗哭得更厉害了，她异常内疚，如果再选一次，她绝对不想和周莹莹有什么瓜葛。扑通，她跪在了地上。对不起，这都是我的错，一切的后果应该我来承担。我求你们，可不可以让我还这钱？我可以打工，让我干什么都可以，求求你们了。苗苗没事，别哭。于苗苗的奶奶眼眶略微湿润，伸出干枯的手掌，轻轻抚摸于苗苗的头。金明耀叹了口气，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他不好多说什么。江红想了想，扫了眼于苗苗爷爷奶奶佝偻的身影，才缓缓开口：你愿意一个人承担赔偿，我也愿意接受。这钱你可以慢慢还，不过得签一份协议。还有就是你要向我儿子和林梦雪当面道个歉，能做到吗？于苗苗擦了下眼泪，连忙点头。可以，我可以。那就好说，我们也不会刻意为难。你先起来吧。方梅起身拉着于苗苗，于苗苗这边解决了，剩下的就是周莹莹那边。她原本黑黑的脸色透着一股苍白，眼神暗淡，不过她并没有像于苗苗那样嚎啕大哭。那你这边的赔偿也要慢慢还吗？林婉柔看向周莹莹的父亲，她父亲全程沉默，一句话也没有说，眼神中带着淡漠。那就不用了，赔偿我现在就可以给。他声音沙哑，像是一潭死水。他能够拿出这些钱，不过也有些心痛。谈话都很顺利，于苗苗和周莹莹也都认罚。你和林梦雪被叫到办公室，接受了2个人的当面道歉，此事也算是彻底告一段落。不过这赔偿的钱，你父母和林婉柔合计了一下，打算留给你和林梦雪2个人，他们不太需要这些钱，给孩子或许能够发挥更大的用处。于是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你的银行卡账户多了2万5。没有了谣言的影响，你和林梦雪的生活慢慢平定了下来。周五下午，林婉柔要走了，你和林梦雪放学后一块目送她。梦雪不用伤心，等你高考完，我们就能够一块去洛城了。林婉清摸着你的脑袋，你有点抗拒，毕竟林婉清也就比自己大7岁。小姨，你家已经给我们清好了吗？你问向林婉清。当然，已经对老师说好了，还有你的。林婉清眼睛微眯，看向林梦雪。林梦雪感受到了一丝丝敌视的目光，心中微叹。小姨呀，我才是你的亲外甥女，真对错目标了。你到时候可别不来。林梦雪耸耸肩，放心吧，我肯定会来的。你既然不想这次相亲成功，我也会帮你。那最好不过。林婉清也没有拒绝。好啦，就这样各回各家吧，我们周日相见。夜晚小群里再次响起了消息，是张翔发的。我今天看见唐文可跟一个不认识的男生走的好像比较近。明浩，你知道咋回事吗？你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不过想一想，今天有一节课间确实没有看到唐文可，不知道干啥去了。我也不知道，要不我让林梦雪问问。算了，有可能只是朋友呢，估计是我多想了。
大头，你是不是还有念想呢？我劝你趁早断了。哪有，我就是好奇问一问罢了。他不喜欢我，我自然不可能还去纠缠。收心，专心备考，到时候考个离洛城大学近的学校，我们还能一块玩。没问题，我已经开始向往大学的学姐了。是不是小梦你嘴个大学学姐啊？我去，蛔虫啊你怎么知道的？你就那点心思，太好猜了。不说了，我要睡觉了。晚安。周日上午，今天你又睡了个懒觉，直到林婉清拉开窗帘，才模模糊糊地睁开眼睛。梦雪，该醒醒了，洗洗脸，刷刷牙，吃点东西，得出发了。你摸索了下手机，看了一眼，发现时间已经10点多了。起床洗漱之后，你挑了件米白色的短袖和裤子，外加一件淡蓝色的外套。林婉清还给了你一个墨镜，喏，戴上这个才符合我们家梦雪的气质。你戴上看了下，确实有点感觉，自己看了都想亲一口。梦雪，到了地方之后呢，我们先分开，你们在远处观察，我先亲自会会他。吃饭的时候，我会挑一个空位比较多的地方，你和江明浩就到隔壁吃饭，有情况我们微信发消息联系。林婉清说着自己的计划，你点了点头。好的，一切听小姨的。林婉清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后嘴角勾起不屑的笑容。我已经打听到他的一些事情了，家里那边都传他是个好男人。我呸，他跟那猪圈里的种猪有什么区别？肮脏下流。你双手在两边扶着墨镜边框，认同的点了点头。就应该狠狠羞辱这样肮脏下流的人渣。没错，还有家里那些人，谁在强烈撮合我可都记得呢。咚咚咚，敲门声没多久就响起了，林婉清亲自去开了门。可算来了，好了，不多说了，我们准备出发。今天我倒要看看这个相亲对象能整出点什么幺蛾子。玉珠广场人来人往，由于周末的原因，这里的人流量达到了顶峰。你和小姨往那里一站，简直太吸引人眼球了。美女，你们要去吃饭吗？一个面容看起来干净，但身高稍矮的男生拦在了你们面前。别等等！林婉清一眼就看出了他的目的，直接大声呵斥。男生皱眉，你有没有礼貌？砰！他被一把推开。林梦雪站在前面，1.8米的个子，在这个男生面前看起来稍微有些压迫感。让你别挡道，听不明白？广场人这么多，就你喜欢挡别人道？男生转头快速走了。小姨，看来咱们两个还是太吸引人了。你轻声说道。你和江明浩先走吧，我们暂时分开。那个人应该也快到了。说完，林婉清看了眼林梦雪，目光略微有些诧异。还行啊，起码敢站出来，比我之前谈的那个懦夫好多了。不过人到底行不行，还有待考验。和林婉清分开后，你和林梦雪来到距离他10米左右的地方。今天阳光有点刺眼，我也想戴墨镜了。林梦雪说道。你把墨镜摘下来递给了他。那给你。不用了，你戴吧。一会儿看看步行街有没有眼镜店，到时候买一个。好吧，不过跟你小姨相亲的人是谁啊？你好奇地问道。是郑家的人，名叫郑辉，22岁，目前刚大学毕业。传过来的信息说他是一个很优异的人，具体怎么样就不知道了。好像来了。林梦雪提醒道。你的目光顺着看过去，只见一个男人1.75米左右，面容白皙，身穿黑色西服，看起来还挺绅士的。双方家族的人早就发过照片了，气质容颜都记得，所以两个人一眼就能认出来。郑辉此时面色带着灿烂的微笑，他手捧着嫣红的鲜花，一路小跑到林婉清面前。你好，你就是林婉清吧？我是郑辉，幸会幸会。他伸出右手，看起来想要握手。林婉清瞥了一眼，没有伸手。不好意思，习惯性的伸手了。每次商业谈合作都会这样，都养成习惯了。实在不好意思，这鲜花是刚摘的，送给你。郑辉将手中的鲜花递向林婉清，不少路过的女生双眼放光。如果是这样一个大帅哥给他们送花，肯定会同意。林婉清却没什么感觉，花而已。他如果想要，家里每天都会充满了盛开的花朵。哇，这花好漂亮啊！一个小女孩惊叹，她眼睛水汪汪的，看着花充满了向往。林婉清看了看小女孩，轻轻一笑，接过花后递给小女孩。你想要的话，那就送给你了。郑辉神色一僵，这是几个意思？说拒绝吧，花也收；说同意吧，转头给了小女孩，委婉的拒绝吗？真的可以给我吗？小女孩有些犹豫，有些不好意思。你喜欢就给你了。谢谢姐姐，姐姐你真的好漂亮，我长大也想像你一样漂亮。林婉清揉了揉小女孩的脑袋，会的，你长大也肯定是个大美女。收到花后，小女孩开心的跑走了，和朋友分享花蕊的气息。这花一直拿着也确实有点麻烦，给小朋友也挺好。我看时间也中午了，刚好我没吃饭，要不先去吃个饭如何？我打听到这里有一家店很不错。郑辉很快就将尴尬掩饰过去，面容依然带着灿烂的微笑。哈，林婉清点了点头，随后两个人开始向步行街走去，而你和林梦雪两个人也偷偷摸摸地跟了上去。不过两个人的手不知道什么时候拉上了。餐厅内，林婉清和郑辉面对面坐下，这里可以直接扫码点餐，倒是很方便。你之前谈过吗？林婉清喝了一口水，郑辉摇头，自嘲地笑了笑。还真没有，
不怕你笑话，我之前跟一个女生关系很好，本以为能够走在一起，结果她说暂时不想谈恋爱，但万万没想到几天后，她却跟另一个男生告白了。这件事情对我的打击有些大，很久都没有走出来，甚至看到女生都有些不敢靠近，所以这也就导致我现在快23了，初吻、初拥等等都还在，也是最近家里安排相亲，所以想着试一试。林婉清脸色依然平淡，将水杯放下，眼神深处闪着一丝厌恶。此乃谎言。没谈过，那你现在想谈吗？他问道。肯定想啊，谁不想拥有一段美好的感情？只不过现在家里催得很紧，让我抓紧结婚。实不相瞒，我见到你的第一眼确实心动了，你的颜值和气质都是我平生仅见。郑辉声音略显激动。是吗？多谢夸奖。林婉清听着夸奖并没有愉悦，对于渣男的夸奖只会让他感觉到恶心。根据林婉清的调查，郑辉的感情史并不单纯，尤其是大学期间，仗着有钱，同时跟很多女生保持着暧昧关系，即便到了现在毕业，也依然有着联系。不远处，你和林梦雪坐下了，你们也饿了，一时间注意力放在了点餐上。你喜欢吃啥？看见想吃的说，我请客。林梦雪小富婆的属性开始展现，你连忙拒绝。不行，这次怎么着也得我来。最终两个人点好了餐，你抢着把钱付了。林梦雪终究是手慢一步，你手速怎么那么快？那是必须的。你自信地说道，随后目光一动，慢慢看向林婉清和郑辉那一桌。梦雪，你看那个男的感觉如何？林梦雪放下手机瞥了眼，肯定是个骚男人，不太正经。正常点男的谁喷香水啊？精心打扮自己，是有另有目的的才会搞这些东西。你认同的点了点头，确实像个烧鸭子。你把墨镜摘下来放到了桌子上，随后开始暗中观察。另一边，郑辉内心有些恼火，他讲了那么多话，面前这个女人总是敷衍的回答，要不是看她颜值高又有身份背景，他早就掀桌子了。他调整好心态，打算先不说话了。有几个女人发消息他还没回呢，不过他总觉得有人看他这里，于是抬头扫视，恰巧看到目光盯着他的你，瞬间他眼睛一亮，这女生颜值完全不输李婉清啊，她为什么要看我？刚才眼神还快速躲闪。想到这里，郑辉嘴角勾了勾，内心已经有了答案。他肯定喜欢我。郑辉原本恼火的心情瞬间变得愉悦，看样子和林婉清的相亲算是失败了，不过能收获一个更年轻的小女生也很不错。不过他的目光缓缓移向林梦雪，眉头微微皱起。这个男生和这个女生是什么关系？没有太过亲密，应该还不是情侣。而且这男生穿的一般，肯定没啥钱。分析到这里，他更自信了。如果能够创造个单独相遇的场面就好了。你扭头看向别处，这家伙不跟林婉清聊天，现在盯着我干嘛？下头，真下头。你沉思了一下，随后拿起了手机，开始给林梦雪发消息。你小姨那个相亲对象一直盯着我，我感觉他有问题。我觉得可以试试你和小姨一块去厕所，我看看他会不会过来找我。OK， 真是个渣男，他要敢动你，你直接用辣椒水喷他。林梦雪回复完，随后给小姨发消息。林婉清看到消息后稍微愣了下，随后嘴角勾了勾，她看向面前的郑辉，发现他的眼神果然在盯着别处。想到这里，她给外甥女也回复 OK， 随后她站起了身。我肚子有些疼，先去趟厕所。郑辉笑着点了点头。好的，林小姐您去，我在这里待着等你回来。林婉清轻笑一声，带我回来就是处刑你的时候。林婉清起身走了，林梦雪见状也起身走了，而郑辉此时内心窃喜，真是个好机会。待林婉清和林梦雪消失在餐厅厕所的拐角，郑辉知道时机成熟了，他慢慢站起身走向你。待郑辉走到面前，你才缓缓抬起头来。你好，小妹妹，现在在哪里上学啊？你顿了顿才张口。你是？郑辉温柔地笑了笑。忘了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郑辉，22岁，是郑家未来的继承人。我名下的房产有上千万，还有4辆豪车，都是100万级别的。这样说你能理解吗？你点了点头，没有否认。这家伙确实很有钱啊。我现在还在上高中。你平淡地说道。高中了？郑辉觉得问题不大，只要对方同意，不会有什么事情。对了，刚才看见一个男生跟你一块坐着的，他是你男朋友？你听后摇了摇头。不是我男朋友，他是我同学，我们之间是纯友谊。郑辉听到这里，嘴角勾了勾。这样呀，不如我们加个微信如何？这样的话，我们也能够经常联系。在郑辉走到你面前交谈的时候，林婉清和林梦雪就已经从拐角处探出了头。林梦雪鄙夷地看了郑辉一眼，果真是个渣男。哼，我早就知道他是个渣男了。这样也好，我能够直接拿到证据。林婉清拿起手机疯狂点拍照，拍了几张觉得差了点什么，开始录视频。你打算怎么处理？林梦雪问道。当然是要曝光，必须让这个渣男颜面扫地，还跟我面前说谎，真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林婉清录完了视频，看你那边还在僵持，眼珠子转了转，回头看向林梦雪。你跟林梦雪这段时间走这么近，是不是觉得她很漂亮？你觉得我和梦雪到底谁更好看呢？林婉清盯着林梦雪，目光含水，带着丝丝媚意，甚至还撩了下头发。林梦雪看着发烧的小姨，她真的很想说肯定是小姨好看，但现在她顶着的是你的身体，知道这明显是个陷阱，所以她说了句有些刺痛林婉清的话。你不
不及林梦雪的一根。林婉清原本带着媚意的表情僵住，随后嘴角抽动，她有点红温了。我不及梦雪的一根，我们明明不相上下，你眼睛瞎，瞎就去治治，下头男实在是太可恶了。真心话。林婉清不服地问道。我觉得你哪方面都不如他。林婉清脸色迅速涨红，银牙紧咬，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好得很啦，我记住你了。说完，他生气地迈着玉腿，怒气冲冲快步走向郑辉那里。然而郑辉的目光却依然在你身上。别不好意思嘛，只是加个微信而已。等你有时间了，还能够经常带你出去玩玩。你瞥了眼他没有回答，而是扭头看向旁边走过来的林婉清。郑辉顺着目光看过去，瞬间背后生出冷汗。林小姐，我是问问这个小妹妹，这家店里什么东西最好吃？他尴尬地说道。然而林婉清的目光冰冷，还夹着无穷的怒火。他是想要加我微信？你直接戳穿谎言。郑辉瞳孔一缩，他知道完蛋了。滚蛋，死渣男，令人恶心。林婉清一脚踹了过去，这一脚直接将郑辉踹飞了3米远，躺地上捂着胸口没起来。你张了张嘴，林家女人果然功夫了得。梦雪，我们走。林婉清拉着你的胳膊，一秒都不想待在这里。渣男已经踹了，但这不是令他生气的，令他生气的是不及林梦雪一根的那句话。你一脸懵，就这样被拉着走。饭还没吃呢，刚付了钱呀。车上，林婉清全程脸色不太好看，好像在生闷气。你全程一脸懵，也不知道什么情况。渣男不是已经成功赶跑了吗？为什么还是这么气？你想找机会询问林梦雪，但是一直没有什么机会。回到家后，林婉清怒气冲冲，一屁股狠狠地坐在沙发上，恰巧将一个小玩偶坐扁了。可她感觉还不解气，将小玩偶抽出来砸到地上。你满脑袋问号，什么情况这是？梦雪，突然林婉清有些委屈，可怜巴巴地拉住你的胳膊。你说我们是不是一样漂亮？我也不比你差哪里，对不对？你张了张嘴，咱俩有啥好比的？小姨，你怎么会比我差呢？我感觉你比我还漂亮，尤其是比我成熟，身材发育的比我好。如果是男生的话，肯定都更喜欢你呀。林婉清面色轻微舒缓，外甥女说的这些话她觉得才正常，就算她不如外甥女，也哪里有那么不堪？怎么会连一根都比不上？那梦雪，如果你是个男生的话，我们两个之间你会选谁呢？林婉清再次问道。你呆住了。不是姐们，你咋了？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啊？见你犹豫，林婉清心里已经有了答案。梦雪，我想一个人静静。那我回卧室。你赶紧逃离，这种问题太尖锐了。你回卧室之后，林婉清开始做深呼吸，调整自己的情绪。被一个男生贬低，她实在是气不过。冷静下来后，林婉清拿起手机开始寻找你的微信，然后开始发消息。好哥哥，我想看看你照片，你能发一张吗？你刚回到卧室，就收到了林婉清那边发来的消息。这个治好了也流口水，就这么想撩我，还是怕我不还话费跑吗？一天天有事没事就给我发消息，不上班的吗？我很丑，也很穷，所以照片就算了。如果你担心我转话费跑了，那大可不必。这点人品我还是有的。还有，请你不要再骚扰我了。我现在已经有喜欢的人，虽然还没有确定关系，但我们目前相处得很好。你在我心里比不上他，甚至不及他的一根汗毛。所以，就这样吧。发完消息，你就将手机扔向了一旁，随后开始学习。这次2模的题目有几道完全不会做，还需要看一看。林婉清在客厅收到消息后，嘴角疯狂抽动，她恶狠狠地咬着牙，怒气值已经拉满了。她跳起来，手臂猛甩，将手机往沙发上猛砸。山河一中晚饭时间，张翔并没有着急奔向食堂，他看向唐文可，脸色略微有些沉重。他在等那个人会不会出现。自从2次模拟考试完了之后，他看见唐文可和另一个人走得很近，他抿了抿嘴，希望那个男生仅仅只是普通朋友。如果有神明，一定要倾听我的祈祷啊！我愿意献上金白的女装照，请一定不要出来个男生把文可抢走。张翔闭上眼睛，内心暗暗祈祷，他希望自己和唐文可之间还能有机会，哪怕是一丝丝。当他睁开眼睛，恰巧发现一个陌生的男生从前门走进来，他面容带着微笑，像是进自己班级一样。你怎么来了？唐文可抬头问道。瞬间张翔心中一紧，难道上次借的笔记忘还了？喏，还给你。宋元将手中的笔记还给唐文可，唐文可接到后甜甜一笑。怎么样，有收获吧？宋元笑了笑，自然。看了学霸的笔记之后，收获可不小。张翔微微松了口气，原来只是借笔记呀。不过这个男生以前从没见过唐文可跟他说过话。他站起身打算去吃饭，看着唐文可在跟其他男生聊天，心里多少有点吃醋。我哪里算得上学霸，跟孟雪比差远了。唐文可谦虚道。宋元笑了笑，那可是学校的风云人物，我们不比这些。饿了，一块吃饭去吗？好呀。唐文可没有任何犹豫，直接答应了。他
他拿着饭卡站起身，跟宋元并排走。张翔愣在了原地，身躯轻微颤抖，眼眶开始湿润起来。他坐下来，右手捂着心脏，原来心是真的会痛吗？他趴在桌子上，像是全身没有了力气，周围的氛围都像是变得阴郁。不知道过了多久，突然他空白的大脑像是触电了一样，有一道思绪闪过，不能这样，我要快速调整状态。高考临近了，我还在想什么呢？他挣扎着起身，走向学校的超市，买了2个面包，在操场上边舒缓心情边吃。他看着渐渐阴沉的天空，像是他的心情一样蒙上了一层阴影。如果他能跟喜欢的人在一起，不是也挺好吗？张翔自语，随后将面包啃完。高中而已，青春远远没有结束，他还有大学。手中的塑料袋被捏得变形，他下定决心要努力学习。晚自习，张翔全程沉默，他忍着心中阵痛，强行让自己去看题写题。下了晚自习好一会儿，他才开始往宿舍走。没想到恰巧在路上看到2道身影走得很近，那是唐文可和他不认识的那个男生。他扫了眼，没有停留，打算抓紧洗漱睡觉，保存好精力用到第2天的学习上。晚上他拉肚子了，不知道那面包是不是有问题，他连忙跑向厕所，却发现坑位满了，只能够往楼上走。还好这里没满，这才蹲下，舒缓的释放。元哥，最近处得怎么样？还行还行，意外的很简单呢，是个 easy girl。隔壁传来的声音让张翔皱了皱眉头，这声音有点耳熟，像极了吃饭时跟唐文可一块走的那个男生。嘿，还得是元哥啊，这女生是一撩一个准，我们都快羡慕死了。哈哈，别说屁话，哪有你们想的那么容易？只不过这个女生比我想的还要单纯，所以才意外的让你们觉得简单。但凡有点心思，我现在估计手都拉不上呢。听到这里，张翔心里凉凉的。手都已经拉上了吗？我暗恋了唐文可3年，都没有丝毫进展。人和人之间的差距这么大吗？不过好像也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了。反正唐文可也不喜欢我。当是简单的话，那元哥岂不是用不了多久就能去开房了？嘿嘿，谁知道呢？再说吧，先撤。随后就是窸窸窣窣的声音。张翔这时候也把门打开了，他要看看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最近跟唐文可走得近的那个人。宋元从隔间出来，打算走去洗手，发现前面的隔间突然打开了，挡了他的路。他望向里面，2个人对视，脑瘫吧！宋元骂了一声，随后绕门走过去。张翔沉默不语，拳头紧握。这个人不像是好人，他想要立刻去警告唐文可远离这个男生，但是这样做好像会被对方讨厌吧。他想了想，觉得不行，连忙跑回宿舍，准备在你们的小群里寻求帮助。你好，金白，我碰见那个跟唐文可走得近的男生了，他不像是好人，我该怎么办？张翔将刚才发生的事情简单讲了一下。你看到消息后略微皱了皱眉。如果张翔说的是真的，那这个男生确实不像什么好人。你怎么想的？是我们一块劝此事，还是我先让林梦雪去打听打听？张翔想了想，先让林校花打听打听吧，麻烦你了。没事，小问题。你回复完之后，就把消息截图发给了林梦雪。10几秒后，电话就响了。林浩，这件事情唐文可也没有跟我提，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不过之前按摩考试的时候，唐文可不是脚扭了吗？我询问他情况，他说被一个白马王子带去医务室了。莫非这个男生就是这个白马王子？你张了张嘴，这也算白马王子？按张翔说的，这男生可不是啥好人啊。要不你问问唐文可啥情况？说实话，我感觉有点移情别恋太快了。唐文可不像那种人。可张翔也不会拿这种事情撒谎，怎么着也得让唐文可注意一点。好，我这就去说。哥哥，你现在那么有钱，施舍给妹妹一点好不好嘛？林梦雪刚打算问唐文可，结果江清瑶就跑进来缠住了他。小魔头双手不停地摇着林梦雪胳膊，他刚听老爸说将赔偿的2万5都给了儿子，瞬间2眼放光，直接就跑了过来。林梦雪白了江清瑶一眼，你才多大，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就300嘛，也不多嘛，好哥哥。江清瑶继续撒娇。林梦雪想了想，可以给你，倒是可以给你，但是你每周打扫卫生的时候，得顺便也把我房间打扫了。300块你就做8周，怎么样？好耶，最爱你了，好哥哥，么么哒。江清瑶直接给林梦雪来了个飞吻。林梦雪无奈笑了笑，我微信转给你，你先回去睡吧。好的，那我就回去啦，好哥哥晚安。江清瑶开心地退出了房间，顺带将门关好。林梦雪拿起手机给你转了300块，发了个将钱转给你妹妹的消息，你打了个问号发了过去。林梦雪便将刚才的事给你解释了一下，你没收钱，自己给妹妹转了过去。林梦雪也没说什么，现在要紧的是得先问问唐文可。她想了想，点开消息栏开始发消息。文可，我听说你最近跟一个男生走得很近，是真的吗？她以为要等一会儿唐文可才会回她，结果不到10秒，唐文可的消息就传过来了。是呀是呀，你咋知道的呀？我还准备挑个时间跟你说呢。林梦雪看出来唐文可充满了喜悦感，她很意外。唐文可这么快就喜欢上这个男生了吗？她还想着往下询问，结果唐文可已经忍不住开始跟她分享起来。梦雪，我跟你讲，这个男生好帅好帅的，我不是按摩的时候崴了一脚吗？他过来询问我，然后搀扶我到医务室。我跟你讲，他人真的超好，还一直询问医务室的老师，
考试会影响吗？有什么能缓解疼痛的吗？我当时在想，他肯定是我的白马王子，而不是金白那种混蛋。林梦雪看着消息，想要打字的手顿住了，怎么感觉唐文可有点恋爱脑？错觉吗？想了想，林梦雪打字回复：文可，那你们现在发展到哪一步了？也就拉拉手一块吃饭，还没有太过亲密呢。吃饭的时候差点被老师发现，吓死了。不过他成绩稍微有点差，我们可能不会在同一个大学了，但这也不是阻碍，只要我们在同一个城市就可以。这是已经开始想以后了，文可还是太单纯了，居然就这样陷进去了。文可，我觉得你还是谨慎一点吧，你对他的了解还是太少了，万一他不是个好男人呢？唐文可此时缩在被窝里，撅起嘴巴想了想，自从接触宋元以来，他人一直都很好，也会跟他分享一些有趣的事情。这几天聊天下来，他觉得非常开心。梦雪，不会有问题的，他人很好，怎么会不是一个好男人？我觉得你完全是多虑了。这话让林梦雪也不知道怎么说了，他只是个中间人，到底谁说的对的，他也不得而知。他沉思了一下，让唐文可早点休息，随后结束了聊天，接着就给你打过来了电话。魏明浩，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也不能急。现在唐文可很相信那个男生，我实在没办法直接说那个男的怎么样。虽然我相信你们，但是张翔所说的并没有直接的证据。你也明白了林梦雪的顾虑。没事，这种事情我们能帮尽量帮，早点休息，明天还要上课呢。好，我们什么时候再嘴一下？你大吃一惊。林梦雪，你变了，你怎么这么不矜持？有什么关系？反正我现在又不是女生，矜持又有什么用？你是要占我便宜？我拒绝。拒绝无效。梦里嘴巴，林大小姐。那是我的身体，你不能拒绝。求我，求求你了。第二天，新的一周开启，你和林梦雪以100米冲刺的速度跑进学校，就差一点点就迟到了。两人放下书包，回到班级的队伍里。唐文可拍了拍你，梦雪，你今天差点就迟到了。你勉强笑了下，起晚了。梦雪，你昨天好像不太相信宋元，要不我们早饭的时候一块吃，这样你也能接触一下宋元，到时候你就知道他人还是很不错的。你看了下唐文可，觉得他现在肯定是个恋爱脑。行，那就一块吃饭看一看吧，我给你把把关。要不把张翔和金白也叫上。唐文可连忙摇头，江明浩可以，他俩就算了，尤其是金白，不想看见他。你也有些尴尬。好吧，那就我们一块吃早饭。下了早自习，你招了招手，让林梦雪过来。林梦雪有些疑惑，咋了？就是见一见唐文可喜欢的那个男生，看看他怎么样。唐文可自豪地扬起下巴，见了你们就知道了，一会儿他就来了。虽然没有你家江明浩帅，但人还是很好很好的。你耸了耸肩，行，我倒要看一看他能有多好。2分半后，宋元径直向唐文可走了过来，脸上带着温柔的微笑。你来了。唐文可起身，笑意忍不住绽放出来。你和林梦雪同时看向这个男生，个头有1米7几，但是皮肤也太白了，看起来有点虚啊。林梦雪有点纠结，她觉得这个男生跟张翔差远了。宋元看了眼唐文可后扫了眼你，眼底闪过一丝惊叹。你们是文可的同学吧？我是9班的宋元。林梦雪瞥了宋元一眼，走吧，再晚点抢不到饭了。他就知道你肯定会被对方多看2眼。唐文可倒是没注意，他率先拉着宋元的胳膊，走走走，抢饭去，这次可得小心一点，别挨得太近，被主任或者校领导看见了。4个人走了，班里也有点窃窃私语的声音。没想到在临近毕业了，他们的班长居然跟一个男生快好上了。金白走到张翔旁边，拍了拍他的肩膀，还要发呆多久？不跟上去看看？张翔苦笑一声，我在想，我这是何必呢？为什么就是放不下？正常，有些东西时间都很难去消磨掉。走吧，吃饭。看你都这么瘦了，再不吃饭可不行。算了，我没胃口。金白眉头微皱，这可不行啊！他想了下，伸出2根手指头，2张女装照。你早说啊！走，吃饭。金白翻了翻白眼，走在了前面。他打算跟在几人后面，好好观察一下情况。食堂内，你们4人找了个位置坐下，开始吃饭。文可，你的脚腕现在已经完全好了吧？宋元有些关切地问道。唐文可笑着点了点头。对呀，已经完全好了。多亏了你及时把我送进医务室。为了感谢你，这个给你，是我很喜欢的 Q 版手办。你和林梦雪2个人看过去，那个 Q 版手办非常可爱，看得你俩都想要了。好看是好看，但我不认识。宋元笑着接过去，期间还有意地碰了碰唐文可的手。3月7了，这可是我很喜欢的，你可要收好。放心，我一定会保存完好的，不会让它受一点伤。宋元将手办放在桌子上，嘴角露出一抹不易察觉的坏笑。这就开始送我东西了，也太容易得手了吧？吃饭期间，宋元有意无意就会看你一眼，你虽然在极力规避，但宋元还是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再看一眼，戳瞎你！林梦雪突然冷声道。唐文可一脸懵，这是怎么了？宋元神色一僵，悻悻地低头继续吃饭。你俩也没当面回唐文可。
气氛一时间陷入了尴尬中。不远处，李诗诗目光呆滞。诗诗，你咋了？魂儿没了？太好睡啊！啊？啥？操场上，你和林梦雪、金白、张翔4个人走在一块。开什么玩笑？张翔捏紧了拳头。那可是3月7的 Q 版手办啊！他说过那是他最喜欢的手办，怎么会就这样轻易送人？金白拍了拍张翔，你想要，我可以给你买过来送你。不过按照明浩刚才讲的，那个宋元可不老实。你觉得我们该怎么做？张翔愣住了，他也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去做，直接揭穿吗？但是没有实质性的证据啊。证据，我来搜集吧。张翔面色凝重地说道。不过只能够麻烦你们先拖着唐文可了。不要让他陷入得太深。拖住唐文可这件事让3人陷入了沉思。按照唐文可现在这个进度，谁拖得住啊？忽然3个人的目光都锁定到了金白身上。金白察觉到了不对劲，都看我做什么？我不要面子的吗？金白哥哥，帮我一下吗？张翔拉住了他的手，喊得没有丝毫犹豫。金白连忙把手抽了出来，随后放到了张翔的头上揉了揉。叫声爸爸，我就去做。张翔眼睛一亮，当即张口，还没喊完，他的嘴就被金白捂住了。行啊，此事交给我吧。不过我只能够说尽量，你让我扯什么骚话可不行。太感谢了！张翔激动地搂住金白，你看着张翔，有些话很想说，但现在顶着林梦雪的身体不太合适。好了，该回去上课了。宁浩，有时候我真羡慕你，能得到林校花的青睐。张翔露出一脸羡慕的表情。不用羡慕，其实也没你想的那么完美。很多人都在煎熬中等待那个人，谁也看不见未来，不知道何时才能够等到。在这期间，也许会错过，也许会在一起。不管结果如何，有些事想做，总得去做，不是？林梦雪缓缓说道。你听到之后微微一怔，这番话让你意识到一个问题，林梦雪可能不是互换身体之后才对自己有好感的，原来她一直在等自己，这个过程想必也不好受吧。不过那灵魂到底能不能换回去呢？命运啊，拜托了，不然我只能像早上那样被动的被亲了。我明白了，宁浩说的对，有些事总得去做，我也不想留遗憾。9班的宋元是吗？我肯定会把他盯得紧紧的，直到他露出马脚。下定主意之后，张翔利用上午时间找了不少熟人打听这个宋元的往事，但是基本没人了解这个宋元，这也让张翔很犯难。所以课间时间他都紧紧地盯着9班的门口，可是一天下来都没有什么收获。下了晚自习之后，唐文可独自回到了女寝室，她兴奋地快速洗完漱就爬到了床上，摸出手机想要跟宋元发消息，不过她看到了另一条消息，让她忍不住点开，是金白发过来的，也是上次以6个点结束对话之后第一次联系他。最近还好吗？唐文可看着这些字牙齿轻咬。哼，现在知道联系我了，晚了，我已经另有喜欢的人了。问这干嘛？跟你 Moss 没有关系吧？就是看你最近跟一个叫宋元的男生走得很近，所以问一问。唐文可表情微微有些变化。难道他变心了，或者说后悔了？可我现在已经有宋元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好问的？我觉得我现在就应该给你拉黑。拉黑过分了，好歹同学一场，我也是出于同学的关心才问问你。得了吧，我看你是后悔了，你都已经有婚约的人了，现在过来问我是什么意思？我说了，出于同学的关心，我觉得你应该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不要被暂时的美好冲昏了头脑，越是这种时候应该越冷静才对。我很冷静，也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金白，这件事情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如果你联系我就是为了此事，那就到此结束吧。在金白询问的同时，张翔再一次跑到了楼上厕所，他打算待一会儿，看看能不能再遇到宋元。还真巧，宋元和几个人又跑厕所来了，不过这次不是屙屎的，而是来点蚊香的。还是利群好吸啊！我去，你少吸一口，就这一根了，快点，做完给我嘬一口。宋元嘬了一口后，享受地眯起了眼睛，烟慢慢地从鼻孔喷出来，一圈圈散开。元哥，今天跟那个唐文可关系搞得如何了？这周末能约出来开房吗？宋元听后笑了笑，一副尽在掌握的表情。不说100%，也有90%的几率。他今天都给我送礼物了，看唐文可的样子，似乎是他很喜欢的东西，叫什么3月7。按照这个进度，后面再聊聊骚开车，也就差不多了。到时候哥几个借我点钱啊！开了房，我估计就没钱买小雨伞了。几个人听后都露出猥琐的表情。放心吧，元哥没这钱了，我们肯定给你凑，就是麻烦你回来之后仔细给我们讲讲细节。行吧，我会仔细说说感受，还有他的姿态，有机会给你们拍2张照片也不是不行。那元哥可说话算话，我们可都想见见他。就是啊，别的不说，元哥你发个照片，1周的烟我给你包了。这话让在隔间的张翔捏紧了拳头，他肺快气炸了。这群人渣，居然在商量这种卑鄙龌龊之事，他们把唐文可当什么了？不过他看着手机，觉得这件事也已经稳了。这下唐文可怎么这也该相信了吧？他要当面揭穿宋元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行，这可是你说的，照片包我身上，
到时候肯定让你们看个够。那元哥，照片都能拍了，那视频？一个人露出了极其猥琐的笑容。你这么说也有道理，但是得2周的夜，你们觉得呢？好，就这么定了。几个人神色兴奋，脸上的龌龊完全不带遮掩。砰！张翔再也忍不住，将隔间门踹开。他恶狠狠地看着几个人，拳头紧紧捏着。你们几个够了，尤其是你宋元，一个不折不扣的渣男。唐文可不是你这种人应该碰的，早点离开他吧，你根本配不上他。宋元的眉头皱了起来。这件事情跟你没关系吧？我去6班的时候见过你，怎么？你在暗恋唐文可吗？我在说你们的事，扯我干什么？你们几个有一个算一个，我配！都他妈的是人渣！你他妈的谁啊？找揍是不是？一个人忍不住冲了上来，宋元直接拦住了那个人。他的目的不在张翔，而是唐文可。他有信心拿下，所以不想被人破坏。大家别冲动，兄弟有话好好说。一个女人而已，说实话我不在意。但你如果执意搞事，今天你别想出这个厕所。当然，你如果不搞事，那么我们就是朋友。宋元脸上带着邪笑走过去，搂住张翔肩膀紧了紧，这让张翔一阵犯恶心。而朋友就是有好东西要一块分享，给你看的好东西。宋元笑着从兜里拿出手机，点开照片，将其中一个放大。照片内唐文可穿着裙子踩在一片草地上，她脖梗白皙细长，上半身露出锁骨，一点细微的沟壑最为吸睛。你看这质感十足的锁骨，还有那一点点隐晦的沟壑，你难道就不想看看这裙子下是怎样的风景吗？这样吧，我看你也喜欢唐文可，等我搞定他后，你想看的照片视频我都可以发给你，怎么样？不收你任何东西哦，免费给你看。宋元手掌拍了拍张翔的肩膀，脸上的笑意更浓了。他觉得对方没理由拒绝吧，都这样给他分享了，已经很够意思了。然而张翔此时已经听不到周围的声音了，他的表情异常恐怖，双眼瞪圆，没有任何犹豫，他手臂抡圆，直接一拳砸了上去，将宋元打翻在地。你他妈把唐文可当什么啊？我操你妈！这一声怒吼之后，张翔像是失去了语言能力，喉咙只发出用力的低吼，拳头如同雨点般砸向宋元。宋元第一时间也被干懵了，没有丝毫还手之力。但是他的同学见情况不对，直接上了。有人搂住张翔控制他的胳膊和腿，还有人锁住他的脖子。但是张翔不管这些，他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用尽全身所有力量将拳头砸向宋元，让这个人渣付出代价，即便他最后会失去一切。只不过没多久，他的意识就开始模糊，缺氧让他的眼前变得漆黑。第二天上学的路上，林梦雪仰着头看着东方的太阳缓缓升起，等了好一会儿，你才迟迟赶来。看你的表情，他意识到你的心情不是特别好。昨天没睡好吗？不用担心，张翔已经送到医院了，应该是没什么大碍，休养一段时间就好。只是没想到张翔居然还有这一面。他要是怂了，估计就不是张翔了。别看他平时像个屌丝，但关键时刻从来不会掉链子的。走吧，我们去学校。张翔已经把录音发给我们了，该揭露那个无耻的人渣了。也不知道唐文可听见录音之后会怎么想。如果知道张翔为了他进了医院，会不会回心转意？不用他回心转意，张翔甚至不让我说这是他录的。他不想唐文可为他担心，他说让唐文可知道宋元是个人渣，远离他就行了。接着你话锋一转，但他不让我说，我偏要说，付出了这么大代价，不说怎么行？如果做成这样还打动不了唐文可，那做再多也无用。林梦雪也没有去偏袒唐文可替他说什么，主要他也觉得这件事张翔做的真够可以了。我听你的，早操之后距离早自习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就这个时间找唐文可好了。你点了点头，我也这么想的，那就这么办，先去上学吧。等等，林梦雪忽然拽住了你的胳膊，你回头疑惑地看着林梦雪，怎了？今天是不是还没早安吻？你有些犹豫。你吻自己的身体还吻上瘾了，你不觉得有点别扭吗？还好吧，我觉得我吻的是你的灵魂，是更深层次的较量。别卿卿我了，就剩几分钟关校门了，放学之后时间不够你们交流的。一道声音打断了两人，两人吓了一跳，看过去发现是班主任金明耀。知道了，老师。林梦雪尴尬道，被妈妈碰见过就算了，怎么班主任还来一次？还好这次没亲上呢。你看向了金明耀，老师，张翔的事情会怎么处理？金明耀没回答，继续向前走着，两个人连忙跟了上去。怎么处理？当然要严肃处理。你内心一沉，难道是记过处罚停课1个月以上？这是很影响成绩的。张翔被打进了医院，那几个人屁点事儿没有，就那个宋元脸上有淤青。此事我已经告知主任了，主任罚那几个人不重的话，我就找校领导说去。金明耀一脸义愤填膺的模样啊，原来要严肃处理的是宋元等人啊！你挠了挠头，心情又好了起来。那张翔是不是伤好了就能直接来上课？当然，他还想躺多久？不知道现在是高3最后冲刺的时间吗？想偷懒，我亲自去医院交代去。很快你们就到了学校，回到队伍之后，发现唐文可神色似乎也不太精神。昨晚他跟宋元发消息，但是对方一直都没有回，他就胡思乱想了很久，都没有睡着。你拍了拍唐文可，文可，下早操跟我来一下，有件事情跟你讲。好，是
是跟宋元有关吗？是。好。唐文可应下了之后，扫了下自己班级的队伍，没有发现张翔。他意识到这件事情很可能不只跟宋元有关，还跟张翔有关。下了早操之后，唐文可站在原地等了会儿，发现金白、林梦雪和你3个人站在了一起。跟我们来吧。金白走近说道：“你们来到人少的角落。”几个人神色各异。金白清了清嗓子：“唐文可，也许你还不知道，昨晚发生了一件大事，张翔和宋元打架了。”你没想到金白直接把张翔点出来了，看来他也没听张翔的，不打算替他隐瞒。什么？唐文可一惊，这2个人都不认识，怎么会打起来？他知道张翔是喜欢他的，难道是因为宋元和他走得近的缘故？至于打架的原因，并不是张翔羡慕嫉妒恨，而是他发现宋元其实是一个人渣，所以他才为了你跟他动手，而结果是张翔躺进了医院。金白继续说道。唐文可一怔，宋元其实是人渣，张翔为了他跟宋元打架了，这样的信息让他大脑一时间乱掉了，不知道该怎么回。金白也没打算听他说话，他拿出手机，将张翔给他发的音频文件点开，这就是他搜集的证据。语音响起，内容就是昨天晚上宋元跟朋友的对话，每个字都异常清晰，不存在杂音。唐文可越听脸色越白，他娇躯轻微颤抖，内心已经止不住流露悲伤，眼泪流出来了一些，很快他就擦掉，强忍着不让眼泪流出来。他在哪个医院？唐文可又擦了擦眼泪，他有点止不住了。山河大学附属医院，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出院，不过你怎么也得去看看他。金白将手机收了起来。我知道了。唐文可低着头，他现在思绪很乱。张翔为了他做了这么多，让他感觉很愧疚。几个人没有多说什么，回到了教室，开始了今天的学习。只不过唐文可今天一整天都心不在焉，你没有开口去安慰，因为觉得安慰了没什么用，这件事得他自己面对。中午，唐文可趴在床上打开手机，发现宋元给他发了不少消息，包括解释为什么没回消息，发生了什么，还有就是抹黑张翔。他并不知道张翔手机中的录音，他以为唐文可什么都不知道，会相信他说的话，会站在他这边。唐文可扫了一眼，心中就升起了怒气，他手指点到语音，给我滚！死人渣！你让我感到恶心。后面是一连串的电报音，骂完之后，他将联系方式删除拉黑。对于人渣，他不会有任何留恋。室友听到他的骂声，也是面面相觑，他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唐文可犹豫了很久，才敢跟张翔发消息。在吗？此时张翔还在医院躺着，他头缠了一圈厚厚的绷带，身上浑身不得劲。叮咚，手机的消息提示音响了起来，他龇牙咧嘴的看过去，原本还疼的身体一下子仿佛变得好起来了。唐文可居然跟他主动发消息了。等等，下一刻他就意识到了不对劲儿。唐文可这时候不应该给我发消息啊，她应该跟闺蜜吐槽或者骂宋元人渣才对啊。难道他脸色一黑，肯定是金白和明浩把我泄露出去了。大爷的！想到这里，他开始回复不在。唐文可在宿舍一脸问号，不在你还能回消息？但他没有点破，而是小心翼翼地问道：什么时候在？回学校。什么时候回？不知道。唐文可嘴巴微微一撅，什么叫不知道？现在已经学会敷衍了。我知道你在山河大学附属医院，我想跟你见一面。张翔愣住了，内心又吐槽了一下金白和江明浩，怎么医院都说出来了？要不周五下午吧，你挑个地方。唐文可再次说道。张翔想了下回复，好，那就在文汇河旁边吧，以前周五放学我们几个经常去的地方。好，这几天你好好养伤。对了，给你安利几部动漫吧，这段时间如果你想看的话。张翔看到这段话后愣了下，然后拒绝了。不用了，这几天虽然要躺医院，但我打算好好看看习题。动漫高考完后可以随时看，现在他觉得不能耽误时间，要全身心扑在学习上了，学习才是大事。这几天上课，唐文可总是心不在焉，他老是走神，脑子里在胡思乱想。你也能看出来，这件事情似乎对唐文可的打击不小。刚好2模成绩出来了，前几名还是那几个人，但是因为你和林梦雪互换身体的缘故，分数下降了不少。对于这个分数，班里议论的人不少，都说是被之前的谣言影响了心态，所以才会降低了这么多分。000，当周五上午的最后一节课下课铃响起，班里的人就开始动了，又在学校憋了半个月，住校生已经忍不住想要跑出学校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唐文可只是简单的收拾了一下，他背起书包，打算去文汇河。要我们一块去吗？你问向唐文可要见面的事情，张翔已经告诉了你们。不用了吧？唐文可想拒绝，但金白这时候走过来了。还是一块去吧，我们不会打扰你们2个人谈话，谈完之后一块去吃个饭吧，庆祝张翔出院。我同意。林梦雪连忙附和，唐文可低下了头。那好吧。几个人收拾好东西之后，便一块前往文汇河。文汇河距离学校并不是很远，河旁边修了水泥路，还种有绿植，有些人没事就会在这里跑跑步。张翔此时坐在木椅上，拿着手机看着视频。几个人凑近之后，才发现他是在看数学的讲课视频。你觉得惊奇？大头被打之后是哪根筋条好了，居然这么努力学习。哎呀，我都说了我没事，你们咋都过来了？张翔站起身，他的脸上还有淤青没有下去，看着有点滑稽。你笑了笑，这不是担心你吗？怕我们打扰你们2人世界？张翔略微尴尬地挠了挠头。林校花说笑了。张翔，我有话跟你说，我们去坡下面的过道上谈吧。
唐文可有些结巴的说道。好。张翔点了点头答应了，两个人并肩走下去，后面3个人也安静的跟了上去。走到一半，唐文可忍不住停下来，回头看向3个人。你们怎么还跟着？我们下去比一比打水漂，对吧，明浩？金白看向林梦雪，林梦雪点了点头。没错，这次我将碾压金白。唐文可明显不相信，但他也没有驱赶。跟张翔下去之后，两个人继续往另一边走。就在这里吧，他们不会听到的。张翔脚步停了下来。唐文可低着头，手指紧捏，他内心多少有些紧张。过了一会儿，才鼓足勇气开口：张翔，这次谢谢你，如果没有你，我都不敢想自己后面会经历怎样的黑暗。真的谢谢你。唐文可说着给张翔鞠了个躬，这给张翔吓了一跳，连忙给他扶起来。没必要，没必要，不用行如此大礼。我们怎么说也是同学，帮个忙没啥的。唐文可被扶起来后，双眼略红，有泪水在打转，看起来有些可怜。你的伤还疼不疼？张翔听后哈哈一笑，早就不疼了，就是淤青没下去而已，都是些皮外伤，小事，不用担心。唐文可知道这只是张翔安慰的话，怎么可能会不疼？张翔，如果我们以后大学在一个城市，那我们就在一起吧。唐文可用力将这段话说出来，他没有说同一所大学，因为他知道100分的差距不是那么好提的，但只要在一个城市，每周见1、2面的机会还是有的。张翔听到这段话之后愣住了，如果是以前的话，他肯定立马就答应了，但是现在他已经看透了许多。文可，你好笨！唐文可愣住了，不知道张翔想要表达什么。张翔笑了笑，看向文慧和，他深呼一口气，嗓门大开：唐文可，你快笨死了，以后眼睛明亮点，别再被人渣忽悠了。他的吼声非常大，让不少人都开始侧目看向这里，目光中带着好奇。突然的吼声吓了唐文可一跳，紧接着他脸色就红了起来，一拳捶向张翔，不过用了很小的力量。你才笨！张翔开怀的大笑，他笑得很畅快，也该往前看了。玉珍饭店，5个人凑在一块吃饭，张翔胃口很好，硬是吃了3碗米饭，才满意的拍了拍肚子。金白斜了一眼张翔，吃这么多，别再给胃撑坏。不会。话说回来，金白，你这家伙还想要把婚约对象藏多久啊？到现在我们都没有见过一面，甚至声音都没听过。干嘛？我婚约对象又不在这儿上学，他在洛城呢。金白说着，嘴角忍不住勾起来。给看他照片，不给。金白连忙拒绝。你眨了眨眼，不给看照片，可以形容一下吧？金白听后思索了一下，很快就有了答案。他脸上带着笑意，缓缓开口：他简直就是天使。天使！在座的其他4个人满脑子问号，这形容可太模糊了。见其他人表情莫名，金白轻咳一声：等到洛城见到了，你们就知道了。到时候你们可能会比较惊讶，不过他真的是天使。众人唏嘘一声，看起来金白是真的喜欢婚约对象。众人吃完饭之后也就解散了。你和林梦雪走在路上，风吹的2个人很舒坦。我要去我家。你提议道。怎么突然想回去啊？肯定是要看到我妹妹，还有老爸老妈啊。今晚吃完晚饭我再回去，好久没吃老爸老妈做的饭了。林梦雪点了点头，也行。随后他又想到自己有段时间没看见小姨了，也不知道小姨最近怎么样了。对了，我小姨最近也没给我发消息，她在干啥？林梦雪有点好奇。内分泌失调了吧？天天在客厅砸玩偶，要不是能正常对话，我都感觉她是不是疯了。林梦雪感觉奇怪，上次的渣男不是已经解决了吗？而且后面还在家族群里对的那几个长辈说不出来话，难道怒气没有发泄完？算了，明天还是去看看吧。他不知道的是，林婉清看到他这张脸可能会爆炸。很快2人就到了你家，开了门之后，发现江红坐在沙发上摆弄电脑，甚至没关注门口。儿子回来了，休息休息，吃点水果吧。好的。林梦雪答应一声，然后从桌上拿了根香蕉给你。你走进来后，江红才发现脚步声有点嘈杂，他抬起头看向你。哎呦，儿媳，梦雪你来了，赶紧坐，赶紧坐。江红直接川剧变脸，原本很严肃的表情，现在笑得跟盛开的菊花似的。见识到这变脸速度，你也是惊叹，不愧是老登。你坐在沙发上，眼底闪过一丝光芒。脚好酸啊，声音不大不小，刚好江红能听得很清晰。咋了，梦雪？脚不舒服？你点了点头。走路有点多，脚酸，想洗脚了。江红听后当即挥手，去，儿子，接杯热水来，给梦雪好好洗洗。林梦雪一脸问号，好你的江明浩，你这么玩是吧？他看过去，发现你在偷笑。快去，漏啥了？江红催促道。林梦雪放下书包，那你先去我房间里吧，我去接热水。你满意的点了点头，跨着步子就走进了自己的房间。熟悉的味道，熟悉的布置，还是自己的小窝有归属感。你直接就扑了上去，嘴角勾了勾，内施小技，直接拿捏，让校花亲自给自己洗脚。嘿嘿嘿。外面林梦雪很快就接好了一盆热水端了进来。进来后她将门一关，直接反锁。你将玉足伸到她面前，能好好洗哦。林梦雪没多说话，伸出双手将脚按进盆里，水温刚好合适，你非常满意。谁能想到山河一中的第一校花现在在给我洗脚呢？然而还没开心多久，你就感觉不对，脚心被什么东西划过，忍不住抽了一下，什么玩意？你连忙看过去，林梦雪手指甲划过你的脚底，而你的右脚脚腕则是被牢牢擒住。
别抖啊，我好好给你洗洗。别挠，太痒了。错了。卧室的动静江红自然是听到了，只不过他不知道的是，现在两个人角色互换，变成你给林梦雪洗脚了。最近他已经成功入职了林婉柔的公司，目前2个销售部门，其中一个他就是老大，但手底下没人，说白了就是一个光杆司令。看来林婉柔也是想要考验他的能力。而这段时间，江红也在做很多的准备工作，包括查看林婉柔公司的无人机数据，整理之前的客户信息和联系之前的同事。目前他入职新公司的事情，之前的公司已经人尽皆知，很多人表示祝贺，又有人很羡慕逃离了这个破公司。而接下来江红放出的消息，让很多人都蠢蠢欲动，他可以将整个部门的人都带过去，甚至面试都不用。新公司的福利他也讲了讲，之前50人左右的部门，现在有30多个都表达了很强的意愿，想要跟他走。咚咚咚，一旁手机响了起来，他看过去，这是一个陌生的号码，他也没多想，直接就接听了。喂，哪位？江红，你还听得出来我的声音吗？另一边的声音有些苍老，声音中又好像带着无尽的疲惫感。江红在他开口的瞬间就知道了对方是谁，前公司总部那边的李行舟。这个时候居然给他打了电话。你找我什么事？他不想废话，直接问道。江红，如果我说你还能回来的话，你会回来吗？江红嘴角一扯，逗我玩呢？如果你是找我说这件事情的，那就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了，我是不会回去的。李行舟一声叹息，江红，你真的要做这么绝吗？最近很多之前江红手底下的人都通过邮箱提交了离职申请，他找了很多人谈话，甚至涨工资都没谈成。我做得很绝吗？这些年我给公司谈了多少合同，赚了多少钱，我比你可清楚多了。给公司赚的钱不知道是我工资的多少倍，结果呢，公司一句没多说，直接就把我辞了，甚至还想在补偿上面和合同上面做手脚。如果不是我不好欺负，恐怕这亏得吃得死死的。我跟你们没什么好说的，如果你想我不要把公司剩下的人挖走，我只能说别做梦了，他们早就对公司不满了。你们的破制度就是一步步压榨我们的价值。我呸，打工谁容易？你总不能阻止他们奔向更好吧？江红说完喝了口水，他电脑上有所有要跟他去洛城的名单的人。是，此事我确实不能做什么，但是做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停，见个屁啊见！我现在所在的公司什么实力你不知道啊？不知道自己查查去，谁要跟你见啊？以后给我提鞋都不配。嘟，江红直接把电话挂断，不想再多说什么。人到42了，还有化茧成龙的机会，人生真奇妙啊，永远不知道下一步会怎样。江红有些感慨，本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没想到去老同学手底下做事了，看样子要飞黄腾达了。你的房间门打开，林梦雪穿着拖鞋走了出来，她脚湿漉漉的，踩着拖鞋发出刺啦刺啦的声音。江红表情变得暧昧，这是一块洗的脚？好啊。林梦雪看向江红，爸，我下午跟林梦雪去她家，吃晚饭的时候会回来，到时候可能带上她小姨。江红愣了下，林梦雪小姨，那不就是林婉柔妹妹吗？也行，以后说不定工作上会有合作的地方。好，那就一块叫过来嘛。走吧，非常欢迎。300平的大房子里，此时有点安静。林婉清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脑，上面显示的是各个地区玉珍饭店的营业额。为了把玉珍饭店做大做强，他准备再开几个分店。前段时间他出去物色了不少好地段，有些地方已经谈拢，就差交付，剩下的就是联系装修店面了。本小姐简直是天才，那几个地段人流多不说，附近聚集的公司和有钱人也不少。这种空位居然有人嫌价格贵没有？什么眼光？林婉清有些兴奋，家族里的那些人还想看他笑话，说他会砸了玉珍饭店的招牌。可笑，等哪天回去了，见到那几个人定要好好打他们的脸。又是美好的一天啊！奇怪，梦雪怎么这个时候了还没回来？叮，验证成功。他刚说完门就被打开，你率先走了进来。梦雪，你回来。林婉清开心地站了起来，林梦雪紧跟其后走了进来，她表情带着微笑，终于又见到小姨了。看小姨开心的样子，这段时间应该过得也不错。但是见到林梦雪，林婉清的脸色直接就垮了下来，她脸皮抽动了几下，瞪着眼睛死死盯着林梦雪，恨不得把她吃了。江明，哼！咬牙切齿的声音让两个人脚步同时僵住。你俩都一脸懵，这是怎么了？上次见面也没这样的态度啊。怎么了？林梦雪试探性地问道。好啊，你还敢来我家？林婉清撸起袖子，来了也好，让我打一顿消消气。林梦雪恍惚了一下，她好像知道为什么了，可能是因为她上次说了那句你不及林梦雪的一根，然后小姨一直怀恨在心里，结果就这样了。你见情况不对，连忙拦在林梦雪前面。小姨，你咋了？她也没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啊。梦雪，你别管，让我打一顿，不然我不解气。林婉清银牙紧咬，每次想到被眼前这个男生暴杀了2次，她就火气上身。你打吧，不然气坏了身体可不好。林梦雪有些担心，毕竟那是自己说出的话，可能真的刺激到了小姨。你回头一脸懵，什么玩意就让他打？这个疯女人这2天扯坏好几个玩偶，手段残忍至极，而且那可是我的身体啊！梦雪让开，让我揍她！你连忙拦着。小姨，冷静，打坏了，我怎么办？
林婉清身躯僵住，好像有道理。这毕竟是姐姐未来的女婿。林梦雪轻咳一声，要不这样吧，晚上你去我家吃顿饭，当道歉了，行吗？林婉清听到后双手抱胸，撅着嘴思考。上次姐姐去了对方家里，听说还是老同学，我还没有见过。要是这次去的话，倒也是个机会，先了解了解对方父母是什么人。可以，我答应了。你长舒一口气，总算林婉清最终没有出手。那我们先去房间写作业了。你赶紧说道。去吧去吧，记得房间门打开别关上，他要是敢动手动脚，我一膝盖废了他。两个人来到林梦雪房间，放下了书包，拿出作业。林梦雪有些意外，没想到小姨还有这么凶的一面呢。你撅了撅嘴吧，跟个母暴龙似的。林梦雪突然看向你，你小时候挨过打吗？你用力的点了点头。小时候没少挨打。林梦雪有些不解，不应该啊，我看你父母挺好的呀。这些天接触以来，他看你父母都是讲理的人，脾气也不暴躁，这样的人不应该会经常打孩子。你叹了口气，小时候挨打的次数太多，我也记不清了。理由呢，更是千奇百怪的。他们说我偷家里钱、上网吧、打架、不写作业。其实只有我自己知道，他们没有一次冤枉过我。噗！林梦雪忍不住笑了出来。原来你小时候这么皮啊？那可不，我爸那时候小皮鞭抽的老疼了。不过现在想想，那会儿确实该打。林梦雪嘴角扬了扬。那我用不用给你准备个小皮鞭？你一脸问号。不是，林校花，你怎么回事？一间不大不小的办公室内，李行舟揉着眉心，整个人又苍老又疲惫。目前主公司在不断裁人，后续会向分公司业务靠拢，但是分公司又在这个节点上要走一大批人，这些人还是分公司的摇钱树，就变得很难办。就算招新人弥补，也不可能上来就熟悉业务和客户，都需要一段时间去接触适应。但是公司最缺的就是时间，耗的时间越长，亏损就会一直在进行。这公司还能撑下去吗？他声音带着沙哑与虚弱。然而王子凯的父亲王峥却对公司不管不顾，依然在挥霍金钱炒股。之前总公司资金被他掏空，现在更是连公司都不来，每次打电话来就是要钱。原本偌大的一个公司，已经成为了一个即将坍塌的危楼。这时候电话又响了起来，他拿起来一看，刚好是王峥打来的。他无奈地接起来，喂，王总，今天晚上之前，想办法再往我卡里再打300万。王总，公司已经很难再挤出来这些资金了，再这样下去，公司就没办法运转了。放弃炒股吧，王总，现在全身心投入到公司，并不是没有恢复之前规模的希望。你懂什么？李行舟还没说完，就被王峥的怒吼声打断。你懂不懂股市？已经投进去这么多了，马上就要到翻倍的时候了。我已经通过关系得到了内部消息，有几个马上要疯涨，现在不买，难道等涨了买？我不需要你教我做事，公司我不管，那现在是你的事情，现在给我打钱就行了。今天晚上我要收到这笔钱。嘟，电话挂断。李行舟眉头紧皱，闭上眼睛长吐一口气。现在这个局面已经很难有迂回的余地了。这对父子啊，唉。他摇了摇头，随后起身，打算乘坐高铁再去一次分公司，顺便看一看自己的女儿。父女两个人很久没有见过面了。女儿马上就要高中毕业了，到时候辅佐王子凯，慢慢接触企业的东西。虽然还是有些早，但是公司目前这样子，也没什么太多选择了。另一边放学后，李诗诗就直接回了家。到家之后，她先将手机充电，然后就去了浴室。哗啦啦，水珠顺着脖颈急速滑落。李诗诗看着镜子中的自己，眼神一暗，她看到的是自己麻木的灵魂，像是一个机器一样，遵循着一切写入的指令，没有自我。洗完澡后，她坐在沙发上，用吹风机吹着头发。她拿起手机看了看消息，发现只有可怜的几条。一条是父亲发的，问候自己近况如何，她回复了个还行。一条是王子凯发的，说你完蛋了，她没回，长按从消息列表删除。还有一个是同桌发的，他买了一杯联动奶茶，觉得好看就发给了他，他回复想喝。发完就没有人聊天了。手机中唯一的游戏就是消消乐，其他的父亲不让玩，说玩物丧志耽误学习。他吹完头发就无聊的躺在沙发上，打开抖音开始刷视频，这是他唯一觉得很解乏的东西了。叮咚，很快又有一条消息弹了出来，是同桌发的，想喝下次我请你，但是我这里有个好消息，你要不要听？什么消息？李诗诗回复就是那个江明浩的微信了，我问了一圈，总算有人知道，所以我就要过来了。你老是说他帅，肯定是对他有感情吧？虽然他现在跟第一校花很亲密，但是我感觉诗诗你也非常优秀，根本不比林梦雪差，抢过来机会还是很大的。李诗诗看到消息后有些错愕，这是什么意思？让他加江明浩微信，然后抢人。他快速回复：西西，你误会了，我不是喜欢江明浩。不会吧？你老说人家很帅，难道不是喜欢？不是。难道已经成爱慕了吗？更不是。李诗诗回复之后想了想，她手捂住心脏，那应该不是喜欢的感觉，应该说是仰慕。那天的画面在她心中迟迟抹不去，其实也是因为自己的内心被触动，她也很想像他那样。诗诗，我们还是不是好闺蜜？你都那个样子了，还是要瞒着我吗？李诗诗看到消息开始回复：我没有瞒着，我对他没那种情愫，更何况他还有要一起走向同一所大学的人。好吧。
西西有些搞不懂，都那个样子了，难道还不是喜欢吗？看来他还是一点都不了解诗诗。既然这样，我岂不是白要了吗？算了，也无所谓了。李诗诗拿着手机愣了10几秒，她恍惚了一下，随后开始打字。也不是白要，你给我发过来吧。哎，诗诗，你变了，你怎么这样啊？你口是心非。没有，我要有用。懂了懂了，给你就是，我不多问就是。西西说完，就给李诗诗发了一串数字，江明浩的微信号就是手机号，直接就能够搜到。但是李诗诗在犹豫，没有第一时间加，她目光缓缓看向窗外，有些出神。夜晚，你和林梦雪、林婉清3个人出发，前往自己家。这个时间点，江清瑶也已经放学回家了，想来这小魔头已经开始骑老登身上拉屎了。你家做菜好吃吗？首先说明，我嘴可是很挑剔的。林婉清扬起下巴，带着高傲，你略微有点无奈。总不能拿你玉珍饭店那些菜跟我家家常菜比吧？放心吧，绝对会让你体验不一样的味道。林梦雪率先保证道，她这些时间吃江红和方梅做的菜，怎么吃都很合胃口。林婉清扬起下巴，哼，如果我觉得不好吃怎么办？你离开梦雪。林梦雪也有点无奈，离开了，那他怎么办呢？一辈子单身，然后孤独终老吗？林婉清愣了下，是啊，目前2个人走这么近，明显有那种意思。就算这次阻止了梦雪，难道还要一辈子阻止梦雪？我身上发生的，并不一定会在梦雪身上发生，那阻止的意义在哪里？好像这样才会耽误梦雪。这不禁让他思索，自己和这个男生的私仇得另算。而且你也不小了，为什么还不去找个男朋友？总不至于世上没一个好男人吧？林婉清嘴角一抽，眉目狠狠地瞪着林梦雪。关你什么事？林梦雪内心轻叹，小姨最近脾气好差，她是真的想让小姨去找男朋友，毕竟人要是真的孤独终老，会少很多体验啊。我人生不需要男人，男人会让我的人生烂尾，变得一团糟。你愣了下，这么极端吗？这样的思想可不行啊。林婉清毕竟也是林梦雪的小姨，你觉得有必要改变一下她的思想？小姨，不要总是觉得有男人会让人生烂尾，也许下一页写满了幸福。林婉清一怔，随后微微摇头。你也说了，是也许，但总要去尝试，不去尝试，永远收获不了幸福，代价太大。小姨，你是不是在害怕？谁怕了？我会怕男人。你听后算是彻底明白了，为什么他对男人意见这么大了。以往的伤痛刻骨铭心，让他开始抗拒谈恋爱、结婚，乃至于男人这个群体。这想走出来并不容易，尤其还有他姐姐曾经的事情。你内心轻叹，这有点难办啊。小姨，你可以多观察一下江明浩的父母。为什么？林婉清有些疑问，他这次去本来也正有此意，但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提这个。多观察一下吧。小姨，你眼光不是挺好的吗？既然是梦雪说的，那我知道了。来到601的门口，林梦雪轻轻将门推开，伴随着推门声响起，饭菜的香气也飘了出来。林婉清鼻子动了动，从空气中弥漫的香味看来，这饭菜应该不差。她最后走进来看了眼厨房，发现里面有2个忙碌的身影，江红在炒菜，而方梅在切菜和整理食材。方梅笑着迎了上来，哎，来了，先去沙发坐坐。她眼神也观察着林婉清，内心不禁感叹，您家的基因真好啊。打扰了。林婉清轻声说道。怎么会？瑶瑶，去拿果汁。好嘞。江清瑶从沙发上弹射起来，跑到冰箱将她自己最爱喝的桃汁拿了出来。她大眼睛观察着林婉清，眼神明亮。哇，姐姐你好漂亮啊！小妹妹你也很漂亮。林婉清看着江清瑶，第一印象居然是有点喜欢。我不行，跟姐姐差远了。姐姐，你有变漂亮的秘诀吗？江清瑶双眼带着期许。秘诀？林婉清思索了一下，随后摇头。长相是由基因决定的，没有秘诀。如果在意的话，做好护肤就行了。江清瑶低下了头。可是护肤品好贵的。是吗？回头我送你些。江清瑶脸上充满了欣喜。谢谢姐姐。下一刻，方梅从厨房杀了出来。江清瑶，你一个小屁孩长都没长开呢，用什么护肤品？你现在皮肤是最好的状态，保持下去就行了。江清瑶感受到强烈的威压，直接缩了缩脖子。知道了，妈妈。小孩子不让他随便用，让他把心思放学习上才是。林婉清点了点头。好的。她观察了夏方梅，觉得不愧是一家之母，气场收放自如。对于江清瑶似乎有绝对的压制力。林梦雪走到江清瑶旁边，仔细看了看小丫头脸蛋。你这皮肤不也挺好吗？不用乱用那些东西，跟我一块用杨制造吧。不要不要，我才不用抄老哥的东西。林梦雪一脸的问号，她觉得妹妹这个生物好神奇，之前要钱的时候一口一个好哥哥，现在直接变成了臭老哥。方梅回到厨房后，江清瑶也压根不认生，拉着林婉清手臂就坐在了沙发上。姐姐，我感觉你又漂亮又有气质，你一定很有钱吧？提到钱，江清瑶双眼里都闪烁着光芒。还行吧。林婉清没想到江明浩妹妹还是个财迷，能透露一点吗？江清瑶期待地说道。林婉清沉吟了一下，有8位数吧。她没说具体多少，但是江清瑶已经忍不住捂住张大的嘴巴。她觉得8位数好大好大，自己1周的零花钱也才50而已。我的姑，我的姥，我的棉裤，我的袄，我的大脑变大枣，我的大哥变大嫂。震惊的江清瑶说了个顺口溜，下一秒她脑袋就被敲了一下。别财迷了，这还不是你个小屁孩能接触的。江清瑶有些委屈。
别敲了，再敲我就变笨了，成绩连中等都保持不了了。为啥我家没有这么有钱？老爸老妈当初也是大学毕业，寒窗苦读10几年，但吃穿还是紧巴巴的。太穷了。江红端着2盘菜从厨房出来，听到这话差点没背过气去。小棉袄漏风漏成这样了，他觉得现在生活没有那么差吧。人家家里几代人从商，岂是你一代人寒窗苦读能达到的高度？还有，你要是觉得家里不好，你应该努力学习，以后让家里变得更好，而不是抱怨来抱怨去。江青瑶吐了吐舌头。爸爸，我就说说嘛，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跟人家比不了而已。行了，菜都做好了，洗洗手吃饭吧。几个人相继落坐在饭桌上，林婉清特意观察了一下这对夫妻。虽然岁月终究是在脸上留下了痕迹，但是可以看出来，2个人年轻的时候颜值都不差。而现在他们组建了家庭，有1儿1女，生活并不像他那样奢侈，但是可以从他们的神态中看出来，在家里很轻松。婚姻并没有成为他们的坟场，反而成为了生命与爱的延续。他想了想，或许这就是遇到了对的人吧。咋了？饭菜不好吃吗？方梅关心地问道。林婉清回过神，微微摇头，不是，在想东西。肯定是你做的没我做的好吃。江红看向那道菜说道。哎呦呦，给你能的，你做饭能有我好吃？咱俩说没用，让闺女说说谁做饭好吃。江红看向江青瑶。当然是妈妈。江青瑶毫不犹豫地回答。你要想好，我现在可是年薪100万。江青瑶急忙改口。嘿嘿，但是爸爸做的更好吃。紧接着他感受到了一股凉意，他缩了缩脖子。妈妈做的世界第1好吃。林婉清嘴角忍不住勾了勾。这就是夫妻之间的日常斗嘴吗？跟了对的人，也许人生的下一页确实会写满了幸福吧。这顿饭林婉清吃的时候安静了很多，问他问题他也会回答，不过更多的还是观察夫妻之间的互动。突然他觉得男人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回家的路上，你感受到了林婉清似乎有些不一样了，她变得很安静，似乎在想什么事情。可能这次的经历让她的心境也发生了变化，你内心稍微松了口气，有变化就好，这一趟去家里就没有白去。恭喜！林婉清突然轻声说道。你抬头有些疑惑。怎么了，小姨？我不会再阻止你和江敏浩了，不过你自己得留心，不要成为受伤的那一个。你听后笑了。放心吧，小姨，我们之间可能比你想象的更加牢固。是吗？最好如此。周末，李诗诗收到父亲要过来的消息后，有点坐立难安。她其实不太想要面对父亲，每次面对父亲，她都莫名的感受到极大的压力。她翻阅手机，那里有一个号码，她迟迟没有去加，因为她内心也很紧张。她不知道会得到什么样的答案，这个答案可能会对她有非常大的影响。咚咚咚，敲门声响起，她的思绪被拉回，起身走向门口，把门打开。门口敞开，李行舟见到了自己的女儿，他随后向屋里看了看，屋内挺干净。看来这段时间你并没有堕落和偷懒，做得很好。他走进去后坐在了沙发上，见到女儿，他心情放松了一些。但你饿吗？李行舟摇了摇头，吃过了，不用做饭了。你按摩的成绩我知道了，我觉得还能再提升，这并不是你真实的水平。有2道大题失误了。李诗诗小声道。李行舟眉头皱了起来。失误就要好好反思一下，为什么会失误，该不该失误。你现在还只是考试，以后若是在公司干事，一个失误可能会给公司造成非常大的损失。我知道了。李诗诗有些麻木，她的声音也变得僵硬。女儿啊，我对你给予了厚望，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了。我这都是为了你好，我现在这么辛苦，都是想要未来你能够走在一条高于别人的道路上。有多少人挤破头都没办法闯进来，我在为你铺路，你明白吗？李诗诗低着头杵在那里，眼前的画面仿佛失去了颜色，只剩黑色与白色交织。她像个机器一样麻木地开口。我明白。李行舟轻叹一口气。你明白就好，等你再大一些，就明白我的心意了。我不会害你。虽然王子凯不太能扶得上墙，但并不是没有一点用，起码还有点野心。你辅佐他当秘书，给他纠正方向，也不会太差。为什么？为什么我要辅佐他？李诗诗内心响起了一声声低语，她不明白，也不理解，但是这声音只有她自己能听到。李行舟一无所知。等你高考完了，我会让你先去公司熟悉一下业务，然后慢慢做一些事情，当然也会给你算工资，只不过刚开始不会太高，有些事情你也可以和王子凯一块商量着来。李诗诗默默地听着，这或许就是迎来她人生最暗黑的时刻。对了，还有一件事情也想跟你说说，你毕竟是女生，以后会嫁人，虽然还有几年时间，但是现在可靠的男人并不是很多，尤其是能配上你的就更少了。我想王子凯接触工作锤炼几年，想必也会变得可靠一些，到时候你可以嫁给他，
这样你们夫妻共同经营公司的话，肯定也能让公司走得更远，生活也会更好，你们的孩子也会更好。李诗诗只觉得耳朵轰鸣，她不想再听了，感觉要窒息了，呼吸不上来，全身都在轻微颤抖，麻木也无法应对这黑暗的未来。她见不到曙光，哪怕是一丝丝。周末林梦雪跟你约好了来家里玩，今天小姨有事情出去了，你们终于是能够好好独处一天。自从那天从你家吃完饭回来，小姨脾气就突然好了很多，不再急急躁躁，而且也不再随口抨击男人这个群体。你小姨也是真不容易，现在心境和思想有了转变是好事，只是希望不要再遇到渣男了，不然后面可能怀疑自我了。你一边削着水果一边说道。林梦雪拍了拍胸脯，没事儿，有我在呢。小姨若是再遇到渣男，我会给她赶跑。你点了点头，随后将水果都削到了盘子里，推到林梦雪面前。吃点水果吧，刚学习完，补充糖分。林梦雪很开心地拿起小叉子，将一块梨放入嘴巴。对了，你暑假有什么安排没有？你想了想，先回一趟老家吧，看到我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然后就是学车，考个驾照。考驾照嘛？林梦雪歪了歪头。好啊，那到时候一块考驾照。对了，乡下有什么好玩的吗？好玩的？你想了想，老家没什么好玩的吧，比较清静一些，适合养老。倒是有个比较好玩的事儿，之前帮村里的大爷取消了个手机套餐，结果他到处说我电信局里有人。林梦雪忍不住笑出来。真的，别笑，半点不夸张。老家里的老人不太会玩智能手机，对这东西不了解，还有很多人还是在电视上看天气预报。那时候给我姥姥说了15天以内的天气，她问我是不是认识气象局内部领导。那你关系还挺多啊。你也忍不住笑了出来。哪里呀，肯定跟林大小姐没法比。对了，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张翔和唐文可为什么没在一起啊？我都觉得经历过那件事情，这两个人要成了。你嘴里咬着火龙果，缓缓开口。其实成也好，不成也好，结果对张翔已经不重要了，他已经看开了。后来他也跟我讲了讲，对于当时过于内向又自卑的他来说，与开朗活泼的唐文可聊天，像是明媚的阳光划破了他内心的黑暗，有种人生被救赎了的感觉。唐文可在他心中地位很重，所以他才自愿做这么多。不过做了这么多之后，他也明白了唐文可的心意，不爱就是不爱，他们都还年轻，往前看比勉强凑在一起强。林梦雪听了之后觉得也对，不爱就是不爱，强求并不一定幸福。她余光似乎察觉到了什么，看向桌上的手机。哎，好像有人给你发消息，你的屏幕一直在闪。你有点纳闷，这种时候谁老一直发消息？你拿起手机看了看，发现是自己的妹妹江清瑶。上午11点29分。我承认你很帅，但是能不能给我先开个门？我刚出去买了个午饭，你怎么就把门反锁了？你就这么忍心把可爱的妹妹锁在外面？上午11点33分。不开是吧？我要把裤子放进冰箱里，以后做一个冷酷的人。昨天我看了本书，遇上你我愿赌服输。今天我听了首歌，没有你我心如刀割。刚才我吃了颗糖，爱上你我无处可逃。现在我来了坨屎，想念你我周而复始。你看到之后愣住了，随后看向林梦雪。我家里现在没有人吧？林梦雪张了张嘴。我出来的时候，妈妈和妹妹都在家，不过妹妹那个时候好像还在睡觉吧，可能不知道我出来啊。啊，现在我妹妹被锁在门外了。你不禁眉头轻挑，奇怪，妈妈又去哪里了？要不让她来这里吧？林梦雪提议道。你点了点头，也行。于是你就跟妹妹说了一下，然后发了个地址。妹妹出奇的很开心，连被锁在门外的怨气都没有了。主要也是她看上了林梦雪家里的伙食。对了，我妈的秘书小云今天会来，听你爸爸说，明天会和要入职的那些人见个面，一块吃个饭，也顺便听听大家的意见。是吗？说起来这件事情还得感谢你妈妈，要不然我爸估计现在还处于失业状态呢。你不由感慨，老登这次也算是抱上大腿了，希望一切顺利吧。周一上午，江红在家待了会，跟老朱等人在群里聊了聊天，把林婉柔的秘书小云也拉进了群里。这次过来主要也是提前见个面，方便后面更好的入职和工作。林婉柔比较重视这件事情，所以单独将小云派了过来。而今天，一群人中午将会在玉珍饭店聚餐。江红来到玉珍饭店，说明来意之后，很快就被服务员带到了大包间里面。这里已经聚集了10几个人。江红的老伙计朱开笑着站起身：“哎呦，老江来了，几天不见，感觉你年轻了不少啊。”江红笑了笑，可能是没有工作压力的原因吧，大家气色也都不错。江红笑着扫了一圈，这些都是熟人了，很多都是他带出来的。朱开嘴角扬了扬，我们现在能这么开心，都是因为你啊！大家本来就愿意跟着你，现在愿望不光成功了，还进了大厂，想想都美滋滋。美太早了，人家要求的销售额可远比之前那公司的高。哎，高归高，但是在群里也说了，给我们的工资和提成也高啊，这大家可比以前有概念多了。就是啊，之前公司是个蛋，就知道骂和压榨，钱还不到位，谁愿意给他卖命啊？
众人都面带激动，诉说着对之前公司的不满。这些话他们压在心里很久了，今天终于是能够说出来。这时候门外也出现了一道身影，小云穿着正装走了进来。大家安静安静，今天的正主来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集团老总身边的云秘书，可是老总很看重的人，能在林婉柔身边的，能力肯定没得说。欢迎欢迎！朱开直接站起身开始鼓掌，其他人见状连忙跟上，这可是对接他们的人，自然要热情一些。小云见状笑了笑，大家都坐吧。我这次过来主要是跟大家讲一讲入职的事情和福利待遇，还有给你们解答一些问题，大家不用太过拘谨，有问题直接问。江红在一旁没说话，他的待遇等等是林婉柔亲自说的给的，所以也算是被特殊照顾了。小云说的那些已经包含在林婉柔说的里面了。饭菜上来，大家也不聒噪，边吃边听小云讲，有问题也是一个一个问，小云会详细的解答。那个云秘书，如果我们季度销售额没有达标会怎么样？这很简单，季度销售额是给你们发工资的标准，超过计划销售额越多，发的工资也就越多，低于季度销售额越多，也就发的越少。如果远远没有达到销售额，出现了亏损，那么部门会被裁掉。不过放心，我们制定的销售额是合理的，不会刻意为难，制定你们不可能达到的销售额。还有就是现在处于第二季度，你们过去后还需要适应等等，这第二季度的销售额可以忽略，从第三季度开始计算。小云说的很直白，他也不需要搞那些虚的。行，我们心里也有数了。云秘书你放心，大伙现在都有点迫不及待大展身手呢。第二季度销售额照样给他破了。朱开说话痛快，主要他觉得小云说话也痛快，这就很舒服。以往搞那些弯弯绕绕他都腻了。小云轻轻一笑，那我就等大家好消息。打扰到你们商谈了，不过这件事情至于做的这么过分吗？这时候一个声音传了过来，李行舟一脸愤怒地站在门口，江红脸色一沉站起身，这里似乎并没有邀请你吧？你为何会来？我就是想要看看到底是什么人能把我们分公司销售部的人直接掏走一大半。小云这时候也站起了身，他自然是知道李行舟当初调查江红公司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身份和长相。实在抱歉，给了一个他们无法拒绝的条件，您若是有能力也可以往回挖，我不会阻止，这都看他们个人，当然前提是你能够挖得动。山河一中，随着铃声响起，一批人已经从班级冲了出去。你和林梦雪背上小书包准备出校，金白也跟了上来。三人刚出班级门口，你就被撞了一下。对不起。李诗诗回过神来开口道歉，你笑了笑，没关系的。一旁林梦雪看过来，眼神略有疑惑。上次李诗诗被王子凯堵住的时候，虽然有些清冷，但是状态看着还正常。现在却双眸暗淡无神，仿佛失去了灵魂，像是一个行尸走肉一般。不知道他身上发生了什么。李诗诗看向林梦雪，眼里闪过一丝光彩，但很快又消失。你怎么了？林梦雪问道。李诗诗低下头，没事。你这可不像没事，是不是那个王子凯又欺负你了？我去揍他。林梦雪撸开袖子，看那架势准备大干一场。李诗诗呆住了，她有些错愕，当着第一校花的面说出这种话，真的好吗？不怕他吃醋吗？然而他看过去，却发现你一脸淡定，没有任何表态。林浩，你别说李诗诗，就连金白都傻了。但是他看到你没说话，也就止住了想要说出的话。不用了。李诗诗连忙说道。真的吗？要是那个王子凯还骚扰你，你揍他就行了。那家伙就是个欺软怕硬的软蛋，你只需要强硬一点，他不敢对你做什么了。李诗诗愣了下，强硬一点吗？这让他心底泛起一丝涟漪。他还从来没有对爸爸甚至其他人展现出过强硬的态度，因为从小教育的问题，他一直收敛着性子，不愿意多交流。怎么强硬？过肩摔、吼他、揍他都可以啊，你要学会反抗，不反抗是不行的。反抗也是为了更好的保护自己。反抗？李诗诗愣住了，这个词让她内心颤抖了一下。我也能够反抗吗？我知道了，谢谢。李诗诗说完独自走了。你挠了挠头，你跟他很熟吗？还好吧，见过的次数还是不少的，就是说话不是很多。走了，拿饭去，饿死了。那走吧。李诗诗下了楼之后，走在操场上，她现在有些恍惚，脑子里很乱。反抗，她真的能够做到吗？父亲为她做了那么多，站在她的角度可能觉得很好，可是放在自己的身上，却感觉非常窒息，无时无刻想要逃离。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叛逆心理，只是想要活得轻松一些。怕什么愣呢？赶紧走，磨磨唧唧。一道令她厌恶的声音响起，她缓缓抬头看向面前的人。王子凯面色有些不耐烦，看着李诗诗，他觉得心里痒痒，又非常生气。本来应该早就能拿下的，但是李诗诗却一直躲着他，让他有时候都找不到人。我发消息也不回，最近挺能耐啊。他语气不爽道。我爸现在在哪里？李诗诗没有回王子凯的问题，今天说是想要趁中午时间三个人吃饭简单的聊一聊。王子凯目光闪了闪，切，跟我走就行了。出了校门，王子凯就向玉珍饭店的方向走，只不过中途他拐到了小巷子里，这里几乎没什么人。李诗诗察觉到不对，随即停下了脚步。继续走啊，你父亲就在里面。王子凯回头说道。李诗诗摇了摇头，后退打算走出巷子。王子凯见状眼神一凝，表情带着狰狞，他快步上去，直接拽住了李诗诗胳膊。想去哪？你放开我！李诗诗甩着胳膊，但是没能挣脱开。王子凯不屑地笑了笑，别挣扎了，这次我要求不会像上次那样过分，你只需要让我亲一下你的脸蛋，我就放过你。
如何？李诗诗还在后退，但是胳膊被拽着出不了巷子。面对王子凯的无理要求，他银牙紧咬，这样的轻薄，他怎么可能答应？快点，别耽误时间，不然让你爸等久了，他肯定会骂你。王子凯双眼火热，嘴角已经忍不住勾了起来，他脸开始凑近，嗅到了李诗诗身上的清香，忍不住内心的躁动，想要快些感受到那柔软的触感。李诗诗呼吸变得急促，全身因为抗拒有些颤抖，她大脑开始变得空白。这样下去，她坚守的清白就会被毁掉。但是父亲输入的指令中没有教他该如何反抗。王子凯已经忍不住内心欢喜，他马上就要成功了。感受李诗诗手臂传来的颤抖感，他知道对方的内心有些恐惧。不过下一刻，颤抖突然停止了。在王子凯有些诧异的时候，一道声音传进他的耳朵：他很帅。什么？王子凯不知道李诗诗想要表达什么，他又是谁？我也想像他一样帅。下一刻，王子凯感觉手臂被抓住，力量大的超乎他想象，让他感觉很疼。还没反应过来，眼前的画面开始天旋地转，砰！他觉得自己好像魂没了，躺在地上只有本能的挣扎。李诗诗的身影也跑远了，不见踪影。这烤肠真好吃，居然卖这么便宜，5块钱啊！也不便宜吧，偶尔吃一次就行，别多吃，这玩意不健康。啊，那就1周吃一次。啊，你开心就好。你拿着烤肠吃着好好的，突然又被撞了一下，你看过去有些错愕，怎么又是李诗诗？对不起，对不起。李诗诗从巷子里跑出来，略微喘气，看向两个人，她到现在都有些难以置信，她刚才居然将王子凯过肩摔了。哎，好巧啊，你怎么从巷子里出来的？林梦雪有些不解。李诗诗略微犹豫了一下才开口，刚才王子凯在里面想要胁迫我把他摔了，然后跑了出来。林梦雪挥了挥拳头，干得漂亮，这种人就应该狠狠地揍。李诗诗勉强笑了笑，那我先回学校了。等等，李诗诗说完刚想走，王子凯就从巷子里扶着墙出来，他表情痛苦，走路一瘸一拐的。你忘了中午还有话要谈吗？我也不瞒着你，你父亲现在就在玉珍饭店，如果不去，你要清楚后果。李诗诗身体僵住，相比于王子凯，其实父亲才是真正让他不想面对的存在。林梦雪恍然，玉珍饭店，我们的目的正好也是这里，那就一块去吧。李诗诗看了眼林梦雪，随后默默的点头。于是3个人走在前面，王子凯一瘸一拐的走在后面，来到玉珍饭店。你和林梦雪2个人走向上面的包间，王子凯忍不住回头看向2个人，你们跟过来干什么？林梦雪斜了王子凯一眼，我爸今天也在玉珍饭店，我看他不行啊，关你什么事？王子凯嘴角抽了抽，但是也有点无可奈何，他是真的怕再被揍一次。于是一行人上了楼，就发现这里的声音有点嘈杂。李行舟站在一个包间的门口，眉头紧皱，他也有点意外，没想到在这里遇到分公司的那些人。听到那些谈话，他实在忍无可忍才站了出来，但是小云的话让他又有些憋屈，一时间哑口无言。黎叔，这就是你教导出来的女儿，看看把我摔成了什么样子。王子凯见到李行舟上来就开始告状，他怒气冲冲的，实在咽不下刚才的那口气。听到王子凯告状，李诗诗清冷的容颜变得煞白。李行舟回过头看向走过来的一行人，听到王子凯被李诗诗摔了，他眉头拧在了一起。你怎么回事？李行舟声音低沉的问道。林梦雪察觉到不对，护在了前面。你干嘛？劝你不要在这里闹事，不然让人给你送出去。我只是教育自家女儿，有什么错吗？李行舟挥手想要扒开林梦雪。你干嘛要动我儿子？江红从包间内出来，看李行舟动手，直接就冲了过来。李行舟回头一看，连忙收手，他吓了一跳，这江红气势汹汹的，至于吗？我又不是要打你儿子。李叔，你看你女儿干的好事，我背后这全是土，还羞辱我，骂我们王家。王子凯添油加醋道。我没有骂你。李诗诗急忙解释。这时候包间好多人都走了出来，也包括小云。她看着李诗诗，眼神中带着思索。她从收集到的资料中也知道了李行舟很注重女儿的培养，她不光成绩优异，其他各方面都很强。李行舟看到后面的人多了起来，觉得面子上有些挂不住。这种事情闹出来本来就丢人，王子凯也丝毫不顾及，但是他不能对王子凯做什么，于是他目光再次锁定在了自己女儿身上。李诗诗，给我跪下！李行舟的喝声让所有人都愣住了，他一点不考虑女儿的感受吗？这里现在站着这么多人，让女儿在这么多人的面前跪下。李诗诗眼前恍惚了一下，她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她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可为什么要被这样对待？林梦雪眉头轻挑，她目光直视李行舟，过分了吧？李行舟脸色阴沉，我教训自家女儿跟你没有关系吧？我觉得我儿子说的没毛病。江红走上前去，江红，这件事情跟你没有关系。江红瞥了他一眼，那么大火气干嘛？你这样可活不了多久。江红，你就是江明浩的爸爸？王子凯突然笑了起来。现在失业之后感觉如何？你恐怕还不知道，是我让李叔把你辞的吧？江红瞥了眼王子凯，也是轻笑一声。是吗？那多谢你李叔这么30万补偿，这笔钱对我现在来说不算多，但也比较可观。而这段时间，我也恰巧找到了一份更好的工作，再也不用在你们的破烂公司待着了。王子凯笑容僵住，赔偿30万，他们的公司是破烂公司，瞬间他就变脸了，咬牙切齿地看向李行舟。李叔，这赔偿30万是怎么回事？不是说好了不给赔偿吗？李行舟疲惫地闭了下眼睛，随后说道：这赔偿钱不是公司出的，你可以放心。江红忍不住嘲讽：
我说是为什么要辞我，原来是一个还在上高中的纨绔子弟。这家公司可真出息啊，让我长见识了。李行舟深呼一口气，他不想在这里过多纠缠，尤其是江红还在，让对方一直看笑话，他面子上也挂不住。李诗诗，你给我过来，去我订的包间。李行舟语气有些冲，这也让李诗诗有点害怕，他真的不想去，尤其是和父亲还有王子凯独处，这会让他感觉更加难受。不去，王子凯不是东西就算了，你这老家伙也不是个东西。林梦雪完全不惧对方，要知道这里可是玉珍饭店，是自己家的地盘。李行舟脸皮抽动，他目光看向女儿，缓缓开口：李诗诗，给你3秒钟给我过来，不然的话，我不会再认你这个女儿了。李诗诗抿了抿嘴唇，2行泪顺着脸颊无声流下。父亲给予了他很多东西，他都知道，想要将他变得优秀，他也知道，但是有些东西并不是他想要的，是强行附加在他身上的。而现在这样的场景，让他内心的情绪有些崩溃。父亲严厉的指责和林梦雪等人的保护，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不想永远活在父亲编织的囚笼之下，他想要拥有自己的人生。我不去。他声音很轻，但是还是说了出来。李行舟也听得一清二楚，他瞪大眼睛，有些不敢相信。从小到大，这还是女儿第一次违抗他的命令。你说什么？我说了，我不去。李诗诗这次直接吼了出来，多年积压在心底的言语，也在这一刻彻底爆发出来。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是杀了他，但他想要侵犯我，所以我才反抗的。我有什么错？我没有骂王家，为什么你不相信我，而是相信他的污蔑？王家是对你有恩，但又不是对我有恩，我为什么要去替你偿还恩情，当他的秘书，以后还嫁给他？你是不知道他在外面跟多少女人有染吗？他就是一个人渣，难道让我嫁给一个人渣也是为我着想吗？你总是说什么都为了我好，但是我觉得都是你强加在我身上的，什么都不好，甚至我觉得死了都比现在要好。如果你觉得我辜负了你的期望，那我就辜负了。我不想要一个暗无天日的未来，我更不想像机器一样麻木的活着，我想有自己的人生。你不认我这个女儿，我还不想认你这个父亲。李诗诗的喊声响遍了整个过道，甚至不少包间的人听到后都打开门出来看戏。你看着李诗诗默默地竖起了大拇指，人是要学会反抗和拒绝的，不然的话事情可能会更糟糕。李行舟已经被气得说不出来话了，他嘴角不停地抽动，他没想到自己费尽心思培养起来的女儿居然在这种时候反抗他，但是他心中又一痛，那道与李诗诗相似的身影在脑海中划过。李诗诗的母亲去世得很早，让他一直自责内疚，后来他想要弥补，想要将李诗诗培养得更优秀，于是他做了很多，但好像一开始他就弄错了方向。他脑海中一阵混乱，看着现在女儿这样痛声哭泣，他不禁内心自问，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他是不是将原本简单的爱给扭曲了？你说。王子凯轻叫了一声，李行舟轻微抬头看向王子凯，这家伙在外面染指不少女人的同时，居然还想要侵犯自己的女儿。想到这里，他眼神中带着狠毒，像是连环杀人犯的眼神。王子凯只是对视了一眼，就感觉到脊背一寒，冷汗冒了出来。李行舟吸气，随后才开口说话：好，既然你说不当我女儿，那就此断绝关系吧。你以后不是我女儿，我也不是你父亲。他说完转身就走了，没有停留。众人错愕，那断绝关系明显是气话，就这样答应了，这也太果决了。李诗诗听到之后仿佛失去了所有力气，她身体缓缓软了下来。你和林梦雪连忙扶住她的胳膊，免得她身体倒下去。快接父亲包间。江红连忙说道。进去之后，李诗诗被安排坐到了椅子上，她的脸蛋煞白，眼神有些呆滞，似乎到现在她还没有完全接受这一切。过了一会儿，林梦雪走到她面前挥了挥手：还好吗？你将她拽过来，先别打扰了，让她自己缓一缓吧。林梦雪点了点头。其实我是想跟她说一声，我们要取饭回家的，毕竟妹妹还在家饿着。江红看向林梦雪，那你们先去吧，这里有我们看着，没事的。我没事，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了。李诗诗费了些力气站起身，她眼泪还未干，但是不想打扰这些人了。可你还没吃饭吧？要不你来我家吃吧，正好我们的饭在下面也打包好了。不用。哎呀，走吧走吧。林梦雪可不管这些，直接拉着李诗诗出了包间。你们几人走后，江红喝了口水，刚才那一幕让他觉得儿子挺厉害的，居然又结识了一个大美女。他看了看一旁的朱凯，直接搂了过去。老朱，看见刚才我儿子了吗？现在身边2个大美女陪着。朱开一脸腻歪，你就别炫耀了，我又不是没长眼睛。老朱啊，你女儿又对我后排了，去你的吧。小云扶着下巴，拿起手机查看资料。你就不怕我告状？他问向江红。刚才开个玩笑嘛，别当真。那一幕你们也都看到了，就是同学之间互帮互助。是啊，做那个李行舟的女儿是真惨，这老家伙一点人性没有啊。有同事开始吐槽了起来。我要是有这么水灵的女儿，宝贝的不行，他李行舟还当关系，想不明白。江红看小云一直盯着手机，有些好奇凑了过去。云秘书在忙吗？在查看李行舟和他女儿详细的一些资料。李行舟这个人吧，看着不怎么聪明，也不通人性，他怎么把女儿培养得这么优秀的？小云眉头微挑，不是很能理解。江红撇了撇嘴，也许是他自身优秀呢，跟他父亲没什么关系。
那可是个天才了，不管做什么都能做到同期最优秀，我看的都心动了。心动？对呀，让她当我女儿。江红大脑思考停顿了一下，他眼神惊诧地看向小云。你不比他大多少啊？大10岁。江红感慨，年轻人就是年轻人啊，自己好像有点老了。这时候他的手机又响了起来，拿起来一看陌生号码，他接了起来。喂，是哪位？是我。江红愣住了，李行舟这时候给他打电话干嘛？我长话短说吧，虽然有点不喜欢你，但不得不承认你能力很强。我有个请求，不会太过分，希望你能答应。等等，我找个手机。江红向老朱使了个眼色，老朱会意，将手机解锁给了他。手机不在你手上吗？找手机干嘛？录个音。李行舟不知道说什么了，但电话另一头是江红，他觉得又合理。好了，你讲吧。我给你一大笔钱，你能不能帮我养一段时间女儿？不是，你等等，我看起来像是很闲的人吗？我知道这个请求有点突兀，不过我女儿似乎和你儿子认识，她和另一个女孩看起来对我女儿还不错。你这家伙虽然作为对手有点棘手，但是当自己人的话，确实会比较可靠。你先别着急拒绝，我不光是给你一大笔钱，还有公司那些要跟你的人，我都不会再卡着他们离职。最近这段时间会把他们全放了，你看如何？江红脸色变得奇怪，他怎么觉得这李行舟行事这么抽象呢？真送女儿呀，还要帮我？这是听女儿说那个王子凯所做的事情后，观念转变了。这么想似乎也合理点，他是希望女儿更好。虽然你说的不错啊，但是我拒绝。李行舟沉默了，都这样了还不行吗？只是养一段时间，也不是要一直养。小云也在一旁听着，他也没想到江红居然拒绝了，还以为他会答应。江红没有说明拒绝的理由，他准备挂电话，但是小云突然开口了。李行舟，我倒是有一个建议，不知道你怎么想？你是？我是林氏集团董事长的秘书，我们集团你应该有听过吧？电话另一头的李行舟虎躯一震，这么大的集团他早有耳闻，他们的公司在这座巨无霸面前简直就是蝼蚁般的存在。想到此人在江红旁边，他自然也明白江红现在是在林氏集团工作，是总部在洛城的那个林氏集团。他试探问道。是。小云回复。那您的建议是？我们林总其实一直想招一些年轻秘书带在身边培养，为女儿做一些准备。而你女儿这么优秀，自然可以作为预备人选。她的成绩我也知道，进入洛城大学不是问题。大学时期相处的多了，两个人自然会有默契，工作之后想必也会比直接安排的秘书好。你觉得如何？李行舟听到之后微微一愣，这是要他女儿做林氏集团董事长女儿秘书的预备人选，听起来似乎也不错，比他原本要安排的路好多了。不过这件事情他不好答应。这件事情你最好问我女儿，她答应了，我自然也没有什么意见。小云轻轻一笑。行，那我们后续联系你女儿，有结果了再联系你。好。李行舟答应了之后，将电话挂断。他还有事情要做。王家父子不当人，那他也不当人了。哇，你们终于回来了！我快饿死在沙发上了。你们三人刚到家，妹妹就从沙发上跳了起来，可刚跑过来，脚步就停了下来。她张了张嘴看向李诗诗。怎么老哥又带了个美女回来？不过好像哭过，什么情况？老哥搞哭的嘛？这不回来了吗？饿了就快点吃饭。林梦雪将自己提的饭菜放在桌上，她打算先洗个手再吃。看你脸蛋，最近是不是胖了？长了几斤？你看着自己妹妹的脸蛋，伸手捏了捏，确实比以前软了。长了3斤，多亏了嫂子，没有嫂子带的饭，我现在估计就剩皮包骨啦。嫂子最好啦。你可不吃这套，敲了下她脑袋。哪有那么夸张？吃饭要适量，别吃撑了才停下，对胃不好。哦，知道了，嫂子。对了，嫂子，这位姐姐是谁呀？江清瑶歪头看向李诗诗。同学。哦，姐姐好，要喝果汁吗？我去给你拿。不用。李诗诗连忙拒绝。林梦雪洗好手出来，去拿果汁吗？我想喝。老哥想喝自己拿。江清瑶直接拒绝。林梦雪轻轻弹了下江清瑶的脑袋，快去。嫂子你看，他欺负我，嫂子你得为我做主啊。你翻了翻白眼，又对着他的脑袋敲了下。快去。江清瑶满脸问号，她突然觉得嫂子不好了，怎么向着老哥啊？但是她又不敢得罪嫂子，因为得罪了嫂子就没有好吃的了。原来我才是那个小丑。江清瑶嘟囔了一句，随后乖乖跑过去拿果汁。你差点没绷住，妹妹人小鬼大，除了老妈别人都不好管，现在发现拿嫂子的身份也能压一压她，感觉效果蛮不错的。李诗诗吃饭的时候全程都很安静，经历了这次事情，她有些心不在焉。吃完饭，林梦雪看向李诗诗。李诗诗，我父母房间现在空的，你要是不介意，可以去那里午休一会儿。谢谢，不用了，我趴桌子上就好。见李诗诗这样，林梦雪也不好强烈要求什么，毕竟他们之间还不是特别熟，李诗诗放不开也正常。那我们先回房间休息了。你和林梦雪回到房间，关上了门，拉上了窗帘，环境变得暗了下来。你看着自己熟悉的房间，有点感慨，随后发现自己的电脑跑到了床上。我电脑怎么跑床上了？你是不是动它了？嫌它碍事，就放床上了。
你电脑密码到底是多少？说着，林梦雪将电脑拿了起来。这是秘密。不说算了，反正我也没多好奇。林梦雪仰着头将电脑放在了一边，然后向侧边一倒躺在了床上。你自然听出来了，林梦雪所说的是反话。但是如果这个电脑的秘密被揭开，肯定要社死了，所以那些老师的视频都应该删掉。于是准备打开电脑，啪！林梦雪起身，一把擒住你的胳膊。你干嘛？自然是清理学习资料，还能干嘛？这样你想用电脑也可以给你用。没必要，我要用电脑，自然可以买个新的。你这个电脑的学习资料就不用删了，删掉了多可惜啊！你看向林梦雪，眼神带着诧异。你想看？嘿，谁想看那些东西？造我眼睛！林梦雪连忙否认，她才不会承认自己对那些东西好奇。你眼神带笑。那为什么不删掉？因为林梦雪想要解释，突然不知道找什么理由，她大脑急速运转。因为学习资料删掉了，就没办法看视频学习了。不学习成绩怎么提升？建议你把学习资料发给唐文可，这样他也能提升一下学习成绩。你脑袋上冒出了问号，此学习资料非彼学习资料吧？还发给唐文可？林奈小姐，传播可是违法的。林梦雪挠了挠头。那午休呢？其实学习资料在女生中有传播，她是知道的，只不过从来没有人分享过给她。唐文可给她安利的也都是正经动漫，那些不正经的，唐文可只会自己偷摸看。主要她之前对那些东西确实不好奇，但是你电脑里的，她好奇了。我觉得必须删掉。你心意已决，今天就跟老师们正式道别吧。虽然不忍心，但是也是时候了。我觉得你最近还是关注一下自己身体比较好。林梦雪连忙转移了一下话题。互换身体这段时间，两个人都已经适应了彼此身体的差距，上厕所也没有了最初的紧张感。但是有一样，你还没有体验过。你的意思是？你身体一僵，最近确实有点不好的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要找上门。我身体的生理期快到了。林梦雪认真的说道。你呆住了。完了完了！你突然意识到，自从互换身体以来都没有来过生理期，而这个月到了20多号，终于是要来了吗？我该怎么办？你一脸祈求的看向林梦雪。放弃删除学习资料，我就告诉你，并且照顾你。你怎么这么执着？你又看不到？你管呢？答不答应吧？行。你咬牙答应。虽然网上可以查，但肯定没有过来人熟悉此事。听说这几天情绪会不稳定，是真的吗？是有点，不过还好吧，主要就是疼不舒服，所以有些影响。林梦雪内心是有点开心的，她终于不用感受大姨妈的痛苦了，以后都是你替她承担了。她伸手拍了拍你的肩膀。不用太担心，这都是小事儿。以后你要是怀孕了，那10个月也不会来了。怀孕？你想了想，随后沉默了。梦雪，干嘛？你那么聪明，肯定知道我们身体是怎么互换的，对不对？林梦雪忍不住笑了出来。不好意思，知道不了一点。午休了，想那些干嘛？慢慢你会接受这些的。果然还是当男人爽啊。晚上，林梦雪坐在床上打开浏览器，问：如果男朋友大姨妈来了怎么办？她也不知道自己发什么癫，突然搜了这个问题，不过还真有解答了。答案是男性不会来姨妈，如果丁丁来感觉了，可以采取手动的方式缓解，也可以采取冷水冲洗的方式缓解。林梦雪手一抖，脸色微红的关了手机。什么跟什么呀？这都。她眼神飘忽，看向自己两腿之间。这时候房间门被打开了，妹妹江清瑶闯了进来。老哥，你今天又带了个大美女来家里，怎么回事啊？嫂子不生气吗？江清瑶说着顺势跳到了床上。林梦雪往边上靠了靠，在想江清瑶说的问题。吃醋，江明浩会在这个问题上吃醋吗？显然没有。虽然两个人灵魂互换了，但是你心理上还是把她当女生看待。不生气，她生什么气？吃饭的时候不一直好好的吗？确实哦，嫂子好有底气，感觉根本不在意。老哥你得注意一下，跟其他女生保持点距离，不然等哪天嫂子真生气了，我就没好吃的了。江清瑶很郑重地提醒着。所以你想表达的重点是害怕自己没有好吃的？怎么可能啦？肯定是不能让嫂子因为这种事情生气嘛。你想想，嫂子要是生气跟你闹掰了，万一一句话把老登裁了，那咱家得吃土啦。林梦雪听后忍不住笑了笑，这丫头连这层都给想到了。放心好了，你嫂子她呀不会因为这种事情吃醋的。江清瑶睁大了眼睛。哇，嫂子真厉害，这就是正宫的底气嘛。正宫，林梦雪脸上忍不住笑了。你是她的正宫，哈哈哈哈！正宫娘娘现在这个点还在奋笔疾书呢。没错，这就是正宫的底气。其他人就算来了，也得靠边站。那如果女生舔你呢？江清瑶歪头问道。哼，自然是让她滚。原来如此，二还成不了郎，舔狗上不了床。林梦雪看向江清瑶，小嘴巴还挺能说，小年纪已经深刻的了解了当舔狗的下场，不错不错，未来可期。对了，老哥，看你这么厉害，我有个问题挺想问的。江清瑶眼里闪着光。什么问题？老哥，你说一个异性对你有很强的分享欲，什么东西都跟你说，是不是喜欢你啊？分享欲？林梦雪沉思了一下。异性什么都跟你分享，对你肯定是有一定好感的，但是到底是不是喜欢，这还不能确定。也许他的日常琐碎需要一个听众，而你恰巧合适。江清瑶挠了挠头。这话我能跟同学说吗？
我感觉我说出口他得破防。男的女的？男的。算了吧，你不如问问那个女生对他什么感觉，这话确实容易让人破防。哦，主要那男生也不让我们问，他不想知道答案。说着，江清瑶吐了吐舌头。他是不敢知道答案吧？尊重他个人意见就好了，没必要做什么。随后，他目光盯着江清瑶，小丫头长得也很漂亮，按理来说追江清瑶的也不会少。老妹，你在学校有喜欢的男生吗？江清瑶嘻嘻一笑，没有，我最喜欢的男生就是好哥哥，还有好爸爸。除了我俩呢？那没有了。江清瑶坚定道。林梦雪眉头轻挑，真没有。江清瑶警惕了起来。干嘛？老哥，你为啥问我这个问题？怕你被黄毛拐走啊。黄毛？江清瑶歪了歪头。可是黄毛有鬼火哎，很帅的。你喜欢鬼火？我喜欢黄毛。林梦雪大惊，万万没想到江清瑶居然喜欢黄毛，这消息得赶紧告诉老爸和江明浩，趁一切还有挽回的余地。但在此之前，他得先制止。你跟了黄毛3天吃1顿？什么？江清瑶大惊。3天1顿，那不得饿死？那你还喜欢黄毛吗？江清瑶嘿嘿一笑，不喜欢了，不喜欢了。其实我就开个玩笑嘛，老哥这么严肃干嘛？他确实是开个玩笑，黄毛的鬼火哪有他老爸的车坐的舒服？老哥，嫂子家有迈巴赫吗？怎么了？想坐？没有啦，不想坐。3叉星辉不一定能照亮你的前程，而3色篷布却一定能为你遮风挡雨。林梦雪没绷住，哪听来的？她也知道最近这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的。网上呀，你关注的事情还挺杂的。看抖音刷到的嘛。相比于这个，我想知道上次追你那个男生怎么样了。江清瑶撇了撇嘴，能怎么样？当朋友了，我又不喜欢他，还爱哭鼻子。不说了，老哥，我要去睡觉了。哈，林梦雪点了点头。最近这段时间，江清瑶经常会过来找她聊天，每次都带着小八卦，她也爱听，觉得八卦真有意思。不过最近她在想，要不要江清瑶过来说的时候，打电话给江明浩也听听。大姨妈如期而至，打破了你的幻想，终究还是要你来承担这种痛苦。2个人这次没有回你家，而是去了林梦雪家里。此时你生无可恋地躺在床上，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体验到来大姨妈是什么感觉。你刚才连卫生巾怎么用都是问的林梦雪，感觉非常的羞耻。可恶，这种特殊的时期就不能换回去吗？你不服，但是不服也没办法。小腹的阵阵暖意让你的脸色舒缓了一些，暖宝宝还是有用的，很有效的缓解了疼痛。门被推开，红糖水来了。林梦雪亲自熬了红糖水。既然你为他承受了这份痛苦，怎么着也得照顾照顾嘛。林梦雪在床边坐下，拿起勺子舀了一勺递到你嘴边。大郎，该喝药了。你看了看红的发黑的红糖水，又看了看林梦雪，来根银针，我试试毒。是啥事？我还能害我自己的身体不成？听到这一声大郎，我都感觉我命不久矣。大郎，大郎，大郎，天！我喝还不成吗？你妥协了，这一声声大郎真难顶。林梦雪嘴角一勾，手又收了回去。来，想喝呀？求我！你脸色一黑，可恶的林梦雪，都这种时候了，还有心思逗我？我们不是纯友谊吗？这还用求？林梦雪想了想，说到纯友谊，我觉得应该嘴对嘴喂。不要嫌弃。哎呦，你还嫌弃上了？不逗你了，快喝了。林梦雪再次将勺子递到你的嘴边，这次你倒是顺利喝上了。红糖水咽下去后，就感觉到一股暖流流淌到胃里，随后这股暖流流向全身，你眼睛一亮。这红糖水效果真好啊！是了，其实热水也行，不过红糖水美容养颜，又能补血补充能量，所以之前我都是喝红糖水。我这次会把经验都传授给你，你可要好好学，这样你自己也能照顾好自己。林梦雪一勺一勺喂着，你一口口喝着，虽然有点烫，但是喝了之后，疼痛确实得到了很大的缓解。内有红糖水，外有暖宝宝，度过这一次姨妈应该不成问题。对了，还有这个期间，注意不要让自己着凉，也不要吃凉的东西，不然会让你更疼。林梦雪不停地叮嘱着。我知道了，这期间一般多久好啊？你忍不住问道。我身体的话，5天吧。5天，那还好，后面慢慢就不会这么疼了。不过想到以后每个月都要经历一次，你就开心不起来。喝完一碗红糖水，你慢慢躺了下去，闭上眼睛。我要午休了，你退下吧。林梦雪将碗放在床头柜上，嘿嘿一笑。退下，享受了我的服务就没有什么奖励吗？这我可不答应。奖励？你睁开眼疑惑地看向林梦雪。你想要什么奖励？让我摸2下腿。你忍不住抬了下头，表情诧异。摸腿？这是你自己的身体，你怎么能这样？你想干嘛？想。林梦雪脱口而出，没有丝毫犹豫。你脸色一黑。你想个锤子想！我是问你为什么要摸腿？咱俩没换身体的时候，你自己没摸够吗？林梦雪摊手。那时候谁没事老摸自己腿啊？也没感觉多好奇，现在好奇了。我不答应。你连忙拒绝。哎呦，电脑里都是学习资料的人，还矜持起来了呢，还不敢给别人看，
自己看的时候咋不矜持呢？林梦雪阴阳怪气了起来，你沉默了，好像说的没什么毛病。我觉得可以换个奖励。你缓缓开口，什么奖励？我把电脑密码给你。哎，林梦雪眼神一亮，这个奖励确实不错。行，那就这个奖励了。密码是啥？你瞥了眼林梦雪，轻笑一声，掀开被子，把腿伸了出来，露出白皙匀称的小腿。逗逗你而已，还想着密码呢？摸吧，反正也是你的身体。林梦雪听后咬了咬牙，她撸起袖子，狠狠地摸了摸自己曾经的小腿，触感丝滑，但稍微使点劲又能感觉到其中的柔韧，还是那个感觉。好了，我要睡了。2秒你就收起了腿，不知道是不是女生身体的缘故，感觉比自己身体好像确实要敏感一些。就这么短？就这么短。林梦雪内心有强烈的不满，不过好歹摸到了，你也没想象中的那么抗拒。有了第一次，以后就好说了吗？虽然时间短，但我也满足了。真的？假的？林梦雪撑着下巴，满足是我编织的谎言，我不可能满足。欲求不满。林梦雪起身躺在了床的另一边，她望着天花板。其实我以前一直缺一样生活的必需品。什么生活必需品？你呀。生活的必需品吗？你内心有些异样。原来林梦雪一直把自己看得这么重，还好命运给力，让你俩在高中最后的这一段时间交织在了一起，不然可能就真的错过了。你转头看过去，林梦雪已经闭眼开始休息了。安静的环境中，呼吸清晰可闻，你也闭上了眼，现在也挺好。后面上学的时光算是安逸了下来。张翔开始了最后的冲刺，所有精力全都投入到了学习之中。唐文可经历了那件事情后成熟了一些，他和张翔依然保持着朋友关系。小云和李诗诗取得了联系之后，就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李诗诗考虑后答应了下来，后面他将作为你的朋友兼助理。而这件事情过后，你们和李诗诗的联系也变得多了起来。5月初，天气开始变得热了起来，最高温度能到30度。而高3的学生们也迎来了第3次模拟考试。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的作文出现了唯一一个满分作文，题目是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学习如何与他人相处。有时我们因为考虑他人而隐瞒了自己的想法，其实将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才有可能迎来相互尊重和理解。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与思考？请写一篇文章。满分作文是李诗诗写的，她的标题是该怎么描述你呢？我亲爱的自己。这篇作文还被贴到了楼层中间的公示墙上，很多人看到作文之后都觉得自己作文写的是一坨，怨不得只能拿40多分。看到这篇作文，你和林梦雪都知道李诗诗蜕变了，或许不是那么的完美，但是她已经学会了反抗以及表达内心的想法。3模成绩出来后，学校开始给高3的学生降压，老师们留作业的量开始大幅度减小，甚至有的科目都不留了，因为这时候基本分数就已经定了，这点时间再冲也没什么必要，让学生用这1个月的时间慢慢调整好状态，自己自习查漏补缺。班主任们开始给学生做心理上的引导，以往都是你们到底清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上学？高3这最后一段时间坚持不住了吗？高考可是会决定你们未来命运的。诸如此类的话，很多高3学生听都听腻了，但是现在完全不一样了，现在变成了高考不要有压力，就当它是一次小考试。人生是一条线，而高考是一个点，没有人会因为一场考试而赢得所有，也没有人会因为一场考试而输掉一生。哪有什么一考定终身？也许你错的一道题，丢的每一分，都是为了遇见对的人呢。这些话还是很有用的，许多人都放松了一些，精神不再高度紧绷，他们开始享受高中这最后的时光。有人遇见了自己的白月光，有人结交了好兄弟，也有人收获了爱情。5月的时光转瞬即逝，迎来了6月。6月7日的考试科目是语文和数学，你和林梦雪2个人已经将自己的状态提到了最佳，来迎接高考。梦雪加油，小姨相信你。林婉清看着要进入考场的你，加油鼓劲道。你耸了耸肩，小姨不用担心，洛城大学稳的。而林梦雪也来到了你旁边，她是一点紧张的情绪都没有。既然到了高考，也不用藏实力了，该好好发挥一下了。不过可惜现在江红在外地见客户，那边有一笔很大的订单脱不开身，不然他肯定会过来送儿子高考。林婉清看向一旁的林梦雪，你也加油，别最后没法进洛城大学。怎么会？包进的。那就行，准考证和身份证拿好就进去吧。你和林梦雪对视一眼，并肩走了进去，只不过2个人并不在同一间教室考试。林梦雪望着教学楼，高中真的好快啊。是啊，一眨眼就过去了。你略微感叹，好在最初目标明确，将心思都放在了学习上，现在才有机会跟林梦雪考同一所大学。林梦雪啊，你伸出拳头，高考一起加油。林梦雪笑了笑，她伸出拳头和你的拳头碰到了一起，一起加油。2个人就这样慢慢走进考场。考试是异常枯燥的，教室里只有写字和翻试卷的声音。你考试时精神非常集中，几乎是做到了心无旁骛，一心全在考试上。你现在的状态比3模的时候都要好上很多。下午的数学也是同样如此，你不禁感叹，林梦雪的 CPU 就是好使。接下来就是8号、9号的考试，8号要考物理和外语，9号考化学和生物。当写到生物答题卡最后一个字的时候，你停顿了下来，画下那一笔就意味着完成了考卷，也意味着高中将到此结束。你出神了片刻，最终还是补上了那一笔。高中的时光完美落幕。0000，铃声响起，所有人都放下了手中的笔，老师开始一个个收卷。走出考场的那一刻，你就看到了另一边同样走出考场的林梦雪，你们汇合在一起慢慢下楼。林梦雪看向你，觉得生物题如何？那不是 so easy。是吗？能考670吗？不能。你回答得很果决，670是肯定考不到了，但是你预估肯定能考650以上。林梦雪忍不住调侃，听你这语气，还以为你要考700呢。嘿嘿，你呢？
有把握700吗？没有。林梦雪回答的也很果断。快到学校门口，你俩和金白、张翔、李诗诗遇到，几个人走在了一块。哎呀，考砸了！张翔一脸的愁容，感觉只能考个530多，我好笨啊！金白拍了拍张翔肩膀，也可以了，这分数过1本线了。我在考虑去洛城大学周围的哪个大学？洛城工业大学还是洛城理工大学？你耸了耸肩，等分数出来看专业吧。不，张翔连忙摇头，看学姐啊，哪里的学姐更好看，我就去哪个大学。金白斜了张翔一眼，跟你去了就能成你女朋友似的。啊，你别说，我高考前一夜梦见进入大学后和一个漂亮学姐嘴了，我觉得这一定是那位学姐给我托的梦。你们几人听后没绷住，张翔这做梦能力一如既往的强啊。诗诗呢？考得怎么样？你问向一旁面容清冷的李诗诗，应该在650上下。李诗诗对自己成绩有精准的预测，不过这也是预测，一切还是得等成绩出来。真高啊！张翔忍不住惊叹，这些人脑子都是怎么长的？同样是人，差距就这么大吗？你点了点头，稳了就行。毕竟李诗诗现在可是你的助理。梦雪，林梦雪忽然拉住了你的手，怎么了？你看向林梦雪，亦是曾经自己熟悉的脸。纯友谊的时间有点久了，我觉得我们应该更进一步了。哇！张翔嘴巴张成了 O 型，林梦雪拉着你，迎着阳光和微风，举起了紧握的手。林梦雪，做我女朋友吧。你愣了愣，抬头看向两人紧握的手掌，向着蔚蓝天空，这其中包含的是你们跃动的青春。还未等你回答，林梦雪就拉着你跑了起来，奔向校门外，那里有林婉柔和方梅等待的身影。此刻的画面像是定格成为一张画卷，缓缓收起。